既然做这个功夫这么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睡着了，比那个安眠药还好用。所以以后各位假如说睡不着觉，赶快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保证睡着了。明天起来精神很好，那个头脑很清醒。因为或许以前曾经做实验，就是呢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要有一个念头，看看明天起来会什么样子，很清醒很舒服。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另外一个试验，晚上不睡，一直想东想西胡思乱想，看看明天早上起来会什么现象。各位先生，会什么现象？那头很痛大把丢嘞。所以或许很喜欢说自己实验，然后实验以后我知道那个结果，所以我讲出来就有力道，对不对？所以很多呢为什么会经过这么久的时间30年、30年才摸出来活性本体够笨的，就是因为我就是实验去实验，人家讲的我不喜欢，我不苟同，就是不是这样，那我要自己实验自己实验你就原来这么简单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一直讲，很喜欢讲，见到人就讲，后来不行会被人家误会说你神经是有毛病所以才收敛一点，要听才收了，不听就不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堂课才会讲你坐着2个小时，我把30年的经验都传给你，你就省下30年的摸索，不是很好的事吗？有没有？就是很好，不用摸索30年所以要了解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30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所以你要了解说那个万年都放下，我万年放下还有安那你都无放下，你还有安那就是缘啦，你都要放个什么都没有，那个才真正的是万年放下。你万年放下的时候那时候呈现的就是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就是常住，就是佛性本体。你看经过3000年给摸出来，然后我就没有也没有这个要求各位什么，就一下子在第一堂课就讲了，有没有？这个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讲最好的就是你万年放下，你一念不生，你到达你整个不生不灭佛性都呈现你那个华喜的程度各位浅显可以不用睡觉了我们那个阳都充满了，阴没有了，都充满阳，所以都不用睡觉那个高兴原来我们有这个东西在，什么东西？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成佛的原因，就是这个，很有亲切我们一定要抓到它了所以在生活之中，你有空闲你就做，万年放下，记得有什么来的那个都是缘，都要放下全部都没有了才正确。还能知无？就是因为在想说一定回去没有努力做了，才会一再跟你们交代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做了以后你会自己本身感觉到的变化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接下来的生活内心不一样，外表形象不一样，我们跟人应对进退不一样，全部都不一样，整个都变化所以我们以往喜欢跟人计较，你在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以后，你想要计较都会觉得说不免给了，有没有这样没有反应
做的还不够，所以才没有那一些那一种形象呈现出来。只要我们一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认识越深入，那我们对凡尘事就越不计较，越看淡，这样才是正确的。那因为各位都还没有那个样子所以我在想，一定是没有努力做，才会再叮咛交代。要做，这个呢道是要实践的，不是光听而已光听的收获都不大。然后你开始真的努力的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你周遭亲朋好友，他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变化。当他感受到你的变化，你怎么变这么多？怎么这么好？你就跟他讲，我都求道咧修道了，是不是光明正大？对不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那个给社会的一些那个观感都不怎么理想人家都会那个嗤之以鼻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佛老师那个掌道盘一直要我们成天做我们哪一个弟子体会老师的心意？没有老师辛辛苦苦，我们都在，我们怎么样生活一天过一天，对不对？所以要努力我们这一生呢最有价值的就是已经求道了。那求道呢已经受记，可以呈现做佛，那看我们要不要愿不愿意成佛这个倒是还比较可以声音大一点，这个愿意因为完成毕竟是太苦只要有形象的都是苦，都要在形象之中受苦。那我们呢就要了解到透彻认识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所有的一切作为以往的所有一切作为，我们都会觉得真的都是成功完成的无垢，都是我们会觉得没有价值。各位莲姐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吗？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这个以后的生活就是要过得非常有价值。最起码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充实，都过得很快乐，就好像在天堂一样要呢学那个颜回，颜回的环境很困苦，是在那个违章建筑里面单食飘零，没得吃没得喝了这个人不堪其忧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忍受他的那种物质生活。可是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就是呢他完全的明心见性，身体早晚都要还给天地我们哪一个人说不还？不行都要还早晚还都是还。像老前跟后学讲那个时候在天佛院说，跟后学说，你把天佛院照顾好，你出去就是出去天佛院也是死了，你在这里也是死了，他注定都爱惜所以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个时候老先生跟后学这样讲或者是没回答，点点头。可是现在想一想我也没有把佛缘照顾好所以凡尘事变化无常变化无常所以有时候你想待人家就不让你待
你也待不住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完成的事随缘就好了，随顺自缘。然后呢，我们有理想，就要努力的去完成它，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时常讲说，我们都是半一段，一个人要半一段，老天说他办的那段就已经差不多了。那或许在想我嘛差不多啊可是那个30年安尼累积下来，真唔甘愿讲到都在观察来对。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很简单可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搁看那都是不知道了。我的专线全省从南到北所有寺庙啊，我拢安尼问去找看有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讲竟然讲我找到一句话出来，天下的乌鸦，啦，讲去找这句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没办法啦，唔捌就是唔捌。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你假如说你听不懂，那你跟讲的人说我知啊，你免讲了。那讲的人他一听你的话他就知道你听不懂。所以这个假不来啊，明心见性的东西不能假，假不来的。不懂就是不懂，你讲出来的话就已经告诉人家了。你到什么程度？恭维啊，所以各位先生以后要惜言如金，爱惜我们的语言啊，跟他抵骂，会不会？因为你讲出来，人家就知道你修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就是要沉默是金，惜言如金嘛是金。沉默是金嘛是金，拢爱它当作金嘛，语言就是金嘛，讲呢要符合真理，真理嘛是金嘛，所以我们在凡尘没有用的话就不用讲，讲出来都是跟真理相合的、互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生就会很有价值，最起码在自己的认知上，活得很有价值，不会说我拢白来。不会说这一生白白浪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天的时候要一天的这个功夫要做，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体会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当我们一体会了以后，我们要了解到各位先生，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所有的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都是真空。都有，都是佛性本体，这么宽广。可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局限在身上，是怎样呀？很窄。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个如如不动真如或者不是一直在讲嘛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说我们那个佛性是如如不动，冲在整个虚空，像或许是在基隆有我的如如不动佛性我到台南有我如如不动的佛性不管我到哪里，我那个佛性都在，我不用带来呢，我不用从基隆带来，这里就有，有我如如不动的佛性。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纵然到外国去外国也一样，有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宽不宽广？非常宽广。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嘞，我们要投入时间来认识，认识嘞真如，真就是不假，如如如不动，因为我们如如不动，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看万象还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都知道玩那个照相机你按快门的时候绝对那个镜头不能晃动，你稍微一点点晃动，你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
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不能动，才会清晰。那我们的佛性一样，不能动，你看了才会清晰。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在讲耳根圆通的时候上天很慈悲啦，下大雨又打雷，让我们能够体会，原来耳根圆通是这样，有没有？所以上天对我们很慈悲。然后我们一修这个明心见性上天又很慈悲，把水都带来，我们不缺水了。台南缺不缺水啊？不缺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心变化，然后天地跟着变化。以前会欠水嘛现在没你看就是咱的心已经拢变化，然后上天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各位都可能不会去想到说这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要了解到天心随着人心在转。我们人心都很坏的时候那个天灾就来。我们人心很好的时候那个灾难都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法语诸论心里面高兴，外面的形象也让我们日用不缺，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心影响到整个天地的变化。所以呢要启发我们每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可是我们认识都不深不够。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一点心来认识，多用一点心。认识了以后我们可以越追越深入。深入到我们的法性，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很深的，很宽广，一到这个虚空以后不只有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它超出了又到整个太阳系又超出了到整个宇宙，所以无量的佛世界都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在。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不知道，都不会把它好好启发来用。那我们现在比较严重就是要了解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讲说烦恼本无不须用就是烦恼本来没有所以我们了解以后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本来都没有。为什么会有烦恼？本来都没有。这样的话那个烦恼就不会很深了。然后事情一直在无常变化，很快就过去了。它真的是本来就没有烦恼就离我们远去了。那么灵知制造幻法归如那个灵知灵敏的知道那个灵知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那个灵知灵敏的那个知觉性制造就是能够回光返照到我们自己灵知制造。那么万法归如整个万法，这个法包罗万象，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不管是我们心想的，全部都叫法。那么万法我们都知道万法皆空，对不对？万法到归到最后它都是空，所以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我们一般都缺少那个后面讲那一句话，都只有讲万法皆空，没有接下来说空性即是佛性就缺少讲这一句话。然后让我们万法皆空，转必完空，像闭着什么什么都没有，空亡的，变成空亡。那假如说我们知道说万法皆空，空了以后归入到佛性，所以空性即是佛性。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踏实啦。
哦，所以万法归如，归到如如不动，哦，归到真如，所以归到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了解说，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有没有听过？有。一切假，一假一切假，有没有听过？有。真跟假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真就是不会变化，没有形象，有形象会变化都是假。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要知道说形象一直变化，所以形象都是假的，不要住相。所以我们身体身体的形象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给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然后我们佛性是没有形象，然后我们身体的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所有风土它没有知觉性。可是现在呢，形成我们身体的时候身体有知觉性，然后佛性没有形象在我们身体的时候有形象，就变成一半一半。那我们注重形象，就是注重所有风土，那个叫假，一假一切假。然后我们注重佛性的叫做真，一真呢一切真，这样懂吗？我们现在呢是注重佛性还是注重身体？是真的吗？我们在外面这个跟人应对进退，都是注重佛性吗？刚好相反，佛性都不见。我们跟人家应对交际的时候佛性都不见，见到的时候身体所以都是现象，那个叫一假一切假，都不真，然后真的呢就是我们心可是心看不见没有形象。各位先生，心看得见吗？没有形象看不见，可是可以体会可以领悟出来。人家那个不好的心一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可不可以知道人家心已经起那个歹念？可不可以知道？是可以知道的人家是真诚的心，还是呢那个虚伪的心我们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自己要训练你走入真理世界再来看凡尘，那凡尘的一切逃不过你的眼睛你眼睛一看了你就知道那个事情真相。所以我们呢要朝这个方向这个努力。所以呢万法归如归入呢那个真如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无归呢无受。我们那个说万法归如归到真如，可是呢在现象之中呢它没有说归在哪里然后也没有说那个如去接受，全部也都没有所以那个是一个说法，也就是讲的让我们知道在现象之中呢全部都没有了没有来也没有去都没有都是假的形象也都是假的。然后无归无受没有归到呢真如，真如也没有接受可是已经呢都恢复到本来。那么结观呢忘守就是结观，已经呢我们到达这个目标了，到达目的地就是把我们那个做观的那个功夫都去掉不用呢这个做观结观了。然后忘守因为已经到达这个目标以后不用去守。好像呢我们这个过河要用那个直滑，然后当我们到达对岸的时候那个直滑就不用去守住它了，不要的那个工具我不要不用守所以结观呢忘守。那么四德不生这个四德就是常乐我净
就是已经恢复到我们那个本性啊，常住的乐很快乐，没有那个痛苦的，没有对待的那个快乐常乐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戒就是清净，常乐我净，到达了四德，那个是成就以后啊，都有，都全部都在常乐我净，然后呢这个四德啊，我们这个不在心中里面啊，这个产生四德不生，它自然呢都具备，全部呢都在。那么三身呢本有，这个三身啊，就是我们的法身、佛身，还有一个什么报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们呢有这个法身，然后有果报身，然后呢有那个现象的那个化身。那在我们这个行为之中呢，那个法身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我们报身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呈现的那个般若妙智慧。然后呢那个化身啊，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有这个行为出来，一个行为啊就是一个化身啊，所以这个三身啊，我们本来就有有法身，然后有报身，然后有化身，然后我们又可以这个三身，我们又可以进入那个我们那个自体的三宝，佛法身佛身、法身跟这个我们僧佛法僧人的那个僧。所以我们了解说，佛身呢，佛就是呢佛性本体，法就是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啊，那个就是身，三身的本有，本来就有，每一个呢都有，不止这个修持的，就是我们众生也有，一样有三身。那么六根呢对境分别窥视，我们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面的境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呢六根对着境，然后呢能够了了分明，那个分别分别呢就是了了分明。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说六根对境那个能够了了分明，那个不是事，不是认识的事各位先生，不是认识的事是什么？所以就是要启发我们各位那个思守的那个能力这边那个法龙禅师讲说，我们六根对境，六根对境都会有了了分明。那我们平常都是用我们的视心认识的心。可是这边法龙禅师已经呢把他那个视心去掉，不是用视心。那不用视心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们真心所以这边说六根对境分别为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看文字很容易会被文字误导、错误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比喻，他讲出来的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个重点就是那个禅师你是在讲啥要去了解他既然说我们六根对境能够清除的分别，可是不是我们视心，那这个就是在讲常住真心。你也了解嘞？因为各位要知道，我们在讲的视心妄心，那么妄心我们怎么样的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才叫妄心，对不对？
那起心动念是谁？谁在起心动念？就是佛性哈，各位同学，我们要知道哦，有法度起心动念，我们能够这个生发意念，就是佛性本体呀。所以各位要回光返照，生出意念，谁在生出意念？就是佛性本体。你有佛性本体才生出意念。各位同学，不要想说我都有读壳啊，读壳在想的啊。不是哦，你看我们一口气断了它要跌对不？它有办法起心动念吗？没有办法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我们回光返照，不要去管念头的内容，我们回光返照中，那有法度怎么样可以生念？那个可以生念的就是佛性本体。这样认识吗？很容易很容易认识我们佛性本体，对不对？只要起心动念，那个在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很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日常用时候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在注意起心动念的那个源头，我们都是起心动念那个念头里面的内容，我们很注意。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去行为了，对不对？所以差就差在这里很小，对不对？我们起心动念了，然后我们从念头里面就是在跟人这个交际应对的，都是起步在那个念头的内容里面，没有说回过来看谁有办法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的回光返照就很重要。我们应对完成的万事千差万别啦，应付不了，应付不完的。那我们一回光返照佛性就是单一，就只有一个了。所以我们只要一回光返照以后，就已经认识到自己佛性本体了。那只要我们一进入它的起心动念的内容，那你去应付凡尘的事应付不完，做不完的啦，做得完吗？哇，这个不相应。完成事我们做不完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要被我们的念头这个拉着到处走，所以一定要回过来，看到那个生发念头的是谁。我们回过来看到他生发念头，原来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只要一回来，不是到清净彼岸了吗？回头是岸到不到？到清净彼岸了。所以不要去管外面的凡尘事，一回光返照，我就已经到达清净彼岸，我就已经成佛了，容不容易呀？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做嘞，不愿意做啊？这个回答还蛮快的。所以以后各位姐姐，只要你起心动念，你就要注意别再叫诱你不能被那一些念头拉走了。我一定要回光返照回来看看谁生发念头，我照顾那生发念头就好，那个念头内容那个我都不去重视它，这样我们修就容易了，就已经抓到根源。老天时常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的瞎修行。各位摸到根了没？摸到了。就可以直接做佛。我们都可以相信自己从内心产生了那个相信的程度，真的我们是摸到根的，可以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的瞎修行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的用不生不灭的心就不生不灭的道，才是正确。
哦，所以一定呢要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一心无妄啊，万言啊调止，我们一心就是常住真心，都呢不进入妄，一心无妄，那个妄的我们都不用，那个生灭变化的事心啊，我们认识它，知道它就好了，不住在呢那一些妄心里面，然后万言啊调止。我们所有万言呢，都把它调到直心。像我们上个礼拜第一句啊，那个正信调止有没有？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正信是什么意思？我在2礼拜尔讲，都拢去害我咧。不是说正确的相信吗？要相信什么？对，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信到外面去呀，是相信自己，正信，正确相信自己，然后调止，跟这个呢万言啊调止是一样，就是把它调到直心，不要呢调到生灭心啊。我们在完成各位姐姐，我们的心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没有看过那个小龙？有没有？它有没有直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凡人的心，我们的心都没有直心，都是弯弯曲曲，而且都蛮厉害，勾心斗角，那个心都是弯弯曲曲，没有直心那所以我们要修道，就是要调止，要把直心能够调出来。那个直心呢，就是道场，道就是佛性道场就是佛性的场所，宽不宽？很宽广。所以我们只要呢进入直心，就进入道场。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呢就是我们佛性呢，那个呢。我们直心呢，就是我们佛性的地方所在。佛性呢，整个呈现就在直心。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我们呢这个应对的第一义那个就是直心。所以我们万言要调止，要调到呢直心回来。不要弯弯曲曲，一弯曲了事情就很多，一直心都没事所以只要落入呢，我们呢完成的那个现象哇，就千差万倍。那么心性本齐，同居不虚。这个心跟性它本来就相等齐心就是性，性就是心可是呢，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心跟性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才用不同的文字。心性呢，它本来都是一样它本齐，然后同居心跟性呢本来它就同居，它就同时居住在一起。可是呢不虚不是说这个心虚性，或是性虚心，没有无讲心看性，性看心无它本来呢就是一个东西。是一样的感官的物件，用不感官的文字把它表现。那么无生呢胜物无生就是呢我们不要产生呢我们自己的那个有所作为的那个心不要呢产生，然后顺着物无心胜物，顺着呢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好好的这个运用。所以无生呢胜物。我们在凡尘呢很不容易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那个有所作为的那个主张。我们呢一落入有所作为主张呢，那个已经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事出来。很多呢意念一出来以后那个物你就不管
不会去顺着物把那个物这个引导到我们众生的运用的很理想。那么随处忧戚，这个在跟我们讲说呢，随处就是随着地方所在然后忧戚就是忧呢就是忧郁，不很明显，戚呢就是安住，就是随处忧戚就是我们能够随意而安，不管什么样的现象之下，我们心呢都能够调整的很理想，就不会有那一种对外境的不满，这个很重要，尤其在生活之中，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很多假如说我们落入自己的企图有所作为，那就会产生很多事情，那个呢不必要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随处忧戚那个随遇而安，不管什么现象之下，我们都会过得很理想，而且会这个引导这个所有众生呢走入那个真理世界。那么觉有呢不觉觉各位记那个觉现那个什么字？觉有不觉是这样吗？觉有不觉，即觉无觉，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他这个法融禅师把这个文字运用的蛮这个奥妙的，说觉有不觉，我们的那个觉性觉性的时候都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那个已经不觉产生的时候才了解到这个佛性的存在。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所有的我们的那个知觉性之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知觉性之下我们会变成无知无觉然后当我们起心动念当我们已经进入已经不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觉刚才那个就是，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各位都很诚实你知样？确实因为这个不容易体会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可以说起心动念容易要我们保持这个觉是非常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全部都是觉的状态之下，那么那时候我们用文字来形容，叫做无知无觉。知无觉知道吗？无地无感。可是背后的意思呢？背后无知无觉的背后什么意思？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是不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再来看这一句懂不懂意思了？还是有一点深也不了解，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到达那个觉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说我都有，我已经都觉了，这个是在一边两边的一边，知道吗？觉了不觉刚好是两边。那我们假如都进入全部都是觉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体，一体没有对待，没有互相对待，已经是一体了。那么在一体的时候我们用文字来说那个叫无知无觉，因为没有能知，没有所知，没有能觉，没有所觉。这样有没有比较懂一点点？
有能守，或许不是讲就有四相嘛，对不对？哦，那个时候延伸啊，说我能看，是不是有手看？能守是不是对待？好，能看手看，你能看的不是一个定点，它一定是差别重生，是不是叫众生相？然后我们又连续的一直看，是不是叫受者相？所以能看的就是我相，手看的就是人相，然后手看的差别重生就是众生相，然后你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是不是四相出来？由哪里出来？由能守出来。然后我们再换成什么时候不用能守？我能听，我能做，我能说，我能吃，我能睡，有没有守？在不在能守里面？我们要修到全部都是觉啊，容不容易？目标真的很高所以让我们先了解，说我们把能守双泯灭就是消失，没有能，没有守。我们现在有能看，有守看，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能看跟守看把它合在一起，能跟守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心跟见一如。见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也就是见，就心跟见已经合在一起，没有能守。各位以前也都听过心见一如，然后不会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听过吗？好像又蛮生疏的有啦，迄都足久啊咧，敢若安尼几万年前听到，蛮久的，这个音乐是蛮高的一个程度了，已经到达那个结会体，到达一体的状态，那个是蛮深的。那或许现在先讲一下，让各位都有一下印象。然后我们慢慢再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都了解了解那个整个那个内容状态所以呢先知道一下，说那个觉已经没有能守，没有能守的时候它是已经非常高的程度。那我们要到达就是要经过一些修持的功夫努力的把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的很强烈的能守先把它去掉。强烈的能守，各位知道吗？比如讲，这我来做，我会晓啦，那个就是很强烈的能守。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里面多少都有一点希望人家称赞，然后你说这个我应该做，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或许都比喻说我们家门口那个十里街道部分是很脏的，扫一扫，那个扫一扫的心态这个左邻右舍拢在给你称赞你就很洋洋得意。有没有能守？他说有，就是希望人家称赞那假如说是我居家的门口，我很喜欢干净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要把扫干净。有没有能守？有。就差在这里很少的心里面的变化。你希望人家称赞的，能守很强烈你想说这个是我应该做我分内的事，就没有能守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去做出一些事这个我应该做，我就来做，没有能守，
这样习惯了以后啊，那个能手就消失了。消失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那个一体没有分别。这样知道吗？又没有反应。所以这个觉呢，有不觉啊，我们说稍微提一下局觉无觉就是呢，我们局觉里面无觉最高程度了以后，因为有觉那个表示有能有手了，无觉就没有能手了那么得失两边随论好恶。这个得跟失就变成两边得失。我们在凡尘呢，大概得失的心都很浓厚了。所以各位姐姐，假如说我们得失很浓厚，我们老得特别快。假如说我们得失都不在意那个不会变化。你再经过10-20年，人家见到你说你怎么弄？10-20年都没老，那表示你没有得失的心那假如说才经过2-3个月，你都老得紧，他表示他心里面的得失很浓厚。各位先生，我们得失浓不浓厚？对嘛？我都看到各位都很年轻所以都得失都不在意老师，我们签到要努力了。得失心都很浓厚。得失是两边都假的啦得我们呢一口气不来也带不走，那失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也没有带来，都不用悲伤，对不对？得也不用高兴你得到很多全世界的财产你都得到了，一口气不来了，是不是别人的？所以得有什么高兴？没有高兴的地方。失也不用悲伤，反正我生也没带来。我们生的时候带什么来？我们什么也没带来所以失掉就不用悲伤。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来跟去都是双手空空的那我们会在凡尘出生呢，都是业把我们推来是希望说我们是乘愿而来有愿呢要度化众生这个随论好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好跟不好这个主权都在自己的心中好不好呢？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纵然外人很称赞，可是我们自己心地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也不值得高兴。假如说一直别人讲话，可是我们都没有觉得亏欠，那也没有悲伤的地方所以那个没有水在论那个好恶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主宰。那么一切有为本无呢这个造作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所有一切的这些有为它本来就没有造作所以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这个凡尘事都虚幻不实，都是指变化无常变化。那么知心呢不心我们了解知心知道我们的心不称为它是心无病无药我们心没有病，也不用用药各位心有没有病这个心病是没有药医那个真药是医假病真病就是心病真病是没有药医所以只要我们心一生病了，那个真的是没办法。各位浅浅知道这个心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观念不正确的时候不过有时候像男女之间那个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他们观念不正确嘛好像不对那个时候那个心生不生病好像也不对
哎呀，看这个，无病无药呢，我们呢这个了解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没有病，它也不用药，迷失啊，舍事啊，误把归一，我们迷昧的时候啊，舍掉事情，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舍掉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呢那个还没有对真理啊这个了解透彻。所以我们把事情讲好啊，我把代志拢放全部都放下，这样以为说自己啊已经是很聪明的状态，可是那个时候要了解到还是在迷昧之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处理事情呢，事来则应呢，事去则见，要呢有一个真理啊依靠，真理呢依赖，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迷失啊、舍事啊、悟法以后呢，归一。我们领悟了以后啊，原来那个我们舍掉的事啊，跟我们没有舍掉的事啊，它是一样的，并没有不同，所以完全呢都在我们的差别。那么本无可取呀，今何用弃？本来呢，凡尘的所有一切呀，都不可取，没有我们能够呢。取得来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不用这个去掉，不用呢这个去掉它，未有魔心呢，圆空呢，相对。然后说我们有啊，这个魔，已经呢这个很兴盛呢，找到我们来了，有魔这个心，我们要了解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真的是着魔，着那个上网啊。他一上网了以后连睡觉都不睡了，有没有啊？真的啊？还这么肯定啊？着不着？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能够运用万物，不要被万物运用。假如说那个上网已经能够来控制我们的那个生活作息啊，那这样就不正常。我们已经被物控制，是我们要控制物呢，还是要被物控制？对，我们有主宰，我们有那个主权。所以主权佛性本体它有主权。你要能够判断，说这个事，我应该用多少时间？要上网可以，我应该用多少时间？到达哪一个程度？不要整个都被它这个占据了，就整个都离不开了，连晚上睡觉都不睡啊。所以很多年轻人会把身体搞坏，那个晚上不睡觉，一个开始就是我们那个尿酸，那个尿毒啊，到后来要洗肾，知道那个严重性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尿酸的那个主食是3.6到7.2啦。一般呢都是3到7，这一个平常值里面，超过的话那个我们那个肾就会有问题，就会尿酸，再不医治的话，就尿毒，再不医治的话死掉了。尿毒的时候，我们要洗肾，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现在年轻人那个尿酸指数大概都到15了。已经超过1倍，很危险的真的再不自己控制一下那个以后真的要洗肾。各位知道洗肾吗？很苦，对不对？那个肾脏功能已经都没有作用了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外在的那一些东西控制。我们要能够主宰佛性启发来主宰我们身体的视听言动，身体全部都听佛性的话所以按照我们这样研究以后，就知道说我们真的
这个身体要听佛性的话，真的要努力一段时间。各位的身体听佛性的话吗？哇，都唔敢应呢。哦，都把身体看得很重了哈。佛性就不管它，没有说佛性命令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去做怎么样，还没到这个程度，有没有？没有哦，还很诚实，也未甲迄个天空哦，所以迄个启发佛性的迄个那个工作还需要加强。这个佛性命令我们做什么就去做，不会造业啊。可是身体命令我们做什么就去做，那个不行啊。那个业会造很多，它要拉我们到地狱去，所以才会讲说，地狱无门啊，你自己撞进来，天堂有路啊，你都不走，对不对？咱讲拢会样讲的会不会讲？他会不会做？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了以后，要从那个容易的地方着手，佛性呢，要我们做什么时候我们就去实行，这样呢，他慢慢的会习惯，这个晚上。这个睡觉时间一到，佛性告诉我们睡觉喽，就开始关灯睡觉，然后呢早上这个5、6点，然后呢起床我们就起床，那个佛性呢这样指挥身体身体都听话，自然久了都会很理想。那假如说我们那个身体都很赖皮，起床休等来爱困，搁困就死了。然后晚上睡觉不是电视要真好看，糟糕！我们这佛性真的是很委屈他修养又很好，佛性会不会发脾气？真的是修养够好的只要你身体跟他争他绝对让身体，很无奈所以我们研究就是知道，这个真理好，它好了以后，听到好了以后，再接下来就是要做，对不对？启发佛性的都好不容易认识了，好不容易把它启发了，要不要听？就是要听，听佛性的话，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呢才没有白来，不然很快一转眼都不知道还有几个50年，大概还有一个有没有？我们讲久一点，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对不对？所以100年呢很短嘛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还是努力修。现在因为还没有全部都佛性主宰的时候，不努力修的时候会来不及。所以呢，有这个魔心言空相悖。我们呢这个讲话呢就是呢不要有讲话言空，然后呢相悖形象我们都具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呢这个能够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魔心都是从我们的那个心四心产生。那四心产生这一些都不真，都是假的。那我们呢从不讲话的言空的不语言的，然后形象呢都在，都没有变化。那这个样子的时候魔再怎么心呢，它都没有办法拉我们，所以会拉我们还是我们的妄境，还是我们那个四心，我们四心呢才会拉我们，才会着魔。那假如说我们呢已经呢言空了，不讲语言了，然后相悖
所有形象都具备。那这个时候啊，他魔没有办法，没有着力点，他拉我们不走，所以那个法融禅师跟我们说，莫昧啊还钱，就是凡尘的这一些还钱，我们就不要去这个消灭它，它还是在，只是我们已经超越这一些凡情。那么为教啊，习义啊，这个呢义务的心昧，我们呢就是要我们那个义，就是呢要习，唯有叫我们呢把意念习昧，我们那个生昧的意念，很强的意念，我们想做什么的意念，我们全部都把它习昧。我们有行为一定都有意念来，对不对？都是先想，然后才做嘛。那我们把所有的想都去掉了，有没有行为在后面？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意念那个要促成我们行为的那个意念，全部都熄灭。然后呢，意意无已经没有那个意的意没有了，然后心就灭了。我们那个妄想心就灭了。意没有了。那个引诱你进入一直想上网，那个意没有了，你要上网的心就没了，了解吗？所以真理毕竟呢是要靠我们认识以后去行持。那假如说我们不肯听经真理的话，那吃亏的又是谁啊？一定是自己啦。所以呢，真理会呢救我们的。那心无闲觉，心已经没有了，那个闲行为就没有，所以心无闲就绝了。不用证空，不必我们来证悟那个空自然明彻。我们不要来证悟我们的空性，可是空性很自然的都了解，都彻底知道明彻，自然的明彻。那么灭尽生死，泯心入理。我们把这个生死所有的生死，我们在凡尘要了解都经过无量的生死。我们生发意念的生，意念呢下一个来前一个死掉，生死。所以念头一样在生死里面。那我们把这一些所有的生死都灭尽。那对呢，佛性已经彻底都启发了解。然后我们这个身体的形象也让它呢这个怎么样，已经呢不关紧要了。生死跟佛性已经没有相关。我们还没有启发佛性的时候那个身体跟我们生死是很关系很大。因为业会把我们推来凡尘现象，就是生，一定会出生。那我们一启发佛性以后，佛性呢跟虚空融合。那个身体就变成天地的物质，所以有风土，所以就跟我们佛性无关了。所以那个生死无关紧要。各位了解吗？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追求心理学法明心见性，然后我们已经把心性呢跟虚空融汇。那么融汇了以后，这个身体的生死身体这个物质它已经就不重要，这样了解吗？没有启发我们佛性，这个身体它就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到这个天堂，要到地狱都是我们这个身体所造的业在决定所以那个身体就很重要。那我们已经启发以后就无关紧要了。已经全部都超越，超越呢所有的现象，这个很理想。
所以呢，或许都鼓励我们呢专心呐，已经都全部进入那个佛性本体，以后呢，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都无关了，无关紧要，已经都不在意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那就很在意所以各位各位同学，假如说我们这个不执着的话就不会当鬼啦。咱若卖固执就会做鬼，知道吗？因为固执才会当鬼。所以你看假如说我们有那个祖先一过世了以后，还会回来跟我们托梦，说你就搞烧一挂金纸给我，有没有？那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修金纸可以有效。那假如说可以收到的话安尼今日孙较过来修，可以去开银行，他的那个地狱里面就可以开银行，所以那个没有用，那个就是固执执一种执着。我们知道说凡尘的这个形象都是假的，既然都是假的，身体也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那干嘛去爱银抓不住的？就不会了。所以这个研究非常重要。还剩下15分呢。我讲到灭尽生死，刚好各位都把生死灭尽了，最理想。有问题吗？刘讲师，这边有美国请柬有个问题要请问刘讲师。好，请说。第一个问题，刘讲师有提到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要从24秒增加到4小时、8小时，甚至24小时。请问上班族如何在一天可以做这么多小时？是不是专心做事，一念不生即可？可是上班在做事，也不是外缘吗？有位贤贤说，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要先入定。若是如此才对，4小时、8小时，甚至24小时，对上班族来说岂能达成？不太可能在公司入定这么多小时。什么是入定？这个各位先生，因为我们这个修道很活泼了，不是这个讲出来以后就一个固定化，很活泼的那个修道方式。那个万缘的放下，一念不生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大部分呢我们有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上班，8小时呢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一些所有的3八字里面，有空闲的时候，只要有空闲，然后心又没有事挂碍，这时候就可以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而且各位要了解到，我们最重要就是去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一个方式，一个方法，一个让我们认识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不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只是说这个方法比较容易我们可以不一定是要整天的时间或者说我们24秒24个小时，那个是一个勉励说我们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不要把那一些空闲的时间浪费掉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事，不要讲一些无谓的话，把那个时间我们拿来做功夫，就是能够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只要我们肯切实的做能够已经体会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个真心已经呈现就可以了。纵然我们都没有长时间的做也没关系，最重要是要能够体会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因为那个没有变化的真心一定要自己体会。那自己体会呢，就一定在我们万缘都放下，一念不生的状态，它才会呈现。那个呈现以后已经就叫认识
那认识了以后，再有空闲，我们把它培养。它培养也一样看我们的时间，看我们的心情。假如说时间有，心情又好，那你培养的时间就会很理想。那很理想状态中，那个做的很短的时间它可以抵很长的时间。所以重点都是在心啦。那个不在于说几个小时，也不是说要入定以后才可以做万年放下。是的，那只要在我们每一行每一页，只要你有空闲，只要心没事，你就可以做。做万年放下，真的全部放下，一念都不生，然后去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就是成佛的重要因素。重要的因我们抓到就可以成就。一定体会了以后，一定还要再培养，因为培养以后才有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对真理的认识比较容易进入，容易进入真理世界。真理认识我们的行为那就很简单，都会从般若妙智慧来告诉我们。那还有一个呢？第二个问题，有讲师有提到，我们的真心佛性通摄于虚空，所以不用到西游去把佛性带到台南。若后学没有去过纽西兰、泰国等国家，请问后学的真心佛性是否也通在于这些国家的虚空？照理讲应该是，可是如何证明？这个要如何证明最好就是人到那里去，那个就是证明你确实到那边的时候看到什么都是了了分明，然后呢听到他们讲的话听不懂就是不懂，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一个尽虚空遍法界这一个呢就是非常广泛，不只有是地球，它超出太阳系，超出月亮，超出太阳，超出我们五大行星，超出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宽广，宽广到呢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假如说有研究佛经的话，它有无量的佛世界都是整个呢在虚空之中。那假如说我们有稍微去探讨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地球人的这个形象大概也都是这个样子这个5、6、7就管。那假如说呢我们一进入到那个佛世界那个描绘他们都是6、7等那个人那个那边的佛世界的人我们是不可想象的，6、7一丈就已经不得了，对不对？他有6、7丈，6、7丈的高，那个人他有6、7丈的高那个佛世界所以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去借到那个佛世界借那个那个咒语那个咒语各位假如说有看那个《维摩诘经》就知道，爬不上去要做就被丢了。你看那个人有多高？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知识就是很窄，那个范围不宽广，那个外面的佛世界非常宽广，所以它一描绘出来我们真的都不敢想象，那个神通第一的那个目犍连，他就是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可以到达多远，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神通一直一直延伸到一个佛世界那个目犍连就竟然就变成我们看到的，我们凡尘看到的一条虫，在他们那个腰带，那个那一个佛世界
要用手去打。那一个讲经说法的佛说不能打，不能打，那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连，然后他就问目犍连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说：“他要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声音啊，可以传到多远。”他说：“你用你的人的头脑要来测试佛的那能力，你测不到的啦，赶快回去。他刚才那一下打下去呢，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袂矮啊5、6尺啊，对不对？今年那个时候还高一点，竟然到他们的佛世界，变成他底下陪大顶头1个头，是不是他们的人啊高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了解那个只是描绘出来这样而已啊。那我们没有去的，还不知道，没有看到的还很多嘞。所以我们那个知识啊有限，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用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知识啊，那个很危险，追不到。为什么？没办法，寿命没有那么长，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可以的生命里面，赶快修正。修正以后，你证悟本性以后，要到佛世界去呀，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那个才叫真正的有那个机会，我们可以到别的佛世界。所以不能用那个我们凡尘很矮的是一种知识来想象，可以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张卓菩萨记》里面最后一句就是生死涅槃等空法里面的法度法位世间相常住是什么意思？好，请说。这个张卓秀才悟道记那个讲到最后一句，就是生死涅槃等空法。生死啊，就是我们凡人的生死；涅槃就是进入佛的不生不灭的领域啦。所以那个生死跟涅槃，它2个是相对。假如说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所以那个生死涅槃平等，都是空中的花，都不实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凡尘修持啊。开始努力的时候要先了解说万象都是假，万象都是假，我们不住相，不住相以后进入佛性，那进入佛性以后，我们了解到佛性的整个轮廓、整个状态、整个功能作用，全部都知道。那知道了以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有现必现象，有性才会现象，所有的相都有现，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现象，我们就不用破坏，那个时候法住法位，所有的法都安住在它的本位，法都住法位，然后世间相常住，世间相都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时常会听到。这个有一些前讲说我们呢还没有修道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对不对？然后努力修道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然后等到修正了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有没有听过？对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住相。住相看到山看到水，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各地去观光，那个就是住相。那第2个阶段就是我们努力在修道，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们就不用追求，就不用追求所有的这一些外在的形象。可是呢，我们已经修到知道那个所有真理所在的，
真理所在你全部知道以后，它呢有现啊必现象，所有的相啊都有现在，所以我们会讲说，万法皆空，它万法会走到空的那个程度，那空性就是佛性啊，那个空支撑所有的万象存在，所以虚空无相，不拒绝知相发挥，有没有？虚空没有形象的，可是你要呈现的时候，虚空都不拒绝。像说我们盖这个同义宫，本来也是一个空地啊，然后盖起来了，它空地不会拒绝，说你别再搞我去，这个所在是我的，有没有？不会，对不对？所以虚空没有相，不拒绝所有相全部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那个法住法位啊，就是了解说它有相，因为就是有限，它有限它就现象。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注重性呢，还是注重相？我们注重性的话，全部都是在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啊。然后我们注相的话，相都是假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啊，形象，所有你看到所有形象，那一些形象呢，都是真心佛性啊。我们不是有说经为嘛？经是常而不变，为是变而有常。然后凡尘的万象啊，它一直在变，可是呢，它在变之中呢，它也有常态，就是有佛性本体，你才能够现象。没有佛性本体啊，你相就现不出来。所以山河大地啊，也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这样懂了吗？是有一点深啊，可是我们往后会慢慢的来讲，让我们对这个更了解。所以或者是鼓励我们大概有寄那个 DVD 啊，大概100多套，那个 CD 呢大概有84套。我们往后还会一直寄过来，所以鼓励各位拿整套整套都带回去，很方便。下课。点来吃，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先天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的讲。我们11年的中秋啊，我老师呢送我很多礼物啊，就是呢信理信法，要我们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个比较小包的是 DVD 影片看的，比较大的是 CD 啊听的。那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拿回去啊，自己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收藏，又可以传宗接代。又可以赠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就是希望各位都拿，我们也会一直记下来，上个礼拜各位有拿吗？有的还没有拿到因为大概数量是100份左右，各有大概100份。那这一次也都是有各有100多份啊。下个礼拜也一样会有各有100多份都记下来，因为台北先贤都很辛苦啊，都一直在烧，那一抄 CD 的话呢，80几片，DVD 呢40几片，很好收藏，要看呢很容易找得到，很理想，就在后面，希望各位呢都拿。那我们呢，又回到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心明，我们讲到呢这个灭尽生死，对不对？已经呢要明心入理，就是呢把我们凡尘这个所用的心都让它泯灭，然后呢真的进入真理世界，明心呢入理。这个很重要了。我们在凡尘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形象，没有呢这个走入真理世界，所以呢我们要
把凡尘用的心啊，都让它呢，这个已经呢进入不见，进入真理世界，你心呢入理。那么开目见相，心随见起，就是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一打开了以后见到外面的形象，那么心呢就随外面的形象，外面的环境然后就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呢这个是一种这个习惯性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心已经是外放，我们呢开目见相，心呢随境起。那么心处无境境处无心，所以我们要这个修持的这个方向就是要心呢处在呢这个无境，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处理的意思。我们呢心要这个处在呢这个无境，就是不要被这个景象呢左右，不要呢这个心外放，心处无境，然后呢境处无心，环境地方所在都没有我们的心。我们修持呢要了解说心跟境一如，各位都还记得吗？会不会背？心境一如，然后呢不患思维，然后呢这个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我们把它这个能够背熟的话，就容易做了。心跟境，所有的境都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就没有分别心，心跟境一如，心境一如，然后呢不犯思维，就是我们不要起心动念这样的心境一如很理想。整个这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真心。要深一点有没有？听熟了没有？有一点的因为时常说这个真理不容易我们要了解说以往都没有救信以心法，然后我们呢要明心见性都不太容易现在呢我们呢只要有心追求，然后呢时时刻刻都能够回光返照，这样就容易进入真理世界。我们一进入真理世界了跟佛都一样了就没有这个差别。所以我们现前一念已经呢亿万年非常久时间，那我们呢就在日常生活中体会不要有三心。过去心呢已经过去了，不要去想。未来心那个不用策划。现在心不住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就跟佛一样了都在真理世界那现前的一念就具备万万年就在我们眼前万万年都具备。这样了解吗？在生活之中我们就要做要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尘，为什么有现行成显，就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因为有念，念就是业，这个业促成我们在凡尘现象。那我们要回归到本位都是佛，都是菩萨。那我们要了解呢，一定要把这个妄念先呢去掉，都没有了没有妄念了以后我们那个声音会出生在凡尘的音就没有。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妄想不断那我们就溜到轮回不觉，没有办法离开。各位都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不知道说我头来想跟我们溜到轮回哪有关系？有没有关系不但有关系还很大
所以呢，或许都跟各位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假如说有空闲的时候啊，就尽量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浅显，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一定要认识，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成佛的。各位认识了没有啊？这个还很多人都点都不敢讲，可能也稍微有体会，还没有那么真切。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做。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要摸到根源。老先生时常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的下修行。那我们一定要摸到根。这个根源不会很困难。万念都放下，什么缘都不能有，然后一念不生。那个时候那个了了不明的直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成佛就是这个成的，先认识吗？一定要认识要启发我们只要很时时刻刻这样做都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只要你有空闲就做，然后你的体会就会越来越深，然后时间假如说越长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有了，那个般若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我们学的是聪明。那聪明就是不肯吃亏啦。那我们在完成凡事都不肯吃亏的话，那我们会把浩然正气都消耗掉，都用掉了。所以聪明的人我们要了解我们南话说敢贵聪明的人就是要占人便宜不吃亏这样呢就比较奸诈所以他会把我们人最重要的浩然正气用掉。他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只要呢我们都是按照本分，给人家看起来傻嫩嫩的啦，就是戆戆所以讲这做事讲事不巧的人干就比贵干贵，对不对？不同意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完全都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太聪明了，一点亏都不肯吃，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这个人格都不健全这样也不好我们一定呢要按照本分。那本分做的话呢看起来是比较憨厚一点比较呢傻嫩嫩的啦，可是那个都没有这个消耗我们浩然正气。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学习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因为吃亏的时候浩然正气呢都上来了那所有这一些第三度空境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凶神恶煞，他呢最钦佩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德众呢鬼神亲鬼神都很钦佩。他虽然是凶神恶煞，虽然是幽冥鬼魂，可是他都会保护你。那假如说我们太聪明了那一些东西都会跟我们作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他揍一拳尤其那个那个魑魅魍魉，我们台湾的话跟我说魔形魔听过没有尤其乡下地方比较多现在是人烟稠密比较少，像以往呢或许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常会有那个魑魅魍魉捉弄我们那个乡下人，他就把那个我们乡下不是有种那竹笋拢有迄竹拢会生管，袂记就会管起，然后他会把那个那个竹子就会倒在那个路面。那个路面我们要了解到不能刮过久，你刮过去的时候那个竹子它会翘起来，你人就倒了
那个就是魑魅魍魉在作弄。各位有没有听过？有的没有啦，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啦。跟他讲迄个物件无神啊，无佛啊，老一辈会知道。他会把人带到那个湖木旁边去吃那个牛粪。牛粪，因为或许的弟弟就曾经有这个经验啦。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笨？那个牛粪你也要吃？他说不是呢，他吃的时候是面，是我们那个炒面的面，不是牛粪，是他的错觉他看成面，他吃实在是牛粪。他为什么会被那个魑魅魍魉拉到那个地方去吃那个东西啊？就是因为他本身我们现在说夜游症知道吗？就是梦游夜游，那个就是魑魅魍魉在带。那个时候，假如说我们认识那一个人你要大声的喊他，叫他，他就会惊醒。惊醒的时候那个魑魅魍魉就离开了啦，离开那一个人的本身，他就没事了。所以在北部那个报纸也曾经有登过说，那个被魑魅魍魉拉到那个坟墓新的那个坟墓很有力道，把那个整个人家棺木不是5寸钉嘛，钉着嘛都能够拔开呢。那个尸体还没有腐化拿肉起来吃这个时候你看到不要叫，你叫醒他会吓死没让他叫你知道以后你不能叫他，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力量，他那个拉开那个棺木不是他的力量，是那个魑魅魍魉的力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这个浩然正气很重要，只要你有了都没有这一些事因为我们人在凡尘都是贪现象，他都是不肯吃亏，所以这一些就会产生然后我们假如说家里有人有夜游梦游我们就要注意当他要出去的时候就要喊他，让他清醒。他清醒的时候那个魑魅魍魉就离开了因为那个时候或许也就是小时候嘛那这个弟弟有吃牛粪了以后，我们就会注意他的行为一样晚上又把那个门我们那个乡下的门是2片，中间有那个门栓，他又拉开要开了我的祖母就叫他的名字，他就清醒过来，他就好了那个魑魅魍魉就走开了以后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不累积善，没有善才有这个相呈现那我们呢累积了自己培养那个呢善心，然后呢我们也尽助众生，那这样的话呢浩然正气也有，善也有这样呢那一些不好的事三度间不好的那一些都不会这个危害我们。所以各位贤贤，有一些我们遭受到那个比较生疏偏僻的地方，然后回来的时候会感觉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检查不出来，医生说你什么都正常，可是人很难过，那就是被那个无形的咒被他打了，他已经受伤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没有形象那个你医生在什么检查，你的器官都正常，除非说累积一段长的时间才会呈现器官不正常。那我们呢就是要去掉这一些就是要行功立德，就是要做好事自然呢这一种症状呢就会消失了这个我们都很少研究，因为或许呢
在还没有求道之前啊，有17年呢在后天庙，也是在做当机啊，所以会了解比较多这方面的事情。那我都鼓励各位说一定要行善，我们累积善，让那个善能够生根。它有善根了，善根可以成熟，善根成熟了，我们就会遇到善因缘。所以各位就可以看我们能够研究最深佛法，又能够求道，又能够修持，是不是很不一样？这个要很多因缘天有德，然后我们自己有修，然后呢因缘促成，我们才能够修道有成就，能够这个听到最上乘佛法。我们这个心理法都是最上乘佛法，所以我们老师都送给我们，现在都已经集成，很好收藏，可以传宗接代，我们送给亲朋好友，就跟他讲说，你想不想成佛？想成的话就拿回去看，拿回去听，就可以成佛了，只要有心都可以成就。这个是我们佛老师送给我们最好的中秋礼物啊！大家一定要踊跃拿，想不想拿？现在已经放在后面有那个 DVD 100多套，CD 也大概有100多套。那下个礼拜还一样有这个数量会在旗下，而且先生很辛苦。那个一套里面CD 啊，你看80几片还要一直烧，一片一片烧嘞。DVD 是比较少了它40几片。欢迎各位一定要拿。心除无境境除无心就是心跟境都要融成一体。这个是我们修道还有生物本性以后，都呈现作我回归本位心跟境就已经一体了所以没有分开。那么将心灭境彼此由亲。假如说我们要把心来灭掉外面的形象，这样形象会侵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跑到形象的表面上去，就彼此都会侵略就把它分成心是心，境是境，分成2个。所以我们不用做那个笨功夫我们有时凡尘不是很多都在参禅打坐嘛，他们就是在做这个功夫了，将心灭境，就是把我们打坐了以后把外面的所有一切都尽量的灭掉，连我们那个念头也把它灭掉，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六祖就说这个慧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有没有？那个恶人有伎俩能断摆思想那一段为什么六祖他说这个不断摆思想？因为摆思想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功能作用。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嘛，我们能够起心动念，是谁在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要认识佛性本体很容易只要我们了解说起心动念的是谁，那个起心动念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容不容易认识？我们都以为是头脑在起心动念各位姐姐，头脑不会起心动念头脑是天地的物质，都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假如说头脑可以起心动念我们一口气不来，不是头脑都还在吗？可不可以起心动念？一口气不来就是人死掉的时候还有没有办法起心动念？就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要了解说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
那我们差别在哪里？各位先生，我们差别在哪里？我们差别在起心动念以后，没有光反倒来看起心动念的那个本体，而是说起心动念的内容。我们起心动念都有内容，对不对？对。啊，我们都跑到内容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才产生很多喜欢、讨厌很多事情，烦恼的全部出来了，对不对？这样我们够不够聪明？实在不够还要不要学聪明一点？所以起心动念的时候先要了解我起心动念的这一个发觉很重要，因为我们发觉起心动念我们可以控制念的内容。那我们不知不觉的话会一念接一念它会连续所以才叫做心弦。心在走有没有？我们都一念接一念嘛心弦。那所以我们到达最殊胜的道理就有2句话，一个叫做原理道断，一个叫做心弦处昧。了解意思吗？原理道断就是能够讲的已经没有办法描绘的所以没办法说，就是要用领悟的才能够到达的境界那个叫也道断。然后心弦处昧就是心一念一念你怎么去想都想不出来的那处就是地方所在我们心一念一念的地方所在全部灭掉就是很殊胜的真理我们就是了解到这靠领悟所以先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我们让它时间呢久一点就是能够呢如朴，然后呢培养茁壮长大自然浩然正气，然后呢般若妙智慧全部都具备。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就能够呢离相，离开所有形象。我们现在呢很容易住相，就是因为没有般若妙智慧，所以呢很容易住相。那我们有般若有般若呢，人家呢这个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会生气。为什么？因为已经看到实相，看到源头，看到骂我们的人他很不明理他很迷昧这样的时候生不生气？就不会生气因为有般若妙智慧，能够看到实相，能够知道呢来龙去脉所以很理想我们生活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就等于是天堂一样就眼前当下就已经是佛了不用再另外追求。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努力，不像呢凡人将心灭境彼此由亲这个心跑到境，到境呢侵入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没有办法清净。那么心极静如心已经到极极就是极昧，如如不动我们本来真心就是如如不动我们妄心很会动我们都知道，我们日常用的心都是妄心，世心就是妄心因为它都生灭不铁所以那都是妄心。然后我们的真心它是如如不动。各位都还有印象吗？或者都用那个我们照相机的原理来说说呢我们真心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呢因为有真心的如如不动，我们看呢所有万象会很清晰，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佛性是这么宽广，这么奥妙局限在身体，而是呢通在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大的，非常广泛所以我们要认知心已经进入极就是如如不动了。那静就如
所有的外相，外面的景象都已经进入真如，真如啊，就是一体了，我们的心啊就已经合在一起，所以心即啊净如，不全不居啊，就是它不来不去啊，我们不局限它，不拘束它，然后呢也不派遣，也不呢要它到哪里去，不全不居啊，境随心随啊境无啊，这个境跟心啊已经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了解呢，境啊，就是色法，心呢是心法，那心法跟色法它已经融成一体了，心色啊已经合一，最理想的状态。两处啊不生，即境啊息灭，两处没有境，它没有心，两次啊都已经生，已经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啊进入极境，虚灭，那个虚灭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啊，本身啊，发挥它的光明，已经呢都呈现，虚灭，没有这个形象。我们佛性啊没有形象，可是呢它本身啊具备光明，所以呢极境息灭，菩提影现啊心随常起，那个菩提就是觉，影现，这个觉的那个边啊被我们呢摸到，我们看到了，整个菩提啊这觉，我们呢都能够体会。各位能够体会菩提吗？觉啦，只要我们觉了，时时刻刻呢，我们都体会啊那个觉，那个呢叫做菩提影现，能够觉。那么心随啊常清，我们心呢就好像水一样，我们呢起心动念就好像有波纹波浪，那个水有波浪呢，我们呢那个水的底下。就没有办法看清呢，那个水底下的景象。那水常清的时候啊，没有波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底下那个鱼杯啊，在游。那么德性啊，如雨，所以我们了解说，培养我们那个德性啊，从道直接发挥啊，就叫德，道德。道呢是体啊，德是用，所以我们呢整个用出来呢，都从佛性本体发挥，从佛性的本体发挥呢，整个啊都叫德，然后呢我们要一直啊培养这个德，这个呢我们要做的时候呢，这个如雨呀，就是比较呢傻嫩嫩的，笨笨的。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呢一般呈现在凡人都是聪明相，要我们表现傻嫩嫩的大概不容易啊。各位喜欢聪明相还是喜欢傻嫩嫩的？喜欢聪明相啊？你喜欢跟聪明相在一起啊？你喜欢被他欺负啊？还是跟那个傻嫩嫩的在一起最好了，对不对？那个不是说什么都懂了，而是很守本分，他不会呢，那个心地啊，都是黑的，不会那样。各位浅显，我们心地是什么颜色？彩色的。是彩色的不是白的那彩色就包含非常多了。各位浅显都是彩色的吗？承不承认？要稍微考虑一下到底是不是彩色？因为它包含太多了，这个黑的也在里面黑的在不在彩色里面？一样在了。黑的好不好？那个负面的那个是绝对不好。所以我们了解
这德性啊，如禹，禹啊就是比较憨厚，老实憨厚。那我们呢跟人相处啊，都是希望说跟憨厚的人在一起啊，比较实在啦，不会我闯去别个唔知，所以呢这个德性啊，如禹，不立呢经书，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建立这个德性啊，就是没有分别心呐，亲疏啊，这个分别的话。我们就会有喜欢讨厌，有的呢就比较亲近啊，有的疏远，这样分别心太浓厚啊，我们那个生灭啊，生灭的范围啊，就占据比较多。那我们呢佛性啊，它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尽量接近不生不灭，这个佛性本体，它没有那个情绪。没有呢，喜欢讨厌。各位浅显，喜欢讨厌的心啊，浓不浓？浓啊！这个还蛮诚实的。反正就是这样嘛，这个喜欢讨厌啊，都会很浓厚了。因为就是喜欢讨厌很浓厚，所以就有取舍，取舍就有行为，行为就造业。业因形成啊，就要受苦，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啊，我们又怨天尤人，都会想说，为什么是我在受苦啊？不是别人，是希望享乐的自己的，受苦的都是别人，对不对？真的很诚实。然后宠辱啊，不变，受宠，跟受辱啊，是两个极端呐，一个是被称赞，一个是被辱骂，两个极端呢都不变，表示呢我们内在啊，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依赖，我们依赖呢自己呀，佛性本体，所以不管外界的那个这个包养外界的辱骂都不影响，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被这个称赞的时候啊，都会上天的；被辱骂的时候会怎么样？都很生气那个脸红脖子粗都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活在别人的那一种这个环境之中了，没有活在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宠辱啊不变，不管呢是人家保养也好，是人家呢辱骂也好，都不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立场自己很坚定很笃定就是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要那个正信条子，还记不记得？正信是相信什么？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所以正信，正确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然后调持，我们把所有弯弯曲曲的心把它调持，都变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整个率性而为。各位浅显，我们要使那个小龙它都行走是直的，要怎么办？小龙的行走的时候，各位有看过吗？它都是弯弯曲曲，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像那个都弯弯曲曲。我们要它直的时候要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有一个方法让那个小龙走直的。我们不是家里都有用那个水龙头嘛？水龙头不是有水管嘛？你要那个小龙钻进去水管，它硬是走直的啦，这样会不会？
它走直了才能走啊，它弯弯曲曲能走吗？能走吗？不能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有方法，所以我们要用方法，使我们的心呐、也一样行止的调止，让它直心。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这个导很会用，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心就会直了吗？那个启发佛性啊，我们呢要使我们的那个心直啊，就是用戒律来规范，就是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呢有负面的念头，用戒律来规范。那规范呢，我们会习惯，只要稍微动的不正确的念头啊，马上会停止，就不会呢一念接一念，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戒律来规范自己的念头，把心呢都能够调持，持心的话都是道场，整个都率性而为，就符合呢真理，这样不会造业的，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呢我们从路不变，就是呢不被外境改变，那么不择所居知言不行，就是不选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所在，这个不择所居就有那个随遇而安呐，随遇而安，各位听懂吗？不管处在什么现象之下呢，我们都心能够安，随遇而安。那为什么能够随遇而安？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整个都在真理之中，所以不管遇到什么现象，遇到什么样的景象，我们都能够安心，所以只要心安就能够平安。心安的，各位浅显，我们心为什么安？就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呈现，良知良能都在。我们为什么感到心不安？因为所做的事情违背真理，我们会感到心不安，有没有啊？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违背真理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心不安？一定会，对不对？所以感到心不安的事就不要做，那一定不合理。那我们感到心安就做，心安就平安，一定能够平安，都跟真理相合。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呢，不择所居，随遇而安，不选择我们居住的环境因为古时候很多呢都会这个逃到那个深山里面去修，那个就是选择居住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呢这个随意，不管是什么现象我们随意而安，都能够呢非常的这个呢这个舒坦。所以古时候的人那一些圣贤他们为什么起心动念呢都是天理跟随着，因为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简陋都是那个草茅去盖的那个屋顶，所以人心跟天心都相通。那我们现在在都会区住的环境都是钢筋水泥。那假如说又很多层的话，那个钢筋水泥把我们的心跟天心隔开了，所以就变成了心中，都是我们人心在变化。我们拿了一个电晶体收音机到大楼的底下，是不是收不到那个那个声音了？那个电波呢都收不到。那为什么电波会收到？就是因为被钢筋水泥隔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生活在那个
被钢筋水泥隔离的，我们的心会不会变化？会变化哦，变什么心？都是血肉心，就是人心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凡人啊，很多人都做坏，会做歹，就是因为心都是血心、人心，已经呢跟天心隔离了，所以就变衣冠，就这个样子，我们呢有空闲的时候就尽量跟大自然在一起，陪我们的心跟心相合，相通。那么资源顿息，这个跟我们讲万缘放下有一点相类似啊。所有的缘呢，都让它休息了，跟万缘的放下一样，一切不忆，所有的过去都不回忆，我们呢这个要了解说没有三心的。资源顿息一切不忆，永入如夜，永夜呢如露，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没有生灭、没有变化的那一种呢这个现象之中，整个都很理想，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在凡尘无常变化都很大。那么外事顽交，内心虚真。外面呢这个形象呢，好像很这个顽固、顽弱、顽皮，那个嚣呢就是嚣张，那个嚣张呢就是气焰不可一世就是很骄傲的那个情形，外事玩笑，内心虚真，我们的内心就是虚真，内心都没有。住相，虚就是空，虚空，真呢就是不假，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内心全部都是守住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内心呢虚真，对境不动，我们对境呢都不起心动念，对境呢都不影响。有利大人，这个呢就已经呢是有利的大人，这个大，各位先生，就是我们人得一叫做大，人得到一，各位一是什么？一就是道，所以知得一万事毕，知道这个道万事万物都毕业了，就是已经解脱了。所以知得一就万事毕。各位知道一有没有？知道了所以我们都已经万事毕万事都解脱了，解脱了没有啊？还很烦恼吗？烦恼的时候就没有解脱了，没有烦恼就解脱了所以知得一万事毕就没有烦恼解脱了。那假如说我们还有烦恼的话，我们就要去这个追根究底烦恼从哪里来？我们去找到根源，找到呢烦恼的来源。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怎么这么小的事情这么琐碎这么小的事情会让我烦恼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烦恼去掉了，就会进步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利大人，人得一就有利，非常有利道，那么无人无见，这个无人就是没有我相，没有这个人，我们现在呢称为人的人看到的都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的人他无人，因为这个是水风土天地的物质，这个没有，不是我各位浅浅，真正的我谁？就是如来就是佛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
我们要这样告诉自己，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随风土，不是我。那所谓的我就是如来，所谓的我就是佛性，就是佛。所以我们要自我取许呀，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啦。本身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佛。很清楚，已经当下呈现。不用在外面求，不用再去追。这样知道吗？怀疑吗？会觉得说有这么容易的吗？有没有这么容易？有，就是这么容易就是我们不肯承担，我们都不敢承担我们本身就是佛。只要说我们敢承担的话我们所有的那个思想，所有的行为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呢都有一种侥幸的心啦。各位听懂侥幸吗？台湾话怎么说？还有侥幸侥幸都有那一种侥幸的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刚才讲的，希望受快乐都是我，受痛苦都是别人。那个什么心？什么心？是我们人的心这个人心人心也就是这个样子无人无见。那既然呢我们都已经知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大小而不是我能够呢呈现我的就是如来，能够呢呈现我的就是了不明的知觉性。所以这个了不明的知觉性是一个绝对体，它没有相对。我们要对这个绝对的了不明知觉性一定要肯定，就是要正信正确相信，它就是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这样很重要。只要我们肯定自己的，然后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作为都不同，那个时候很笃定现在我们在凡尘的生活缺少的就是笃定。各位对自己笃定了没有？公布这个因都没有我们都为谁而活咱为谁在活？这个叫不相应。慢慢回去想。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无人无见。我们呢就是不要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我们要走入正见。各位浅显正见知道吗？什么叫正见？正确的知见就是我们把凡尘的六根六尘六识全部去掉，不要用那个都叫邪见我见都叫我见，都叫邪见，那个都不要用。不要用了以后我们用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正见。你看下无？会像呢？正见就这样，那个才是正见。正见呢，就是佛知佛见，佛的正确知见那我们众生的见解都是从六尘六识产生的，这个都是生灭变化，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对虚幻不实在的就不要去追求，这样知道吗？我们也不追求这一些变化无常的它因为一直在变，我们抓不到。那我们呢要呢追那个它正确的知见，就是不会变化的那个常住的真心就是正见
就是佛知佛见。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佛，所以我们的见解啊，叫佛知佛见。你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要看轻自己呀，不要高推圣己，自己呀悲屈，认为说，福都有福骨啦，我这拢众生骨，会不会？不会啦，所有众生都是佛，所以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心就是佛，心就是众生，所以心跟佛跟众生呢都是同体的，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无人无见，对凡尘的所有这一些见呢，我们都不要用，不要用就不会造业了，没有业就不用受苦。那么无见啊，常现，我们只要多呢凡尘的见都不用了，无见的。那就我们的真心啊，常现，常住的真心啊，就呈现。这样知道意思吗？文字虽然是很少了，意思是很好。就是要启发我们把那个妄去掉，真的呈现。能够呢弃妄归真。那么通达一切。能够呢那个住真心呈现了以后啊，就可以通达一切。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啊，就是通，它没有阻塞的啦，没有烦恼的，没有堵住的，全部都是通达、通流，通了，通达一切的，这个就真的进入啊，道体了，道的本体。那么这个未禅啊不通，未禅呢不骗，通达一切了以后啊，未禅啊不骗，就是他已经啊尽虚空呢遍法界，未禅啊就是讲无迄个无骗无普遍的，大行拢普遍，整个宇宙之间啊，所有空间啊都已经呢，都已经普遍了。那么思维啊转分，这个我们一思维，进入啊，我们用头脑来想，就转分了。本来是很清明的，可是只要我们一想到凡尘事啊，各位浅显，凡尘事多不多？我们想得完吗？我们做得完吗？所以就适可而止啦，拄啊好就好，伫我显在我眼前的，我就去处理，那不关我的事，就不要去参与，这样就会很清闲，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一转入思维啊，就已经不行了，昏昏沉沉了，就已经呢，丧失啊本来。骨乱精粉，那个骨啊，就是这个已经呢沉沦了，沉落去啊，沉沦了叫做骨，骨乱沉落去，迄真混乱的一款内底，那我们那个精粉啊，就是我们很清醒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啊，已经呢就被他呢，这个搅乱了，所以骨乱啊精粉。那么将心止动啊，转直转奔，就是我们呢，这个外面的所有一切动态啊，我们要用心啊去把它停止，因为停不下来，所以呢，我们越想停止啊，它越奔得厉害，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呢这个太阳底下都有影子，对不对？我们想把那个影子消灭各位先生要用什么方法？我们在太阳底下不是都有影子吗？我们想把影子消灭，不要有影子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
对了，最聪明的，赶快跑到那个屋檐下，影子就消失了啦，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太阳底下越跑啊，那个影子是不是越跟得厉害？对不对？所以有好方法赶快到屋檐底下，影子就消失了。好方法，就是这样。这个有般若妙智慧会回答。那么万法无所，这个万法它没有地方所在，就是没有固定的万法无所，唯有一门，这个呢只有一门，不入啊不出，所以我们了解就只有一门呢是最上圣的，它不用入也不用出，我们凡尘看一学法说有入定有出定。对不对？有入有出了，那我们这一门不用入不用出，最殊胜了，就已经在本体之中，要不要入要不要出？都不用，已经到达了，灰净啊，灰宣，它呢不是净，也不是很嘈杂，不是两边的啦。这个就讲灰净啊，宣声闻缘觉啊，自不能论。那个声闻啊，就是呢修苦集灭道的阿罗汉；那个缘觉就是修12因缘的辟支佛。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是小乘佛法。那修小乘佛法，它的智慧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事啊不能论，没有办法来讨论这么殊胜的那个佛法，这么高的呢，他没有办法了解，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程度的那个高都已经高出声闻跟缘觉啊，各位知道吗？我们已经高出声闻缘觉了。都已经超越那个阿罗汉呢，跟辟支佛。再上去是什么位阶？对，就是菩萨。我们都是菩萨了。再上去呢？就是佛。对，已经呢超越呢阿罗汉，超辟支佛，进入菩萨，进入佛。这个四圣啊。我们已经脱出六道轮回。10个法界嘛，四圣六凡，我们已经到达已经呢最上面了，所以声闻缘觉啊，自不能论，实无一物啊，妙智啊独存，实在呢都没有一个形象，实在都没有一物一个东西呀，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佛性啊，是不是都没有形象？所以都没有办法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实无一物啊。那剩下呢就是妙智啊，独存，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那个知觉性呢，那个叫做妙智，独存，就是存在，所以我们呢每一个都有，都有妙智啊，都存在。本具虚空。本具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所在，本具，我们的本位啊，那个佛位本具呢，虚空，非心呐所穷，不是我们的心呐所能够穷究，所能够去研究到达的，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它很深。我们要用心来研究，研究不到，要研究不到家，研究不到那个地方啦，就是它很高的程度，非心所穷。那么正觉啊，无觉，正觉，就是那个三菩提，不是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我们都时常
看佛经的话，都有这一句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诵经的话，各位有诵过经吗？自己有没有诵过？什么意思？那个阿就是有没有的无啦，耨多罗就是上下的上，3个字翻成中文只有一个字啦，上，它加起来叫做无上，阿耨多罗，三就是正，渺就是等，平等的等，就是正，菩提就是觉，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就是最上，没比它更高了。正等就是正向平等，正觉就是这个觉它不是外道的，是我们正确真理的觉，正觉。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讲，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有时候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用在修持的法门。说你修什么法门？我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表示说他修呢正确的要呢成就成佛的方法，就变成一方法。有时候呢它是佛性本体，有时候呢是讲一个方法。那有时候我们简单化无上的正觉就讲菩提2个字。那有时候再加上面呢那个阿耨多罗就无上菩提。有时候呢我们都喜欢简单化，这样呢比较容易记，容易收。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正觉就是呢这个三菩提。那我们呢了解说正觉也就是佛性本体啦。我们佛性本体也叫正觉。正觉无觉。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又讲比较深一点。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没有能手啦，懂意思吗？还不懂啊？因为我们在凡尘用都是会有能手，那个无觉就是没有能手，没有能觉，没有手觉，已经呢能手双泯了。没有能手各位浅显是不是已经一体了？或者都讲说我们在凡尘都用能手，说我眼睛能看，它就有手看嘛，能看手看，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的就是人相。然后我们所看的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做寿者相。所以能手就四相。那我们把它融成一体，你能看的跟手看的它是一体，没有分别。这样叫能手双泯。那为什么能看跟手看融成一体？因为能看的心，手看的相，心跟相它是一体的。这样懂意思吗？不过7.7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心静一如那个静就是我们所看的现象。心跟静是不是一如？是一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心静一如是一体。然后我们能看手看把它收成一体，都不知这样了解吗？所以还是要学习的要反复一直听，听久了你就会，会了以后你就到佛地了，就已经成佛了。所以那个南极老仙翁不是时常来介绍的时候讲说，自我成道以来这个天地的混沌是缘会已经几次了？已经7次了。那我们看几次？都还没看
南极老仙翁都已经去世了，我们一次没看。那这一次想不想站到南极老仙翁的身边去跟他一起看？都不想啊。对，我们要想说好，我要看第一次。你看第8次的时候，我看第1次，要有这一个愿力，这样才会实现呐。真正的真的缘会啊，我看到1次了，这样往后就会累积就越多啊，不然你看我们这一次没有修的话，南极老仙翁下一个缘会又来借教。我已经看8次了，再下一次来，我已经看9次了。那我们呢？还没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发愿说好，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缘会啊，一次的已经变化。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现象，变化的很快的。我们的佛性之中啊，一念就万年。亿万年，所以我们在如如不动的本际呀，那个经过亿万年啊是很快的，一下子啊，刹那就是永恒，有听过吗？刹那就是永恒了，永恒就只有在刹那之间呐就已经是了，所以那时间呐是我们落入凡尘1秒1秒1分1分这样过得慢。假如说我们走入本际，那个时间呐，你一进去了以后，好像我们去那个4天王天呐，看那个仙人下棋，你回来以后啊，几年了？50年了那个囡仔拢老啊，然后我们到忉利天去看他们下一盘棋啊，几年了？100年了等来一寡人那拢无去啊。那我们到那个夜摩田去啊，去看的话不得了，200年，哇，那个更久了，它倍数，多少天呢？我们那个老祖师啊，以往在那个内院啊讲经给菩萨听，外院讲给凡夫听，400年，我们完成400年，那个我们老祖师那个地方才1天1夜。我们到那个热变化天1天1夜完成已经800年了。我们到最高异界的那个他化自在天我们去那天一天1夜完成1600年。所以我们只要说有那个福报去他化自在天，我们先熟悉一下环境，是不是要1天2天？然后我们会完成跟我们基础讲，说我去他化自在天，你认识哪一个？没有一个你认识的啦。为什么？太久了。2天就几年了？3000多年了呢。对啊，这么快可是时间呢，它是同时在进行。完成的时间跟他化自在天的时间是同时在进行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真的是虚行处昧啊，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可想得出来吗？咱经过1600年是多久？我们中华民国才99年呢。你看99年就这么坎坷了还要那个经过这个1600年的时候他们那个变那个时候各位姐姐，我们1600年以后再来完成看，我们现在人一定没有那么高了，是不是越来越矮了？以前不是时常听到等离嘛有1丈2，1丈6，我们现在剩下多少？5尺嘛然后再经过的1、2千年以后，剩多高？
是越来越矮了，不可想象。然后我们赶快修正，修正呢，我们到那个那个维摩诘呀，他去借那个那个宝座，就一样，他那个人那个地方啊，那个佛世界的人高啊，有多高？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吗？84000由旬，一由旬30里呀，84000由旬，看你多宽。我们的人去到那边剩下一条虫，那个啊，这个神通第一的那个目犍连，他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可以传得多远，他就用神通一直追到那个佛世界去啊，他那个地方人啊是高得不得了，然后那个目犍连啊去到那里啊，去捡的人的皮带都出一尾糖，然后那一个人想要打他嘞，讲那一尾糖走来，那个讲经说法的佛说不能打，那是娑婆世界的目犍连，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然后就跟目犍连讲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说我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可传到多远。他说你用凡人的那个头脑那个心啊，要来知道佛的那个领域啊，赶快回去，赶快回去，所以不可想象。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性温一样，我们通在这宇宙虚空，只要我们能够证悟以后，我们要到哪一个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不像现在我们局限了体验南赡部洲了，四大部洲里面的一洲比加尼亚啦，我们北俱泸州都还没去，北俱泸州的人平均寿命1000岁，我们有看到吗？没有啊，我们这边才100岁而已啊，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北俱泸州到底他1000岁是什么样子，请他们过来，然后我们买门票进去看。他们那边的人太善良所以寿命很长。可是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把它列为8难之一，因为你那边去转世了没有机会成佛了，没有办法行功立德。所以很多想修的都要到娑婆世界来。娑婆世界这个好坏各半，坏人很多，好人很多，可以行功立德，可以帮助他呢成就。所以我们说那个正觉无觉，没有能守，没有能守，这样知道吗？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不知不觉的能守了，我们可以就是很用心的把能守消灭，都已经知道嘛你烧酒人也爱咧烧，你有心都有能守你若讲这我应该做的，就没有能守，差别很小，对不对？我们普通在工作的时候各位浅显有没有心？所以都有能守了，能守都在，我们要做到这个没有能守。各三餐都有吃饭吗？有没有能守？有啊，我也想吃吃饭还要能守我也想吃，我就是咧吃饭，能吃守吃嘛能守，唔免啦，迄饭底来就吃，菜面就吃就好不用能守。所以这个能守很微细
你表演给人家看，就有能手了。我们吃饭要不要表演给人家看？不用，就没能手了。假如说你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你都不吃红看看你的那个吃饭姿势那就有能手了。那我们日常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就没有，就不用了不用能手。没有能手就已经进入正觉无觉没有那个对待的里面。那么真空不空我们这个了解到佛性以后我们就已经走入真空，就是空中有佛性在，叫真空。所以真空里面不空它没有启发佛性的话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空呢叫完空那里有兴趣吧？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很容易变化？我们要掌握到它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要先认识先认识说是什么在搞我怪我们的心很容易很怪，对吧？所以老千人那个时候为什么都要在念毛笔字，就是要念那个定力，心不被影响。这个外面是发生什么事你写毛笔字的人全部都不知道，这样才是成功都全心全意集中精神念个定那个很重要我们要不要念？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从一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念，因为那个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力最强那可以以后就不受外境的影响外境都影响不到我，会很定力会很强定力很强，处理事情很理想那个呢整个那个应该先处理的就会先去处理那个可以慢一点的就会放慢一点假如说没有地各位姐手忙脚乱的容易出事的三世之佛皆成始终三世呢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的之佛，所有的佛都按照这一种宗旨，按照这个方法来修持来成就。那么此中呢毫末杀戒含容这一个宗旨毫末就是一点点毫分毫足济啦末一点点此中的毫末杀戒含容这个一粒沙一个世界，所以沙界大不大？一粒沙一个世界沙足济对不？河内底沙拢足济河里面的沙很多，一沙呢一个世界。那么所有的世界都含容含容的这个最上圣的佛法全部呢都在。那么一切莫护安心无处我们呢都是对凡尘的一切莫护，就是不要心外放一切呢都莫护，不要呢去呢这个注意他们我们呢安心无处，把那个心安在呢没有的地方所在就是呢让心都无所住住了安心呢无处
那么无处啊安心，在没有地方所在的地方呢安心，把心呢安住，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能够自由自在。我们把心呢局限呢在一个角度的话，那心就不自在了。心不自在呢，我们人呢就僵硬，所以心不在呢，我们就活泼。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安心啊，无处安心。虚明呢，自入，那个虚明，就是我们佛性呢，那个本体整个光明啊，自己啊就呈现了，入就是呈现出来，虚明自入。那么极静啊，不生，晃旷呢重，这个不走路啊，那个极静，就是两边呢都呢不住进去了，极静不生，然后晃旷纵横，就是呢整个让它呢这个整个啊佛性呢，让它自由自在的呈现，纵横自在，所作呢无滞。所的都不会啊，这个滞啊就是堵塞啦，那个水沟去有杂物它堵塞啊，水拢未通啊，或者滞，无滞呢就是讲无拢咧通流，拢会流过。那气住啊，皆平，我们呢不管气啊，不管住。全部呢都是平，都是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平常平凡，平淡平实啊，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都非常的符合于真。那么慧日啊极极，我们智慧的太阳，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啊，极极，如如不动，慧物呢极极。电光呢，明明，我们那个电光啊，非常的光明，从自信呢，这个发挥出来，照无啊相愿，照无相愿，就是我们那个佛性啊，那个照，无相愿，没有形象的田园，没有形象的地方所在，就是整个啊，都呈现了。整个宇宙虚空呢，都是我们佛性的光明照耀。朗涅盘城，明朗，不生不灭的，那个城市，就是呢，我们整个佛性的这个住的地方所在。所以先写我们佛性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呀？在哪里呀？汉如公路说下。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呢就是住无所住的，住在无所住的地方。假如说我们有地方让它住啊，它就集中在一个角落。因为呢都住无所住啊，才能够尽虚空遍法，整个法界都普遍那所以上个礼拜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那个知道说哪个地方都有我们的真心佛性啊，都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那或许不是讲说你买机票坐去那里，你想倒位啊，知影看有佛性你要去着去坐去遐，看有佛性伫遐无？这样有没有对实际？有没有？不过这样就太花钱了，也太注相了资言呢，忘弊呀，这个资言忘弊，所有的这个言呢都忘了，已经呢毕业了，所以跟那个万缘放下有点相类似。那么前神呐，这个定持，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神呐，就是让他呢都能够呢，这个如如不动安静，
全神啊定止。那么不起法咒安民啊虚实，就是我们不要这个取法咒，我们坐在那个整个虚空遍法界之中，它不用取法咒，不起法咒，这样知道吗？很宽广不起法咒，然后安民啊虚实，我们就在这整个虚空法界中的安民。没有虚啊，就是虚空，没有形象的那个室内，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佛性安眠的地方所在。乐道啊，娱览，我呢这个对道啊非常快乐，娱览，很舒坦的那一种样子，悠游啊真实。我们在这个真实的实相之中呢，悠游，无为无得，无所作为，全部这个佛性整个呢自由自在，然后无得，就本来我们的东西呀，有就有失啊，无得呢就不会失，就本来有的，依无啊，自出，按照这个无，按照有，自己呀这个出来。四等啊六度，四等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六度，同一圣路，全部呢都是同一圣呢要呢都能够成佛成就。心若不生呢，法无差更。假如说我们不呢起动念，没有心念的话，这个法它就没有差别，那个更呢就是从这一头一直延伸到那一头，就是呢差别的意思。我们心呢不生的话，法没有差别。那么知生呢无生，现前常住，我们知道我呢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本体无生，有生呢是我们的身体现象，这个身体现象有生就有灭了，然后无生我们佛性无生呢，它就没有灭，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生死是身体，佛性呢没有生死，佛性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我们从那个文字众生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众缘很多因缘聚会在一起显现出来的生相叫做众生，众缘而生它是呢众缘生的佛性本不生，所以佛性也本不灭，所以生灭是众缘的身体。佛性没有，这样了解吗？我们呢，佛性没有生死生死都是身体，身体是被我们的业力推来的，净业、旧业把咱杀来。那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就是不要造业，不要种因，因不种，自然就不会落入现象，就不会出生来凡尘。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诸生无生。那么现前常住，显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念它是常住真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我们这一念很重要，一定呢不要有伤心志向，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跟佛都一样的现前常住，智者知就是有智慧的才可以知道这么上乘的佛法，非言全悟不是用语言呢来解说的，一定要用领悟的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心灵呢，我们也真的是讲的这个也蛮久了，有几次了，1、2、3次嘛3个礼拜，对不对？那剩下呢底下呢就是那个达摩祖师
这个宣禅之修法，这一段呢，一般都很少在传授。那或许刚好有看到，从那个景德传灯录，把它呢这个抄出来，是比较简单一点啦。那或许呢就把它呢这个收，达摩祖师呢带到我们中国来，就是传授二路四行，二路四行，各位手上都有吗？有这个入道呢多途要进入这个道有很多的方向，有很多的那个方法。那么要为二种，重要的呢就只有2个，2种方法。一个呢就是从理真理进入，一个呢就是从行，我们行为行持实行进入，就从理路跟行路，这个呢叫做二路。那么理路从理进入呢，就是呢我们众生跟佛平等，众生跟佛都平等。从理进入的话，我们呢众生跟佛都一样，既然呢无为，这个呢是从呢那个理进入。那么从行进入二路，那个行就有4个。我们从行进入有4种那个方法。那么第一个呢叫做抱怨行抱怨就是呢我们在凡尘有很多事情呢都不合理，我们遇到的时候是针对我们针对我们自己我们遇到的，别人遇到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本身遇到，他本身遇到就是不合理，就是歪茶压力找，听懂意思吗？就是那一种非常不合理，那非常不合理是一个叫做抱怨行。那抱怨行就是咱爱了解讲这个修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到达。那么当念呢往昔就是讲咱不是这生，不是这一生这一世而是以前以前的前生前世或是更前过去的那一些那个时候迷惑所造就是我们一样用不合理的方式对待人现在人家回报，这样懂意思吗？我们现在遇到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很生气，可是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是我们遇到而不是别人遇到，这个就要有原因它有那个因果，就是以往前世前世我们用不合理的方式去对待人，现在是回过来用不合理的方式来对待我，就是果报果报的呈现，这样知道吗？我们时常会遇到的现象很多那种足无理的呢，那足无理对我那以后我们遇到这一种现象的时候就要想说我们前世前世用不合理的方式对待人，现在他反过来报复了，他要不要忍受？所以我们就是要欢喜心甘愿受，才可以把这个因果了掉。假如说我们都抱着那一种这个不甘愿，不甘愿要处理还是要处理我们处理完了以后因为心里面不甘愿，那个瘾没有了了，没有了我们还要再去遭遇，所以有的一生就很坎坷他就是循环在这个现象之下
要处理，处理不甘愿，今嘛过来个处理个不甘愿，过来个处理个不甘愿，没完没了了，一生都这样过了，价不价值？没有价值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它会换一个形式。现在你处理完了，以后你再遇到不一样的形式，同样不合理，你还要再处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就要培养针对我的，我一定欢喜心甘愿受，是一个因果了掉。因果了掉了以后，他走他的路，我过我的桥，不相关，没事了，这样懂吗？就轻松了啦，已经还债了。所以我们那个心态啊，你不甘愿的话，就是那个没有了掉那个因果。因果债它因果这个很厉害的东西呀。众经百千劫啊，所作业不往，因缘会易时啊，果报还自受。或者不是一再讲吗？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纵然经过百千劫啊，很久的时间，你所做的业啊，不往，不会消失，都在虚空之间。因缘会易，只要因缘它遇到了，果报还自受，一定要去接受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没有研究道理的话，不知道他不知道真理的话，人家不合理对待我一定会抗议啊，抗不抗议？所以你看各位先生，抗议是好还是坏？就是延伸自己受苦的时间呐。你把这受苦的时间本来很可以早了断，你一直抗议它就延长你受苦的时间，这样是聪明的还是笨？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看说，哎呦，那讲拢讲屁拢无要紧，那个真的才是聪明的。你让人家欺负其实是你是了你的因果。已经了掉了，了掉不是就轻松了吗？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要知道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抱怨心啊，我们就是要懂。要记得众经百千劫啊，所作业不往，因缘会易时啊，果报还自受，一定要记得。我们记得这个的时候啊，我们的遭遇啊。我们就想，为什么是针对我？那一定我要去面对。面对的心态很重要。那能不能够了业啊？就在你的心。你的心态是欢喜心甘愿受，了啊，没了，不缺欠了。那就变成陌生人了，走你的路了。我过我的桥都没有过河了。那假如说你不甘愿，你虽然处理了好了。你不甘愿，心里面不甘愿，他换一个形式又碰上，你一样心态，有了没了，没完没了啦。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就说，我这一生真坎坷，有没有？就落入那个现象。所以第一个抱怨心，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了解以后啊，我们处理起来。得心应手，针对我要去面对，所以那个观恶也是功德啊，那个是针对自己不能去观别人的恶言那别人去骂就自己骂，别人都骂惨，是针对我，指着我的鼻子在骂的时候啊，我要观说他为什么骂我，我要观这个恶言，你能够容纳容受。你是不是了业了？全部都了业，你能够了掉那一些罪业，是不是功德了？就是有功德，所以观恶言是功德，是这样的角度是这样。别人咧烧咩恶言，那唔能去观呢？
不要说人咧相骂，伊咧讲的无好，咧骂拢无好话，咱来听看卖，我来做功德，不可以哦，这个会害我们，害我们那个这个思想之中啊，有那一些恶言，那个就不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抱怨型，所以一定要接受，一定有原因呐，针对的我一定有原因。所以我们甘心受之，欢喜心甘愿受，毫无怨怼，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做，所以第一个呢，抱怨型。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随缘型所以很重要，各位姐姐，我们修道要随缘，不要攀缘。这个攀缘跟随缘，各位分得清吗？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那个叫攀缘。我们希望他按照我们的意思做，那个叫攀缘。随缘不加入我们意见，那个叫随缘。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会要人家好，对不对？那个叫攀缘攀缘的时候，我们烦恼会很多。他听话不听话我们都烦恼了。所以就不要攀缘，要随缘。这样分得清了吗？所以要随缘行。众生呢无我，那么苦乐随缘。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天地的物质，没有我啦。所以我们受苦快乐就随缘。受苦也甘心受苦，快乐也欢喜快乐。都呢随缘。这个违顺封建，不管是违背的或是顺的，都呢封建敏顺依法。敏就是暗暗暗的合宜真理。随缘就是暗暗的我们合宜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很重要随缘。那个张轴那个秀才悟道记后面不是有要随顺四缘无挂碍吗？有没有？我们随顺四缘就没有挂碍那我们都会想照我们的意思那挂碍很多了。所以我们随顺四缘没挂碍，随缘行。那么三个无所求行，这个无所求各位想想，无所求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我们都是有所求了我们去赚钱的时候有所求，都是有所求。所以这个无所求行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是要自己定力就是呢要无所求。因为呢世人呢常迷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都迷内，次次呢就贪着。我们次次拢贪拢贪拢有所求。所以这样人格就不健全。那我们都无所求人道无求，品质高对不对？我们无所求那个人品就很清高。我们人格就很健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无所求。我们贪着名之为求，那么有求呢皆苦我们一有求了，全部呢都是苦。那么悟真无为无所求，我们领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无所求，它不用来求。凡尘的所有一切都不用求。我们都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是最殊胜的佛法。所以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称法行。这个称法行呢就是我们随性净无为行。所以这个称法行就是按照我们该如何就如何。
或者时常讲说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这个称法按照呢真理来做称法行，所以这个事行达摩祖师呢传过来呢就是这两个，一个呢离路，一个呢行路，事行啊报怨行，然后呢这个随缘行，无所求行，跟随法行，这样都了解吗？称法行那个是比较深，可是后学写的最少，因为那个这个我们一直在研究性理心法，全部呢都是法，我们按照呢性理心法里面所讲的来做，就叫称法行，这样知道吗？还剩下13分，要给各位提问，有问题吗？好，请说。拿麦克风。一窍通，窍通那个就是在讲我们这个领悟啦，我们呢对这个真理的领悟啊，假如说呢，已经呢能够知道，从根源知道这个一窍通的话呢，就会窍通。那重点所在我们就是对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是重点所在。那我们讲一窍那个就是玄关窍，你玄关窍一通了就是对道了解了，那所有一切都会了解，所以叫一窍通窍通，所以要用一点时间对呢这个真理，对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呢都呢研究求到了没？你有求到没？有玄关窍已经那个老师帮你打开了窍通你没有研究所以才不通要研究就会窍通了。其他的，因为我同事他们说有看到，有时候看到那个经文说有看到一个人怎样，但是他修行有的人会看到那个吗？还是有的那个法师都会看到那边说叫出去上天那个感觉他们讲的那一种那个到底是这个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好，你请坐。说那个六通那个神通好，你请坐。我知道你的意思，你问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黑影，就表示说有时候会看到幽冥鬼魂那另外第二个问题说一些修持的那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会看到天堂景象，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人我们生的时候那个生辰八字有的很轻，有的很重。那很轻的人他的那个见到幽冥鬼魂的机会比较多，就是背离伤轻较会看到一寡鬼魂。那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我们本身都行善，只要我们本身呢心念都很正，不要怕这一些幽冥鬼魂，因为他会保护我们，就怕我们心地不好那一些幽冥鬼魂才会找麻烦。所以那个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有的是有阴阳眼，阴阳眼他也会看到幽冥鬼魂，像那个猫跟狗它就有阴阳眼，所以你看到那个狗在那个
所以教你讲伊安那讲。你听到的狗的叫声哦，就是它已经看到鬼坟了，所以它的叫声哦特别恐怖啊。哦，那就了解说那个地方啊，就有那个鬼坟在，那个狗才会那样叫，所以一定是不好。所以我们对啊，那个凡人看到这一些事啊，就不要在意了，我们自己培养。你有浩然正气啊，有善心啊，都不用怕这一些。我们说平生啊不做亏心事啊，半夜啊不怕鬼敲门，就是这样啊，都不怕鬼敲门。那个修持的各位贤贤，我们要了解到，你什么都看不到的话，是最幸福啦。假如说你能够看到仙佛显现给你看，表示你的信心不够，仙佛要给你信心。所以慧姐就讲，在你那个朦胧的状态之下，都是在度孤啊，知道吗？打瞌睡啊，那个时候你不会做梦，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朦胧状态啊，佛菩萨会现给你看。他为什么要现给你看？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信心不够，他要现给你看，让你有信心，所以你的正确，这个路啊走得很正确。那看到天堂就是我们假如说可以打坐，或许之前不是有教各位正贤观吗？你要看天堂，正贤观坐就可以看，而且可以看到自己呀佛性之光。可是或许不鼓励了，为什么？你看到以后你要放掉放不掉，你放不掉追最高的程度又追不到。他说你什么都看不到，最幸福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北部有一个前贤他花了100万去外国学那个灵修啊，他可以到南天门啊，结果现在我叫他放掉他放不掉。说你放不掉到不了最高的程度。他说那太水耶，看到南天门进不去，还花100多万去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呢都是假的，有相啊皆不真。释迦牟尼佛也讲32相不是很殊胜吗？他也讲32相虚幻假的不要住相这么好的相佛都放弃了，那我们为什么去追呢？你真的想看啊？正贤观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不再说了你要想怎么做的话，就找我们讲过了去听去看有详细说了。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美国道亲有问所以有详细解说怎么做。或许不鼓励，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佛性之光那个晚上不用睡觉然后你看到天堂你放不掉，而且不止一个天欲界就有6亿天，然后色界有18天，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景象都不一样那个色彩也不一样你也看它传统五面，看它拢做很迷恋很迷恋糟糕，你成得了佛吗？人哭在做你跟他去甲看就好你就会做佛。咱是要离较好是要看外口就好。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要证悟证悟以后我们可以还不只是世界，那无量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的。这样了解吗？那个大概在39吧你要看那个正贤观怎么做，第39片DVD。还有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拿那个麦克风。那个讲师我们的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跟真人去做有什么关系？
好，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是在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是一个启发的阶段。就是呢对佛性还不认识，还呢不很清晰的知道，那是一个启发的阶段。那你认识到已经呢很熟悉了，熟悉的时候啊，已经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真人，它不假的，就是真。你真人静坐啊，就是已经能够掌握到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这样能够分别了吗？真人静坐就是你对佛性已经很透彻的认识，肯定了然后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真人静坐就可以笃定的真人静坐。那还没有对佛性的了解，那要先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还你知不？好，还有吗？还有2分钟，好，请说。你的老师你好，因为过去我没有听过能所跟没有能所，那么我刚听来是不是能所是不是等于有为来讲，没有能所用无为来讲，这样不通吗？好，请说。以你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的。那个能所是比较有为，那没有能所已经进入无为。是有一点类似的，像我们这个学开车啊，你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定一直啊要让自己的头脑要记得下一个动作，那个能手非常强烈的。当你已经开了几年车以后，那个人家问你说你怎么变到4档的？你会说不知道，那个就已经没有能手了，所以你这样讲它有那个程度上的相同，有能手的时候是我们很强烈的那个意愿，我今嘛得爱踩离合器，我今嘛得爱踩油门，我今嘛得爱排档那个非常有为有能有手，到很熟悉都唔免了，要怎么样？你只要坐上驾驶座车子就跑了。那个就没有能手，就是在生活之中呢，我们要去体会，只要都不落入那一种叫做表现欲，你要表现给人看，表现给人看就有能手了。你什么都很熟悉的那个状态啊，熟能生巧就没有能手了，就一体了。这样了解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科学三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生给我的机会学讲。我们呢有在记呢那个整套的我们六祖坛经因为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可以把六祖坛经讲完，它刚好完整一套整套。所以呢，希望各位都能够拿，要听的 CD， 要看的DVD，后面呢都有整套。那假如说各位先生家里现在没有那个 DVD 的机器可以看，那也可以拿回去，因为这个可以当传家宝。那往后我们会有机会拿到那个DVD 的机器。拿到的时候你没有拿那个片子就不看了，所以现在家里没有机器也可以拿，这个后面放的很多，那个屏东潮州呢，希望你们拿多一点，因为蛮远的地方拿回去都是花给大家，一箱里有12份，抱个几箱回去外面后面放的很多希望各位踊跃拿，刚好我们这个去年的9月20号开课呢，到这一个月的9月25号，刚好1年，都刚好讲，把这个坛经讲完。
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啊，那个神会奉事六祖，奉事六祖以后有机会就是问这个心中的疑问，所以各位手上都有一张呢，那个神会奉事六祖的时候啊，他呢看这个大藏经。那么在里面呢有6次有疑呀，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因为各位手上没有资料，所以那个时候有听大概没有懂，各位有印象吗？有印象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真的有印象啊？好。因为神会呢，他也是一方的这个领导者，所以他问的问题并不是蛮粗浅的，可以深入的，所以呢，佛学特别把它呢记载，那个呢是从五灯会元那个第2卷42页抄录下来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般呢。看那个景德传灯录跟五灯会元，可能那个机会都不多了。那里面呢，专门都是讲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持方法。那因为我们讲六祖坛经就是接近这一个所有研究那个静心明心明。永嘉大师这道歌耳根圆通都有相连关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要明心见性。在这一种背景之下，我们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就加入了这一些比较专题的，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领悟。各位对这一些我们所多出来的这一些这个讲义听了以后有没有心得？好，我们要得说那一些，假如说我们用专题来讲的话它不容易领会。那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因为同一个那个背景，所以容易这个进入状况，所以呢就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把那一些比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明心见性，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一种的内容我们来讲述。那么呢现在呢就把这个6个问题我们来解说。因为之前就是开列的这样讲而已，并没有详细的这个把内容阐释出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神会分6句，说这个戒定慧所用戒戒何物？那么定呢从何处修？那么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有。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戒定慧，我们有戒定的然后才进入修道的轨道。有戒定慧以后我们能够有那个稳思修，那个智慧都会产生。有戒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可以季节外染，那个环境的那个感染我们可以减少。所以那个问第一个就问这个戒定慧。那么6祖他就回答说呢，定即定其心。问的时候是从那个简先问。6祖回答呢从那个定先回答，说我们呢心中要有定。心中有定以后我们就容易处理事情，然后呢这个应对进退就头头是道。所以就讲说定就是定其心，把我们的那个真心都能够很笃定的能够来这个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
所以之前呢，我们讲心灵的时候啊，有一句说正信啊，调止。还有印象吗？正确的相信啊，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呢，我们从佛性本体啊产生那个定力，那个定力一出来啊，就是呢定其心，就整个都稳定，我们的真心啊都整个呢都能够定下来，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是从佛性本体产生，不是我们在凡尘有空闲的时候参禅打坐啊，那个修来的定。参禅打坐那个修来的定啊，很不容易成就，很容易破坏，难成易坏。可是从佛性出来的定那个不容易破坏，因为它是从佛性直接生发，所以我们就要培养。那要培养我们那个定力啊，还是要从万年放下一念生，认识呢佛性本体。佛性本体认识了以后。我们呢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呢那个定力啊，就越来越强。我们定力有了，那个智慧啊自然产生。那有智慧啊，定跟慧啊，它两个啊互相帮助。定越强，慧越多；那慧越多呢，定越强。互相的帮助，就是打说定定其心。那么将戒啊，戒其行。就是那个戒力啊，我们的行为之中，所有的我们的心念呐，心念呐，一个接一个也是在行。那我们用戒把那个心念啊能够呢这个把它呢教化，让心念呢不走入妄。各位平常的时候啊，起不起妄心？我们大部分呢，都会不知不觉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就已经是叫妄，它已经呢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是妄，所以我们就已经没有守戒，守戒以后就不起心动念。所以这个佛教一直在讲说呢，这个度众生呢，度化众生。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起心动念就是众生众言一句而现的生相，众生众言而生各位先生，我们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就是很多因缘际会。很多因缘际会，我们才起心动念，对不对？所以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所以我们度化众生要先度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的起心动念的众生全部都度尽了，成佛了。所以我们要先度自己各位度自己了没有？有啊。真的都不起心动念了所以以后我们念头一来就要告诉自己，这个就是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念头众生，要把这个念头度尽，让念头消失，这样就度化念头，那个众生就成佛了。这样会吗？真的很不容易起心动念很容易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就是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所以没有因缘我们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动念就已经呢要了解到已经是落入众生。所以先把自己的众生度尽，让我们呢，心都清净，就回到本性回来，这样呢成佛就很容易那我们念头一直来的话，那六道轮回就不绝，不会断绝绝对是六道轮回。因为念头就是业，我们已经造了业，
就是要受苦。各位先写什么人起念头？就是佛性本体，不是头壳哦，不是我们头脑，我们都会错觉，以为说是头脑起念头，头脑不会起念头。各位就可以看了，假如说一口气不来，头脑都还在，有没有念头？没有了啦，一口气不来还有念头啊？那厉害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念头啊，不是我们的脑，头脑生发，念头啊是佛性本体生发，佛性本体啊才有办法生发念头。所以我们只要回光返照，来反照自己生发念头的那个动力，我们就可以抓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认识佛性本体并不困难，跟我们万两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一样的，万两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一个角度是告诉我们去认识佛性本体。然后呢，我们去回光返照，看我们生发念头的那一个动力那个也是认识佛性本体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很敏锐的。各位这样听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能够起心动念的就是佛性本体可是我们都没有回过头来看怎么样起心动念，我们都得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各位姐是不是烦恼很多？就已经进入那个是非，进入烦恼。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反过来看生发念头的那个动力，不要去注意念头的内容，这样就正确了。一回过来了，就看到佛性本体，亲不亲切？很亲切所以我们那个要了解说呢，将戒其行。因为我们那个行为我们自己造了业，自己要受苦，所以要解脱就是要了解真理，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那我们呢怎么样不造业？就是要守戒律，不能做的就是不做，不做了就不错，没有过错，没有造业因就不会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蛮重要戒律就是不能玩火，那个火一玩会自焚会烧咱家己所以不能玩火，要有那个戒律将戒其行很重要。我们粗的地方呢是行为，细的地方是念头。我们粗的行为不做错，然后呢细的念头不起歹念，这样呢我们那个戒就会做得很好。所以呢六祖跟我们讲，从自信之中我们从自信戒就不会有过错了。这个呢是从源头来做，可是呢我们一般呢都会从现象来做。性中呢常会照这个是讲那个戒定慧的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性中呢常会照，都有那个智慧来关照。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大部分我们都会精神外放，精神外放就是没有用智慧来关照。所以呢精神出去了出去以后神不守舍，我们这个身体没有主宰那个主人不在，所以会有那个过错，会有那个六贼会来偷我们家宝。那假如说我们心中常会照我们就会守得很理想。那么自见自身
这个呢是对呢，那个神会问啊，手见啊不通流，这个手见各位先生，就是有能见啊，有手见，能见手见啊，它就不流通，就会阻塞。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要把能手啊双明。这上处啊一问啊，说我们刚开始啊，从有为，有为啊就是有能手，到做到后来无为了就没有能手，还记得吗？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这个理。当我们开始啊，这个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都很生疏，那个时候啊能手很鲜明。可是呢，只要我们得心应手，巧那个熟能生巧，很巧的时候，能手就双明，没有能手。所以呢，开始或许有讲说我们呢这个台湾有一个高僧跟那个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有没有？都还记得吗？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那个纽约对谈啊，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了，或许也是在马路的那个电器行看那个电视，那个实况转播，那个我们台湾老师一直在发表那个高论，达赖喇嘛就举手，然后我们台湾那个高僧就请他说，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我们台湾高僧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那个达赖喇嘛第2次又举手，然后台湾高僧要请他讲，他说问题是啊，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各位就可以想象，时间是不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他竟然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或许那个时候就看说，这个真的是行家一分手啊。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我想我讲完了，我有能讲的内容，有所讲的那一些法。能讲的手讲，是不是很鲜明？就是生命啊！那个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很细的因为那个主持人他也不懂这个内容，他不判断，他就让那个自己去发挥了，然后达赖喇嘛第2次他讲那个时候。等到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表现没有3心啊。刚才要问的已经过去了，这样了解吗？那个就是把握当下。所以我们了解到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3心没有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各位先生。当下眼前所现的这一念，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万年前就是这个念，万年以后还是这个念，高不高？他把整个佛性都呈现在眼前，所以呢不是说记性好不好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都在马路边看嘛，那个旁边人在讲。达赖喇嘛那遐年不记忆一时也都袂记。不是那个是在讲真理。然后他举手发问，人家来讲，讲拍等高北无礼貌。那个都不是各位姐姐，那个是很慈悲的动作。来告诉我们真理就在当下。这个是很高的你看那个高僧他还是博士我们看那个高僧是博士佛学博士他那个达赖喇嘛他是实际的在带领他们那边那整个要追求那个美满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修都不简单的啦。然后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很容易落入冥想。对这个很高的那个佛理我们都很少探讨。假如说各位先生，我们不解说的话，我们看到他们这样，我们会知道意思吗？这是不知道了，是在冲下。不了解说里面有那么多含义在。他也没有解说那个达赖喇嘛也没有讲话，就只有这样，他就结束了，没有讲话。所以懂不懂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修持，看懂不懂。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要实际在生活之中来实现，很不容易呢。你不要有信心的话各位先生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呢。不过我们要先了解这里不要有过去心，已经过去了。假如说以前被人家欺负我们一直想是不是二度伤害？以前很风光的时候是不是回不来？是不是都不好所以就不要去想过去，要让它过去，不要有过去心。那未来我们也不用策划。为什么？佛性当下记住，那个策划是我们身体现象要用的啦。那我们佛性的本体不用那个策划，因为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很大现象的变化很大。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不生不灭，没有这一些东西，所以也不要以未来心来策划。然后也不用你去把握现在心，因为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2秒了，就现在就过去2秒，对不对？他住得住吗？不住。所以三心没有了，三心没有事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事相。三心四相没有，已经佛性圆满，整个呈现在眼前。所以我们跟佛一样。那假如说我们有三心我们被三世摄受，我们有过去心，被过去世把我们摄受，给咱诱起来了。我们有未来心，被未来世摄受。我们有现在心，被现在世摄受，三世都给咱吸去，我们要不要六道轮回？就一定落入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先懂这个道理。说我们有三心，被三世摄受，我们就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好不好？很苦，对不对？我们人这么殊胜都苦了，那何况是三恶道？那个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纵然我们能够有一些福报行一些善事去天道，那天道享福也有期限那享完了以后，又落入了三恶道，修正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性理心法很重要要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昧。不迷昧因果，见性成佛无疑，绝对成佛。各位信心了没有一定要有要自己培养，自己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就是佛。我们一定要很正确的信，正信调持。正确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然后把那个心要调持，各位会调的吗？因为我们的心就像那个小龙在走廊，我们不是找方法了吗？有没有？找到了没？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觉力我们把那个心弯弯曲曲的
心意识啊都不要用，我们用直心，直心呢从性从我们佛性啊直接发挥，那个呢叫直心，直心就道场，直心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所以我们正性啊调持，都呢直心呈现，都没有弯弯曲曲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啊，大部分都是勾心斗角，都是用那个弯弯曲曲的心在应对啊，所以就造了很多业，就受了很多苦。那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啊，又耀武扬威啊，有没有？大家在受苦的时候都耀武扬威，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追求真理，明心见性最重要。我们又求到了，又能够呢遇到了最上乘的佛法，实际能够修，又很容易做，对不对？容不容易做？哇，感觉很困难吗？我们前道要努力的都很沉重，这个负担家计加重，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在怎么样的苦啊，那个生都不会苦过颜回啦。我们认识颜回吗？他肌肉像干石瓢饮，人不堪其忧了。没有人可以忍受他的生活，可是回不改其乐，他的快乐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都已经得到了，都已经进入修道的轨道，所以那个外境的那个融入都不在意，早死也是死啊，晚死也是死啊，这个是老前人跟或姐说的啦。那我们把自信修好就好，把自信修得光明，让它恢复本来，所以这个呢要自己努力的，这个别人帮不得，自己心地好不好自己知道，不好的话一定要把它去掉，那个是要我们自己走路三恶道，自己心地好，你住相了可以是天道。享福啊！可是享福的时候又很骄傲，然后呢，以后那个期限一到了，又落入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不得求了，那个鼓励呀，社会人士是鼓励他行十善去天道，可是我们修道以后我们是要回归本位。是要回到每一个都是佛，到那个本位，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千百亿法身，就可以无量的到达佛世界，无量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到达，而且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很小，四大部洲里面的一个部洲而已。我们都没有四大部洲都没有这个认识的透彻。假如说我们能够到北俱泸州的话，那人民的平均寿命是1000岁。我们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民寿命是1000岁？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导师要努力修。我们可以看一看北俱泸州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个东方琉璃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凡尘的这个范围都是太窄了，那我们呢就是要扩展自己的心胸，努力修持，又很修持期间又很舒坦。各位先生。我们在修道的这个过程那个修道的轨道舒不舒坦？会不会晚上呢？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覆去，
那个北部前导师有跟我说，那个万年放下念不深很快就睡着了。所以说那个法很好。他以前都是吃安眠药才睡得着的，做了万年放下一念不深，哇，竟然很好睡。隔天起来精神很好。所以我们了解说正确的方法，我们越做是越快乐。就生活好像在天堂一样。那假如说我们的方法不对了，错误了，然后我们就会唉声叹气所以假如说自己是唉声叹气的生活，就要检讨说哪个地方出错，哪个地方不对，要改过，越快乐呢才是正确，修道是越来越快乐，那个才是正确。所以这边我们就讲说所见不同流，因为它有能见有所见，就是有生也有对待，这样了解吗？六祖回答呢，说呢自见自知身，所以那个所见不通流跟呢自见自知身，各位有没有那个嗅吃那个味道？有没有？那个所见通流就是已经心朝外，心向外去追求，有能见有所见。然后六祖的回答，自见自知身，自见就是从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然后自己知道它是深还是浅，是修的已经够不够程度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些嘛较轻有无？有没有？那个所见精神外放，自见那个已经是微光返照，已经呢回到本体回来，所以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神秀呢是一方的领导者，六祖呢是一代的祖师，所以他的问题绝对不是很普通的，亲切安尼俩一定有伊亲的所来。那么第二个问题说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有何物？各位贤贤，我们从这句话本无今有，我们100年前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有我们100年前就生了是不是本无？今有，现在有了，对不对？有何物？这样知道意思了吗？我们从它文字本无100年前没有我啦，今有，现在有有我，有何物？有身体然后反过来，本有今无无何物？本来有，本来大家都有佛性可是现在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这样知道吗？本有今无无何物？我们从文字就可以了解说，他已经在讲这个，诵经不见有无义，真是取语命语。我们呢在诵经，诵经呢就是要了解真理所以我们会鼓励诵经功德很大，有没有？那个诵经就是要鼓励大家接近真理，经呢就是真理，然后我们来诵经呢，就会接近真理，接近真理以后就了解到那个真理里面的含义。那假如说呢诵经又不知道不见有无的义理，就是对有跟对无那个完全都不知道。这样各位点点了解到有跟无吗？大概又是朦胧的，朦胧很容易见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有跟无我们知道说
100年前没有我了，100年以后也没有我了，所以这个都是短暂的呈现。那本来有就是佛性啦，那现在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启发它，没有运用，所以呢，本有进入，那有跟无啊，各位先生，这样了解有跟无的意义了吗？了解了没？蛮重要了，有跟无啊，我们一定要透彻的了解。所以呢，我们不造业的话，不落入凡尘，就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啊，没有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最理想。那我们既然落入现象，我们就是要修，我们修以后啊，修正我们自己的佛性，回归到本来，把本来有的佛性啊，已经呈现，本来没有的那个业啊，全部去掉。这样有无啊，那个义理知道了吗？比较了解一点啦，有没有？神会呢说这个诵经不见有意啊，真是呢取履啊更密履，我们取履，然后找履，不知道呢我们本身所取的啊。我们本身所运用的就是我们真不昧的佛性啦。它的那个问话里面啊，那个含义啊，就已经有这个意思在。六祖回答说：前念恶业啊，本无。说我们前念的恶业，我们有没有前念？有啊。各位姐，这个蛮有意思哦。然后说我们把前念把它当成有，那我们这个，请问这个什么心？对，我们刚讲的就是过去心。所以那个前念啊，跟恶业啊，本来都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去记在心上。说我有过去什么，我有过去什么，那个全部啊都不要有。前念恶业啊，本无，来都没有。然后呢，后念呢善生今有。后念啊，就是跟那个前念相对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念啊，就是知觉性啊，我们那个知觉性啊善生。就是从我们佛性本体啊，那个生发的善，今有现在有，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那个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呢常行善行，六祖很喜欢念念，念念呢就是一个念接一个念啊，各位浅显什么念？有善就有恶了啊，就两边的啊，所以那个念念就是无念，全部念都没有念念，这样知道吗？让我们整个啊都没有心动念，那个叫念念相续，这样知道吗？就是不要心动念六祖很喜欢用念念。来讲说我们保持那个觉性，念念呢，然后常行善行，就是所有的我们呢生发的所有一切都是善，没有那个恶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从前面的那个戒讲下来，到这边呢念念常行善行。那个是呢，字面上这样表现出来，可是在我们心中里面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的。那么后代人久，假如说能够念念常行善行，那我们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就变成就变成以后的在呈现的时候那么人天就是人道跟天道。不久就可以进入善道了，这样了解意思吗？
他讲的六祖讲的没有很高啦，也是讲说在我们六道里面的天道跟人道，那个是三道，如今呢正听五言，现在呢说呢神会正在听六祖讲话，无极本无今有。那我呢本来没有啦，没有出生的时候本来就没有，现在出生有，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吗？这个比较表面啦，那个文字表面意思我们就可以懂。那么第三个问题，将生呢灭切灭，将灭灭切生，不了生灭义所见呢是龙莽。就是呢我们将生呢灭切灭，我们要使它呢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它却灭掉了。然后我们呢将灭我们要灭掉的时候灭生了。咱要互伊生出来伊竟然无去，要互伊无去，伊竟然会出来，这样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啊？像我们起心动念卖起心动念是不是让它消失？可是它却生出来了。真正的有时候遇到运用事情来了，要运用的时候，怎么我想不出来呢？要生的时候它先灭掉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这样子。不了生灭义就是不完全呢了解那个生灭的意义，生灭的意义不知道。那所见是聋盲，看到呢就好像那个聋子跟盲人，那个聋，这个聋各位知道吗？就是耳朵听不见了，盲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所以第三个问题呢，六祖就回答说：将生呢灭切灭令人不直线。我们呢要生花的时候灭切灭，却把我们想生的灭掉。这样的话呢，令我们不执着，不执着呢在凡尘我们固执的个性。我们在凡尘呢都很执着，所以六祖就讲说那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让我不执着我们自己那个性分。那么将灭呢灭切生呢，令人心离见。将灭我们要灭掉呢，它却产生。那么这个情形呢，就是要我们能够心离见。就是心不要住在见，心住在见住相，住相呢就烦恼，对不对？住相以后我们的处理方式就不正确，跟真理呢不相应了。位极离两边，我们没有离开两边，离开生跟离开灭，位极离两边，住除呢生灭变。我们自己要除掉生灭的变，生灭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它都是一直变化，一直生灭一直变化，所以呢我就呢不要住相，这个呢比较我们能够理解。那么第四个问题，先顿而后见，先见而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心里常迷闷。这个顿就是顿悟了，见呢就是见修。然后呢是要先顿而后见，还是要先见呢而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心里常迷闷。心里面呢常常都会迷闷。那么六祖呢就回答说：听法呢顿中见。我们听受呢这个佛法的时候顿，顿就是马上了解了。顿中见，就是呢在顿里面它还有那个意义在，你就要渐渐的去了解，顿中见。然后悟法见中顿，悟法的时候
领悟佛法哦，从见呢哦见中啊，要有那个顿，所以哦他呢就讲哦，它不是固定的哦，能够领悟啊，就在我们哦用心哦久了以后啊，那个契机一到啊，就会呈现哦。修行呢哦顿中见，修行的时候啊，要呢顿中见，然后呢正果啊见中顿，所以那个顿见啊，那个六祖呢全部都把它包含，所以就讲说顿见啊是常因，是常因，常住的因啊，悟中呢不迷闷，只要领悟了就不会迷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这个一直推崇说顿法，也不要一直住在见法。所以那个顿跟见啊，都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去体会，体会到顿，慢慢体会不到，他用见，见跟顿啊，在我们心中酝酿，它时时刻刻交叉，会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顿见是常因，常住的因呐。我们有顿的时候，也有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呢固执，不要呢住在一个茧里面，画地为牢，所以顿见是常因，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问题先定后会。还是呢，先会后定，定会后出，何生为正？是先定呢，还是先会？那个后跟出啊，就是它排在后面还是排在前面？那么何生为正？是定先生呢，还是会先生？哪一个生呢才是正确？六祖就回答：常生呢，清净心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常生呢清净心，定中呢而有慧啊。我们常生清净心的时候呢，定中呢就有智慧。那么一境上呢无心，我们在境就是看得见的那个环境景象，一境上呢无心，就是呢不要住在那个境的上面，慧中呢而有定。慧中呢有定，定慧啊无先，就是定慧平等，没有先没有后了。定慧啊等无先。那么双修啊自心正，就是定也修，慧也修，它自然呢心都正确了。我们定多人会昏沉，慧多人会轻狂，知道这个意思吗？那定伤济慧无够啊，定力太强，智慧不够，我们人类很昏沉沉的。那假如说慧太多，定不够，我们人表现很轻佻、轻狂，知道吗？知不知道？就是很随便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要定慧平均的。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六祖都会把定慧他把它平均。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各位姐姐就是要了解戒定慧有它一定的过程，要呢从戒我们完成生活那个戒力很重要了。我们没有戒力的话我们感染的那个尘垢就会很深。那我们有戒力的我们感染的尘垢就不多。那感染的凡尘的那个尘垢不多呢我们了解说心就清净。心一清净以后，定力就有。所以从戒产生定，定力有了以后我们智慧就产生。那有智慧会帮助定力定力又会帮助智慧到后来呢定慧才均等，这样了解吗？所以要知道那个
收那个收的角度了，六祖是已经到达究竟了，到达究竟的角度来讲啊，定会均等。那假如说我们还在凡尘要开始修的时候啊，一定要先从戒入手，我们要守戒律，不该想的就不想，把它列入戒律，一想了换戒，你都不想，这样的话，坏的念头已经全部去掉，全部去掉那个恶因没有了，恶因没有，再接下来都是善，所以我们要先有戒，那个念头先处理好了，再来行为，行为就容易了，我们那个行为一定是我们精神在指挥，这样呢那个戒都很理想的时候啊，定就有，定力一有了，我们处理事情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这样呢做起事情就呢井然有序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六祖讲的角度已经是修到究竟的时候就会精等。那么第六个问题，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其从何处出？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啦。我们对这一题呢，就是要用一点心。六祖就回答说：收即先佛而后法。在收的时候讲那个讲经收法，收的时候呢，那个先佛，然后呢后来才讲法。那么听呢即先法而后佛。我们听呢就是先接受佛法，然后修正到成佛。那么若认呢佛法本根源，佛法从哪里出来啊？一切众生心里出。所有的佛法都从我们众生的心里出来，所有的佛法都从众生心里出来。各位要记住佛法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本身，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因为这个佛学觉得说这一段呢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录下来。那我们就打开呢这个六祖坛经。86页，86页那个神会呢那个几世呢六祖不离左右就是到86页那我们接着呢就讲87页。一日有一天呢六祖告呢众曰：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知人还是否？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呢这个学道者这些徒弟都把他们这个集合来跟他们讲然后呢这个神会就出来讲说知佛之本源这个六祖所讲的这个内容就是知佛的本源就是神会的佛性，了解这意思吗？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就是这个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你捌无？捌家己的佛性无？所以那个神会真的他是很喜欢出头啦，那个已经那个六祖都讲了没有名字他就讲说知佛的本源。又讲说那就是我的佛性啦。神会他讲他自己那个就是我的佛性。那么六祖呢就讲说向你道已经跟你讲无名无字你变换作呢本源佛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印可印证讲的是对你讲的正确那就是本源佛性本源佛性这样懂吗？那么汝相去有把买卯盖头也只成个肢解中途。那个
毛盖头啊，就是有一点成就了。我们这个不是台语讲有些迄个草堂砍头，就是迄稻草啊起厝无，啊迄个厝的顶头人拢砍叶嘛，啊咱有的较早拢砍稻草，有没有？一辈可能还会知道了砍迄稻草，啊砍稻草的时阵就是要了解到以往的圣贤啊，他们住的房子都是这个样子啦，他们住的都很简陋啊，因为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有的都大部分住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面啦，又是高楼，所以我们的心跟天的心有隔阂。那用那个稻草啊，那个很简陋的东西心我们人的心跟天的心就相通。所以那个神动就天随神动就是我们动念头，天随就是天理都跟着，只要动念头，天理都跟着。这样是不是可以成圣贤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里面，尤其在大楼底下，我们拿个电晶体收音机我们到楼底下是不是没有声音了？那表示说我们的心跟外面的已经隔离了，没有通道了。像我们坐车经过山洞，我们在听收音机无声，要出山洞声才够来，对不对？那个就是被那个那个建筑物隔离了，隔离了以后，人心跟天心不通。所以现在就很多都住在高楼大厦，然后身体都是人可是心都是什么心？我们讲说衣冠底下就变禽兽了，不知不觉我们都变人心作用，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为非作歹？就是因为人心跟天心隔离被那个外界生活影响。那我们要尽量，假如说是住在大楼没办法要生活那我们呢有风险的时候就跟大自然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了解，跟大自然在一起很容易跟那个天心相通。所以那个那个原住民是不是都比较豪放？有没有？他们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呢都跟大自然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生活环境可能不可能说都是那个样子啦，所以我们就尽量找时间有空间的时候就不要躲在家里。你躲得太久了会这个忧郁症那个不好。我们要跟大自然在一起跟天心相通。所以呢这边呢毛盖头就是有一点成就了那个六祖呢跟神会讲说呢，这样你以后有成就的话，也只成个知解中途啦，就是能够知道了解要开创呢就比较没那么这个容易简单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正的要把佛性那个很深的那个法性发挥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就是要深入要了解要先能够知道整个真理所在，然后呢又能够深入法性这样呢发挥出来，可以利益众生可以自己回归本位。所以这边这个讲到呢那个晨会呢就到这里。那么底下呢师见知中难问六祖呢看到这个知中所有各宗门宗派宗别难问就是艰难的问题
这个各门各派啊，它都有那个艰涩啊、困难的问题，嫌起恶心呐、都全部那个嫌啊，就是全部都很讨厌的心呐、那一家亲我那也都没样，这样了解吗？我们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啊？那拢要亲我也拢没样，会不会啊？不会啦因为我们就是有心要追求啊这个金咱拢有法度解开对不？不相应啊，解袂开啊。然后呢，六祖把他们都集坐下，就把他们都召集来在自己身边然后呢，悯而慰曰可怜他们啊，跟他们讲说我们学道之人啊，一切的善念恶念啊应当尽除。所以各位先贤，这个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啊，叫做万缘放下，知道了吗？都不要有善念，也不要有恶念了，全部都除掉尽除了，全部除掉，叫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么无名可名这一种状态没有名称可以说了名以自性，这样懂了没？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叫自性，懂了没？我们从开始的第一堂课啊就已经讲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自性啊就呈现六祖就明确的把它讲出来我们呢善念恶念啊应当尽除，这个时候呢就叫自性，安尼了解没？真清楚对不？或许都没有骗各位啦，真是的真心相待，无恶之性啊，我们这个自性啊，它没有恶是一个绝对的，是一无恶之性，是名啊实性实相之性那个实啊就是不虚，就是不会变不生不灭才叫做实实性。那么以实性上呢建立一切教门，在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上面来建立一切的教门，这样懂吗？从我们自信来建立一切的方法，让我们都回归到自性。你知不？只要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性，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84000法门都是要我们成就，要我们成仙做佛我们自己就是要努力不要心外放，把心收回来就正确了已经跟自信跟自信佛在一起自己本身就是佛。那么言下辨析自见就在缘下言语之下，我们应该要自己见到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自性呈现，我们自己见到，见到了没？敢若有啦，无啥力，有一点怀疑敢是有一点点讲敢是，好像讲那有遐便宜的，安尼都已经能够见性所以不要怀疑我们怀疑就没有力道了怀疑就会怎么样忘了怀疑就颠倒了然后颠倒呢会怎么样就放放逸呢赶快找笔记本
找到答案了没？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怀疑就颠倒，一颠倒呢就放逸，一放逸了我们呢就悭贪嫉妒，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能怀疑一怀疑整个负面的笼罩出来，所以就是要笃定，要正信调持，很重要，正信调持。那么知人闻说呢，总结咒理行事为师，这个呢是我们讲了蛮久的时候呢，才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准备在下一个礼拜就把六祖坛经讲完。那后面因为那个第10品很长，现在不赶快讲一点我们可能又讲不完，这个整套的那个那个 DVD 那个 CD MP3 这个不好收持然后我们又是9月26号开课，9月25号结束，不是很圆满嘛对不对？又刚好又整套可以可以怎么样传家宝以后你看这个后代祖孙你讲你都爱看，都爱修，你就会当幸福啦，对不对？可以传家，所以现在家里没有 DVD 没有关系，带回去放着，放着给下一代看，也可以拿给亲朋好友，因为很多啦，我看这些那都没人要带，所以你多拿，尤其那个屏东潮州莫几想要等，带个几箱回去，那我们呢就看这个护法品第9，神龙延年上元录，这个神龙延年西元刚好700年，700年，我们现在呢是2010，对不对？它是700，700年那个神龙延年，则天中那个武则天武则天很好佛法，所以我们一般的印象跟那个他实际的有落差。武则天这个则天就是武则天他那个中皇帝可是呢那个武则天她的权柄蛮大则天中少云朕呢请安秀呢2师宫中供养，那个皇帝他讲朕他请那个惠安呢神秀这2个呢这个法师宫中供养，请到那个皇宫去供养万机之暇，就是处理国家的事情还有空暇的时候每就一圣就很喜欢研究这个佛圣研究呢这个佛法。那么2师呢推让云这2位呢就这个推让说呢南方呢有能禅师就是讲六祖慧能禅师密授呢忍大师依法，就是在传授那个五祖的那个依法传佛心印都是正确的正宗的传佛心印可行呢那个笔问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有另外有看那个显德传灯录跟五灯慧眼，那么它里面这个也有记载，就是因为慧能他本身就是我们都知道他的长相生得不怎么样，对不对？他说我到皇宫去那一些文武百官一定被我考倒，所以他不去了，他就写信给那个神秀，说你长得比较标致又比较高身相好看那个外表那个很好看，就请神秀到
那个皇宫里面去接受供养。真的神秀有去跟那个惠安也有到皇宫去，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真正的那个领悟者啊，他不会有那个心结啦，他也不会有那一个那个利益啊纠葛都不会有，所以他还是请他去，说你去的话可以教导他们，他们都会肯听的。我去的话刚看到我这个形象都已经多足济去啊，卖讲啦，都刚才看到都多足济去啊，所以他就写信啊，拜托那个神秀到皇宫去，这个是不记载在这里啦。因为这个在正式的传承里面没有，那个是另外的。那么之前内侍啊削减辞招呢这个前言宴呢诗啊就是辞念呐这个师父上京赶快能够呢到京城去教导他们。那么六子就上表啊辞己，就是表示说我啊身体生病了这个呢宴中啊临路在这个士林在这个比较简陋的地方养病生活不愿意呢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啊。那么薛简他就讲说京城的禅德皆于在皇宫里面文武百官他们都很多呢都有在修尤其那个时代啊这个对修道很重视易得会道他们都讲说要能够领会啊这个道，必须呢坐禅习定，一定呢要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呢而得解脱者啊，谓之有也。假如说呢因为坐禅得到呢禅定，然后才可以解脱假如说不经过这样的过程啊那绝对没办法成就了。那么为神师所说法如何不知道六子啊所说的法是怎么样。那么六子呢就讲说道由心悟啊这个道啊从心里面领悟啊起在作也所以各位先生就是要了解道在心悟啊起在作也前面我们还有这个六祖有讲过了说生来啊做不恶，做不恶，此气啊恶不作，一副臭骨头啊，何为立功课？有没有？那个前面六祖已经有讲过这样了这边呢又明确的说呢，道由心悟啊起在作也。所以这个道不是啊参禅打坐可以得来的是要我们的心啊去领悟了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这一年来啊是不是全部呢都在讲经那个性理心法全部呢都在讲心境不是从心领悟啊，从心来做各位从心了没有？还是从旧要重新要重新来做，重新领悟那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呢不用在这个外表形象去装模作样一定呢要重新领悟。那么经云若言如来若作若恶啊，是行邪道假如说呢我们说如来各位先生，如来是谁？对对，正确。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我们自己本身呐。那假如说我们讲如来若作若恶，就是啊行邪道。各位先生，如来什么样的形象？如来没有形象他尽虚空遍法界
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法身呢就是如来，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正确的认识，何故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呀，这个没有来也没有去，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尽虚空遍法界，没有来也没有去呀。既然说没有来也没有去呀，是不是当下就已经圆满？对不对？我们生从何来？好，这是公了了，随便应。无所从来啊！我们100年后去哪里？亦无所去呀，没有来没有去呀，是不是常住？常住就是真心呐，真心常住，就是我们法身，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尼捌袂？一定要了解都当下圆满，不缺一毫的，一点都无欠，那会欠就是咱心生出来。各位的心圆满了没？没有。哪个地方缺欠了？所以一定要熏习真理，我们真理呢要一直反复的熏习，要一直听，听到很熟悉呀。说我们法身尽虚空遍法界，然后常住不迁，它没有迁变，没有生灭，它是当下圆满具足。我们假如说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的话，然后呢正信调止就可以达到了。那假如说我们不听的话甘是甘我就怀疑了，怀疑产生什么？颠倒产生什么？妄意产生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一怀疑了就颠倒，一颠倒就妄意一妄意了就无明，一无明了就悭贪嫉妒了。那我们你看负面的都跑出来了，都怀疑呀。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嘛这个老人家放东西放到已经忘记放在哪里呀，看到隔壁小孩都一直误会，一定是那个小孩子偷我的东西，对不对？越看就越像，这个小偷脸都出来了。等到他这个东西一发现以后，是我自己忘记放在这里的。这个时候再来看那个小孩，怎么小偷的脸都不见了，好可爱你看，我们的心一产生怀疑那个整个脸都变化了。我们看人会不会这样？对，都是会这样。我们都主观意识很强，认为人家怎么样就把它定位，定位了越看越像，越看越像。当我们了解到自己不对的时候再来看对方，怎么都不一样了，我们自己会惭愧啦，所以就了解说，完成不能有怀疑，我们呢这个尤其修好就是一定要很诚心、诚实的对待的，诚恳的做事，李祖师告诉我们3个字。诚恳坚，对不对？诚心、恒心、坚心，一定成就的啦，怎么会不成就？绝对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没有来没有去，叫做如来。如来都没有来去是常住真心，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己相信，相信了没？这一次比较有力道的相信的。那么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
我们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无生无灭，那个呢就是如来的清净禅，就已经在禅定之中的，唔免个坐啦，都已经清净了，清净禅。那么知法空寂呀，是如来清净咒，所有万法，知法就是很多的法，全部呢都是空寂呀，它都虚幻不实在的。那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叫如来清净咒，所以在凡尘我们应对啊，万事万物，知道呢它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要事来则应呢，事去则见，这样就是如来清净咒，这样会了没？一定呢要这样来行持。那么究竟无证啊，岂况咒也？到究竟，就是最顶点的时候啊，无证。为什么？因为回归本位啊，我们本来就有，佛性呢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呢，不用做，我们那个做啊，或许也不是说反对了，你假如说整天都很累了，做一做恢复那个疲劳也好了，不过躺下来万年放下更快。那个恢复得更快那么简约这个薛简呢，他就讲说弟子回京啊，祖上必问那个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啊，一定会给他问验师啊慈悲指示啊心要那个心要就是我们那个很重要心法要点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抓到那个心法的要点。那么传咒啊两功就是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及京城呢学道者那个文武百官。那么譬如一灯呢燃百千灯，一灯呢可以点燃百千灯，明者啊皆明那个呢暗的明全部都光明的，明明啊无尽这样呢，他的比喻啊也是蛮这个理想。可是呢，六祖就讲道无啊明暗这个道呢，它没有明也没有暗明暗呢是代谢之意有明就没有暗，有暗呢就没有明，所以明暗呢它是代谢代谢之意啊。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问舍利佛啊，说那个千年暗示，那个暗示已经已经1000年了，那个就讲我不愿意离开那佛问舍利佛说那可不可以做到？能做到吗？舍利佛说只要你一点灯他那个暗一定要离开，1000年暗示虽然住了1000年，他不得不离开，对不对？各位先生，他暗跑去哪里？跑去哪里？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那个接下来说好既然你灯一点了，暗不得不跑，暗跑去哪里呀？你现在唔知，是走去倒，所以那个叫气无去处，那个明啊，一点灯啊，那个明从哪里来？又是来无来处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理呀，来无来处，去无去处就是常住不迁。那常住不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常住不迁。所以明暗都没有关系，明我们佛性也在，我们佛性也在，它不受明暗的影响，这样了解吗？时时刻我们佛性都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不受境的影响它是常住的不变化。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那个相对待立下来的名称
所以我们了解落入那个文字名相都是虚幻，都是假的，都不真，它相对待立名维摩诘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啦。维摩诘经呢，里面有讲说法无有比呀，就是法不能相比呀。各位先生，我们在凡尘假如落入那个相比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很多，对不对？这个夫妻跟夫妻之间相比，你看人伊拢翁仔某感情才好，咱是你拢无对我好，比不比啊？还真的比啊！所以我们不能比了。这个法无有比，一落入一比较小子而已。你看人拢读第一名，你哪会读去上尾名？哇，这一下子这个小孩子可怜了。所以不能比，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生活，要让它自由发挥，所以法无有比呀。无相待故就是没有互相对待，法没有互相对待，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它没有互相对待。佛性有没有对待？凡尘的现象有对待佛性没有没对待，所以法无有比，这个法呢就是佛性本体。那么歇解呢他就讲说明比喻智慧，暗呢比喻烦恼。修道之人，倘若不与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的生死平和处理。这个是我们一般这位人士的这个观念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六祖呢就讲说烦恼即是菩提，他把那个根源这个指点出来。烦恼这个烦恼谁生发出来？佛性嘛，对不对？所以佛性它能够生发烦恼，它就能够生发菩提，对不对？所以烦恼即是菩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知道，烦恼即是菩提那是从根源来讲。那假如说呢，我们众生呢，把那个烦恼生出来的烦恼已经进入那个烦恼的内容，那个不是菩提的那个是恶法，善恶的恶法恶法。因为我们一进入到烦恼的内容，我们会去行为，去行为的时候一定造业，造业就要受苦。这样了解吗？在讲烦恼即是菩提它是讲根源，讲那个生发烦恼的根源。那个根源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能落入那个现象，落入呢烦恼的内容。我们生发念头的内容，那个内容我们按照内容去做绝对不行，恶法。这样懂意思了吗？要知道袂使死在文字底下，了解吗？要以后人家已经烦恼的那个现象里面住得蛮严重，你还跟他讲说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那个呢，叫做不识时务无二无别，那个烦恼跟菩提无二，就是一啦，就是已经讲到佛性。那么若以智慧破烦恼者，此是二圣见解。所以六祖就讲说用智慧来破烦恼，安尼就是迄个二圣，就是讲小圣啦，就是讲咱凡世间修的真那个小圣佛法。不是呢那个高的佛法，就是一般凡人的那个见解，羊鹿等机，羊拖车啦，甲鹿拖车，
伊有法度载足侪物件无？咱人若去你甲，伊拖遮咱人若去你甲坐，伊拖会行袂？拖袂行所以就爱牛车来拖啦白牛车来拖较理想所以白牛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能够度化众生，可以度化众生呢到佛地。那么上至呢大根啊，悉不如是，上至大根呢，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先前就讲说如何呢是大圣的见解，什么样呢才叫大圣的见解？六祖就讲说明与无明啊，凡夫见恶。明跟无明就两边啦。凡夫呢已经见恶，那么智者了达，其性无二，就是明性跟无明的性，它没有二啦，是一，这样懂意思吗？所以相跟性是差很大相跟性，知道吗？相形象。像我们这个凡人啊，有乾道有坤道，是不是相？然后我们性啊，是不是一样？乾道的性跟坤道的性是一样的。所以假如说问呢，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在我们中国就会讲说是女的。然后在印度就会讲是男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不是，都是，因为它可以呈现男的，可以呈现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性是一个绝对体，然后现象它就有相对了，我们了解相是虚幻不实在，变化无常。可是性不生不灭，它不会变化的，所以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那个没有二，那个性就是实相之性，那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就是实相之性，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实相，那么实性者。此还余而不减，我们凡人处在凡人这个状态之中，都是形象是凡人，可是我们的那个实相之性不减，没有减少，在玄圣而不增，在呢这个已经证悟的那个玄圣呢，它增加，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增不减。我们一般呢都会想说，福真悬，咱众生真低，都会高推圣境自居悲屈，会不会？一般呢都会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本身就是佛，这样呢极力我们自己，激发我们自己努力的恢复我们那个自性的光明。这样呢就回归本位。那自烦恼而不乱，我们要了解那个实性实相之性呢，就在烦恼，但是不乱，因为知道那个烦恼都是假的，不真。居禅定而不急，自在禅定之中呢，它呢不落入那个极昧，也就是不会进入那个如如不动。不断呢不长，我们呢那个实相之性呢，不断呢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呢，极其内外，就是没有内外，没有中间，不生不灭，性相如如，性呢跟相都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我们要了解常住不迁就是我们那个相之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名之曰道，这样呢就叫道，所以很宽广，那么切简他就讲，
师说不生不灭呢，何以啊外道？说呢六祖所讲的那个不生不灭啊，那跟外道讲的好像一样。然后六祖呢就回答说，外道呢所说的不生不灭者，将灭呢此生，把灭啊，此生，那么以生来显灭，生啊来显灭，那么灭有不灭，生说不生，所以外道的那个说法比较着重现象啊，底下现象来讲，那呢我们了解说呢，在道之中呢，它着重在没有形象，所以没有形象我们要了解到，像我们所造的业啊，它没有形象，可是很实际的，会推我们到凡尘来接受果报，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凡尘啊，都是呢在接受果报，是我们以前所造的业，现在呢接受这个环境啊，来折磨。各位受不受环境折磨？要不要去忍受啊？还要心甘情愿不甘愿也要受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这个一切都是业力的呈现那个无可奈何像我们这个上次啊所讲我们呢要报冤行啊，没有没有听进去了？就是那个针对啊我而来的那一些不合理的现象，那个就是我们以前不合理对待人，现在不合理对待我，所以我们就要欢喜心甘愿受，把那个业啊了掉，了掉以后啊，就他走他的路，我们呢走我们的路啊，互不相关，就不会再一生坎坷啦。那假如说不甘愿也要处理啊，处理了以后我们会再依照，因为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第二次啊我们还是处理，心里又不甘愿，是不是没完没了？那一生之中是不是完蛋了？怎么样过都不会如意啊。那假如说我们欢喜心甘愿受，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不如意的事越来越少，过的呢就会很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自己呀，努力。我说的六祖呢就讲说，不生不灭者啊，本质无生。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它本来就无生啦。今亦啊不灭，所以我们所生的各位姐，我们现在啊这个身体呀，是众缘际会，众缘机际呀，而现的生相借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身体呀，是众缘机际，很多因缘际会在一起啦，借我们用的。我们呢，用到一个时间以后啊，都要还给天地。所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就有用，都要还的啦。所以这个众缘而生，缘际则生，然后缘散就灭了。这个生灭啊，是身体的现象。我们的佛性啊，它不生，所以也不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的佛性啊，不会生，也不会灭，不生不灭。所生所灭啊，是我们身体，身体是借着天地的物体。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出生啊，就是很多因缘，我们自己本身造的业，跟父母啊结的缘，然后就在凡尘现象。一生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要去了业，把业全部了光了，我们就恢复这个本位。可是我们在了业的当下，我们又在造业，所以就没完没了啊。本来我们只有欠一点点，起心动念一点点啦，超五角就好啊，欠五角啊。我们到凡尘来要还五角，结果还到即马才欠5亿。欠了伤济赖皮都不爱害，这个天地之间它容不得你赖皮啦，你欠偌济就是要害偌济，
除非我们研究真理，了其业障本来空，透彻了解真理，没有业没有障，这样呢，都全部不用还了，最殊胜的啦。未了啊，还一还数在，没有了解真理，你就要去害济。所以或者都一强调啊，众经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易时啊，果报还自受，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做的就是不能做，要把它用戒律戒掉，全部呢不换，那好的我们做以后又不记在脑海，把它抛入虚空，进入法性，这样就能够升值得。懂意思吗？我们只要做好事记条条，会变福报啦。福报来好唔好？唔好啊！我们不是在凡尘都追求福报吗？比较来讲，我们接受福报的话，现象呢很享福啦。可是各位请想，我们在现象享福的时候啊，造业是最快。你看即马钱讲话按时对无？摇摆对无？你看伊以后要做啥？即马若做摇摆，以后要做啥？火鸟，不是在天上飞的吗？很高傲啊！我们要拿望远镜去看。那个小骄傲的去骄傲了。那个比较容易看到，处处跳的，小骄傲，那个是比较多了。我们修道就是不能有，不能有骄傲，骄傲呢造业，造业就要受苦，所以我造，不造那个业，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的佛性呢，它没有生，吃的是我们的身体现象，我们没有修的话。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主宰不了我们的佛性本体，没有办法主宰，所以现在会变啊，我压杀啊，业力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现象啊。所以我们谈的话，那个很传神呢，贵心有没有？贵心呐，贵一个心呐，有没有？咱要过什么心？我们要过什么身啊？我们归本位，不够深的，不管过什么身都不理想，对不对？我们尽虚空遍法界，走路啊，我们那个法身。所以我们了解呢，本质无生，机密无昧，这个真理所在，跟外道不同，外道呢讲现象，就是讲真理，所以六祖呢说讲所以不同，外道，如若呢一知心要啊，但一切啊，善恶啊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啊清净心体，所以各位先生，这个但一切善恶啊都莫思量。就是万缘放下，是不是都一直在强调万缘放下？所以过去讲的没错了，绝对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才得入心体，已经进入啊清净的心体，就回归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湛然常寂，那个是原始状态啊。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叫做湛然常寂，然后感而遂通，有听过吗？对，我们回到本位的湛然常寂，然后呢，妙用恒沙，我们能够回归到本体以后啊，那个呢，佛性啊修正以后的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就妙用恒沙。一粒沙有一个作用，非常多的功能都有，我们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可以利益众生，这样知道吗？你哪拢伫咧看时间啊？
是那么急着要走呢，还是急着要问问题啊？是想说这个中秋快到了嘛？我们再讲一下啦，我惊后礼拜讲不完。这个谢蒙子这个子教呢，恍然大悟，理辞啊规阙，就是回去呢那个皇宫了，那个表奏啊诗语，就是用那个奏文奏表啊，向呢那个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啊报告。那么其年9月3日有这里讲谕啊诗曰诗词啊老疾，就是六子说这个年岁大了都有病了为朕啊修道，这个皇帝啊很会说好听话这个朕呢就是皇帝在称他自己。那么国之福田国家的福田。那么失落呢静明这个六祖呢就好像维摩诘居士静明偷己啊披野那个呢维摩诘他也是这个偷己啊说在那个披野呢是一个城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一个地方所在。那么他呢就在那个地方呢示现也一样的在那边说他生病了那请佛派呢那个弟子啊菩萨去探病。那么阐扬大乘那个维摩诘是在阐扬这个大乘佛法，传之佛心谈不二法，就是唯一的不二法，最上乘的。那么歇简传师子受如来之言歇简回来以后有讲说呢这个六祖有告诉他这个如来的知见。那么正积庆积善的余庆示众善根这个皇帝呢对佛法也很这个有心呢研究。那么直师出世呢顿入上乘感和师温鼎在无疑，就是很感激这个六祖，并奉呢摩那呢袈裟及水晶钵这个皇帝送的赐呢少州刺史修饰事宜誓师就义为国文寺焉。把那个六祖住的地方呢皇帝呢赐他一个名称叫国文寺。所以这个也都是蛮这个历史上呢确实都是存在的。剩下有10分钟了我们就给各位问问题，可以有问题吗？刘讲师，好，请说。这边有请写一个问题闭着眼睛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知何故老是有一道泥巴浮现眼前，最近则一片天空浮现眼前。请问这样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吗？一片泥巴，一道泥巴。开始做是一道泥巴浮现眼前，那现在是一片天空浮现眼前。这个你妄想心太浓厚了，做法是可以正确的，就是不要去注意那一些相，你去注意这个篱笆，注意天空就已经是攀岩了，这个攀岩跟万缘放下相违背，所以一定要放下，再放下，看到什么都放下，才叫做万缘放下。这样会做吗？好，还有吗？好，请说。好。第一个问题，佛性是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若是写修正即不应，若是写修正这个字，它这里把它标出来，既不符应
该是不对吧？因为佛性原本很正、清净、具足、不生不灭、不动摇，而且能生万法，不需要修正。因为凡人都不认识自家佛性，所以要修持正悟启发他。只有是心，其性不符合真性佛性，只需要修正。请问佛性不需要修正，对吗？他这个观念应该要把它融会了。佛性本身是染不得，为什么？因为佛性本身没有形象，没有形象你再怎么染，就好像我们要把这个虚空画上彩色怎么画都画不上去所以那个佛性本体是染污染不得。那为什么说修正即不污呢？因为我们呢，既然落入凡尘，有形有相，就是有业。那既然是有业就是佛性已经沾了污垢。那沾了污垢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些污垢去掉。所以修正即不。修正就是修我们的脾气毛病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不合真理的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修的。所以我们也了解说那个习惯性里面佛性里面很多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已经养成是一种习惯性。尤其最不容易修的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众生众缘而生的念头。那我们念头非常多，所以他只要说能够了解到佛性是光明，那起不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了吗？真正的到没有念头那个才真的可以说修复了自己的佛性，恢复光明。所以这我们要了解到，修到越高程度的时候那个修正就越困难。那粗浅的行为那个都容易啦。我们要呢不为非作歹，那个都是很容易。要到呢心里面的做功夫那个起心动念你不要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无明就是造业。既然有念呢，就有业；既然有念呢，就有众生。众生没有度尽自己的众生没有度尽，成不了佛的。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有讲师说修道人是超越现象，请问各种流行病疫苗是否都应该要去打预防针？像SARS、流感、流行感冒、牛皮疫等，该多针都要注射，把这么多死掉的细菌注入身体，何况这些疫苗大多是长期研究验证常年。再说感染也都是有因果关系，所以修道是否该打这种流行病预防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不要钻牛角尖我们修道呢，是越简单越自然是越好。当我们台湾发生那个SARS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许是7天1个礼拜有7个地方要讲课。一出门那个坐车都要写单子只要我们那个车上有一个人他有SARS我们都要闭关，就要关起来。所以或许就写了一大叠准备上车就给司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一方面呢，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的就是自以为是可是一方面我们不用太逃避这一些自然法则，也不要自找麻烦这个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不要说什么都去打，什么都去打，本来没事一打了就有事了。不要自找麻烦。修道越简单越好，越简单呢越接近我们坚定的佛性。不要呢自找麻烦。好，你说。好，重点。讲师，那后面有回去看的有讲师说，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这样。
那最后面有一些这个理想因子吧，那或许因为很少接触到想请教这件事。好，你说。他分别提到有空观、假观、中观。好。那或许是想问说，这个中观是不是这个中道观？啊，对对对。它跟空观有什么差？空观哦，它就是全部都是关照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假观哦，就是我们凡尘的这一些假象现象。所以那个空观叫做真谛，假观叫做俗谛，还俗俗谛。那个中观就是把它综合，真观跟假观把它合起来，我们去处理的。我们也不偏离佛性本体，也不偏离社会现象。我们把佛性本体跟社会现象两个合起来，合起来应对是真正的那个中道，都不偏一边的，不偏两边的。空观真谛，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假观是俗谛全部都是凡尘现象。中观呢，刚好是中道中谛。这样了解吗？还有吗？还有2分半，还有问题吗？我们修道就是要了解到在我们这个现象之下尽量从心地去做功夫。我们的心地很重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一定要记得住万念放下。假如说我们能够呢进入到兴奋之中，连在睡觉做梦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万念放下，万念放下。那个睡梦之中那个呈现的语言也是一样，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已经就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进入潜意识那个做出来的功夫我们会进步得很快，而且只要你做这个功夫，你早上一清醒过来，精神饱满，绝对非常舒服那个很多的疾病都会消失所以会很理想。好，请说。想咨询一下，这个后台工作可以听 MP3，但是我们工作是要专心的做。那听 MP3做分析，那这样好，请说。最理想的时候当然是专一啦。工作的时候专一工作。休息的时候专一休息。然后我们呢听这个真理的时候专心听。不过后来导师发现这个只要我们一开始听真理导师好像催眠很好睡。本来睡不着的一听了就睡着了。假如说做的工作需要专一，你又在听的话，那样呼吸对我们有伤害，没有帮助所以不要做这个事专一就是专一，工作就是工作最容易修。虽然你没有在听，可是你专心在工作，已经就在修道了。这样了吗？好，请说。阿弟。刘老师你好，我刚刚听到你说没有因缘不会起心动念，那这个因缘是业的因缘还是在相的因缘？好，您请说。我们要了解这个起心动念它的那个来源一定是由我们周遭经过的事情已经呢映入我们眼，然后呢耳朵又听到声响，然后呢又心里面以前有经过的事，很多忌讳众缘忌讳在一起，让我们起心动念，是不是众缘积集而现的生相？
众缘积聚，然后产生念头，它不是单一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单一的还好一点，就是呢这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个一定是幻想世界啦。那幻想世界跟我们那个起心动念有一点差别。幻想世界幻想世界浓厚，它容易写文章那我们起心动念，那个是在完成处理事情，所以那个来源的那个角度不同。真有印象了吗？下课。各位点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大家好。不学占到天师德，劳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呢今天讲这个最后一品主妇，这个主妇品就是叮咛交代今天的9月20号，我们去年的9月26号开始上第一堂课，刚好呢，今天是1年，我们1年呢，把这个六祖坛林今天就会最后一品呢讲完，刚好1年。回想呢，1年来各位都非常努力很精进，都能够进入状况，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都能够启发，都能够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努力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有没有这样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我们就开始呢看这个主妇品第10，吃一日呢饭门人六祖有一天就把那个门人徒弟呢法海自成、法达神会自常、自通、自彻、自道、法真、法如跟他们讲说如人呢不同于人说你们跟大家都不一样五昧度后各为一方师，就是一个地方的老师啦，就是领导领导呢一个地方。那么五经呢教儒说法，六祖呢说现在教你们怎么样来这个说法讲说呢这个佛法不失呢本宗，就是禅宗怎么样来修道。那么先呢以3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呢即离两边，就是不要呢住在两边，出没的时候都离开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讲一切法的时候不要离开呢我们的佛性底下呢就讲说夫有人问汝法出于尽双，讲出来呢都是相对，皆起对法来去相因，究竟恶法尽除更无去处。这个来跟去两个就是互相的把它呢对掉，就是去掉，也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恶法呢尽除都除掉两边的除掉两边以后剩下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那么3科法门则这个3科法门就是因戒日，因呢就是五因色受想行识五因五蕴这个五蕴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么路就是12路外6层，色声香味触法，内6门，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个12路就是根路尘，尘路根。我们平常呢假如说是止动的话
是根入尘，我们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进入六尘，那个呢是根入尘。那我们在没有直观意识的时候啊，我们面对的外相，那个叫尘入根入，六入，加起来有内有外，就12入，这样知道意思吗？这个是蛮表面的啦，文字表面入啊12，有六根六尘，尘入根，根入尘。知道意思吗？这个不相应。再想说一次，我们根入尘就是眼睛看到形象，这个眼根已经进入色相，这个叫根入尘。根入尘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耳朵去注听声音，那个耳朵是根，然后呢声音是尘，根入尘。这样的知道意思然后尘入根就是形象，我们没有直观意识，没有去想看什么，可是形象跑进来了，跑到我们眼根来，眼睛看到了，那个叫尘入根，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都是我们在凡尘生活之中应用，不是尘入根就是根入尘，就是有12个。那我们背这12个就是左右，我们被它这个控制然后就这个造了业，都受苦所以我们要透彻认识这个12入。那么六尘这个六根六门呢就是六根，然后六识这是18界。界都是18界，3、6、18，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3、6、18，所以我们呢讲说这个18层地狱18层地狱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造下来的业，然后我们进入18层地狱。那我们呢要避免进入18层地狱就是要认识六根。认识六尘，然后认识六识，3、6、18全部了解，然后我们不被它左右，不被它束缚，然后我们18层地狱就不用去了，这样了解吗？还是不要去的好了要去的话就要去度化众生，这个地狱的众生在受苦，所以容易度化。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是要度化他们不是造了业去受苦的。我们众生呢造了业去地狱受苦，那个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这个18界自信呢能含万法，我们自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包含凡尘的所有一切不管是万象万事都在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之中，所以包含一切万法呢都在我们自性里面所以叫如来藏含藏那我们念藏也可以宝藏，如来宝藏。那么名含藏是含藏的所有的一切漏起这个思量即是呢总是。假如说呢，我们起这个思量，就是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各位先生，假如说是八正道的正思维那可以没关系思索我们怎么样呢行为是正确那不会造业了。可是起心动念大部分呢都是我们自私自利。那么在自心我们起心思心的时候那个都已经呢业因形成，所以我们呢要脱离凡尘最重要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了，念头都没了，我们就不用呢在凡尘这个世界，就是不用在凡尘有形象。所以呢重要就是对那个三科那个五蕴，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不要蕴集蕴酿我们蕴集色受想行识就一定要来
结果我们一定会呈现来完成。那我们都酝酿的都没有的，不允许色受想行识那就不会落入凡尘。对我们了解说，在生活之中我们那个酝酿是很厉害尤其这个年岁差不多了，结婚了以后这个多多少少都会酝酿那个怨埋怨。各位有没有结婚后有没有埋怨？这个是坤道多呢，还是乾道多这个坤道的埋怨多呢，还是乾道的埋怨多？还是两个一样多？都会有埋怨。所以这个怨就是要马上解开了，不要让它加重程度。加重程度会变什么？对了，就是恨。怨就恨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各位有没有产生没有这么理想就可以解决那个怨都可以把它解开。所以怨愤恼怒烦这个都是毒。那我们酝酿假如说在凡尘太浓厚的怨愤恼怒烦，那我们凡尘的时候很多呢都不敢跟我们接近因为一接近了以后哇，那个怨愤恼怒烦整个都呈现所以这一生过去了以后下一生再来会变什么？确实就是毒蛇。我们看到毒蛇怕不怕？很怕所以自己不要酝酿那个怨愤恼怒烦那个在凡尘人家都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下一次我变成毒蛇了所以不要。这个很好用啦。这个当怨愤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不愿意变毒蛇，那个怨愤就会消失了。那个普里有道经就曾经这样说，这个说我下一次绝对不当毒蛇，所以我绝对不怨愤。人家再怎么欺负我都会笑笑的，好不好用？很好用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下一次呢不当毒蛇所以一定不要怨愤恼怒烦。所以我们不要呢这个起思量转世我们了解呢我们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八阿赖耶识它会转成呢我们前面前面的第七识。第四呢就是末那识，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啦。然后潜意识再转给我们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个叫转世转成前面的六个意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从第八的阿赖耶识然后转到第七识的时候，末那识，末那识就是取代的意思比较深的，我们皱起眉头在想的那个都是第七第七的末那识。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转成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叫做无垢，没有污垢了，都是清净。那没有污垢就是已经正佛的果位了。可是我们就不愿意把那个第七转成阿摩罗识，我们都转成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是不是这样？很习惯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转得很习惯，就转成前面的六识。六识都是一直在变化，都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造出很多的业因，然后我们才一直受苦不断，才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真理，说原来呢我阿赖耶识第八的阿赖耶识是我们佛性本体那呢它含藏了善恶种子，所有累世的善恶都含藏在第八识。那第八识呢它呢
落入凡尘以后就转到第七。第七以后很自然就转到前面眼耳鼻舌身意6个，给6个用，所以6个都依赖第七末那。第七的末那依赖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含藏了累世的善恶因果。那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第8世一直酝酿，一直熏习这个佛法所以我们呢这个阿赖耶识之中那个佛因就种的已经很深那成佛只是早晚一定会成就。那假如说我们不这样子去修持那我们都在生昧，都在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做功夫了。那个功夫再怎么做都是生昧修正不成不管我们修了多久，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就。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要这个转世转到前面造业的那个方向去了。那生6世出6门见6尘，如是18界一从自性起用全部都是从我们自性起用。那么自性漏邪不正，邪呢就是不正起18邪，自性呢漏正起18正漏恶用即是众生用善用即佛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有主宰请佛性出来当家，我们用善用佛用。那么用呢有何等有自性有从我们自性里面有这个呢是先把那个3颗稍微的这个讲解。那么底下呢就讲说对法那个相对的方法外境无情的有对没有情事它是石头树木那一些无情的有5对天与地对天地，日与夜对日夜，明与暗对明暗，阴与阳对阴阳，水与火对水火。所以呢这个外境就是无情的有5对，天地日夜明暗阴阳水火这个有5个这个对法。那么此是5对也这个六祖呢详细的讲内容。那么法相的语言有12对法相语言语就是我们讲话以法对有以无对，有色呢以无色对，有相呢以无相对，有漏以无漏对。这个漏各位浅显在我们解说成中文的时候叫做烦恼漏就是烦恼，有漏呢就是有烦恼，无漏呢就是没有烦恼。然后我们在实际那个佛里面有漏就是精神外放无漏呢精神不外放。我们精神外放的时间多呢还是精神不外放的时间多？这个不好意思说了大部分呢我们都是精神外放因为我们精神外放所以就当众生能够回光返照都是成仙做佛所以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回光返照都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我们就不用吃很多营养品那个吃的东西就可以减少。那假如说我们精神都外放要补给很多营养要吃的很多了那个老一辈的就讲说我们这个很会吃的人跟那些龟在啉咖啡，有没有这样讲是比较不雅啦不要好听可是就是这样一直吃一直吃吃不饱那个就是精神的外放。然后我们假如说精神内收回光返照，然后我们消耗的能量
就不多，就会在我们体内淤积呀，我们体内有能量了以后我们了解说那个全身的脉络都会通畅，通畅呢这个身体的毛病就减少，所以呢很有活力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精神不要外放呢，对我们帮助比较大。那么色以空对，动呢以静对，切呢跟浊对，烦以盛对，生以熟对，老以少对，大呢跟小对。那么此事呢，这个12对，就是法相语言有12对，这个六祖呢，教这个弟子那个讲说的那个内容。那么自性起用有19对，长与短对，邪跟正呢对，痴呢跟慧对，愚跟智对，乱跟定呢对，慈悲呢跟毒对，戒跟灰对，直跟曲弯弯曲曲对，实与虚对，闲与平对，那个阴闲跟我们的那个心平相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慈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谦对，这个谦就是我们一仙集怕24个感，不肯布施那个叫谦，谦吝谦贪，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呢与色身对，化身呢与报身对，此事呢这个19对，这个我们自性起用有19对，那么师言六祖就讲，那么此36对法，总共呢全部36对法，若解用，能够了解，能够运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经法都贯穿，就已经都包含在36对里面，出入呢即离两边，我们进出就离开两边，两边呢善恶，所以我们凡夫见恶，就是两边，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呢之性即是实性，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出入的时候就离开两边。那么自性动用，我们用呢这个自性动用，供人这个言语跟人家讲话，外一相的离相，就是外面在形象我们要离开形象，内一空离空，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是要离空。若前着相，我们呢这个住在形象即长邪见，我们的见解都不正确。若前执空执着，那个空呢就是完空，即长无明，就呢增长我们无明。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业都从无明来，所以我们无明要去掉。执空之人执着空的人，有谤经毁谤呢，这个佛经直言一直讲，不用文字，他呢执空了以后就讲说不用文字。那么既然讲不用文字人意不合这个语言，他说不用文字，我们也不要跟他讲话了。这个讲话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我们讲话就是文字的那个发挥作用，文字相。那么又云这个迟到呢不立文字，就讲说这个真道呢不立这个文字。那么即此不立两个字亦是文字，也是一样文字。那么见人所说辩己帮他言着文字，人家讲了就呢说人家呢着在文字，汝等呢悉知六祖跟着一些一方的领导者讲说，你们要知道自迷有可，自己迷昧呢还没有关系只有一个人下地狱了。
那又谤佛经，又呢毁谤佛经，那么使这个听的人呐，他呢也产生对那个佛经啊不恭敬，所以呢不要呢谤经啊，不要毁谤佛经，毁谤佛经的罪过非常大，要进入啊那个无间地狱啊，那个受苦啊没有间断，罪障啊无数，那个罪障呢非常的多，若着相以外啊而作法求真，假如说我们在外面的形象已经着相了，然后再做法求真，或广利啊道场，说有跟无的过患，说有的不对地方，说无的不对方，那么如是之人呢，累劫不可见性啊，就是再怎么久，他都没有办法呢，见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人行佛经，但听呢依法修行，我们就是呢要按照真理，按照呢佛法来修行，又莫呢百物啊不失，而以呢道性啊自爱，所以这个百物不失，道性呢就自爱，我们那个道性啊非常活泼灵柔，所以不是阻塞的，不阻碍的，所以我们百物不失的话呢，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的功能非常奥妙，要用，若听说不修，令人呢反生邪念，假如说人呢什么都不用修的话，那会令人产生不正确的念头，依法修行，按照呢最上乘佛法来修行，各位会了吗？会不会按照最上乘佛法修行？会了怎么修？太好了，就是这样开始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把佛性启发，启发了以后我们呢要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我们就可以产生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可以使我们了了分明，那个真理都透彻，这样呢就正确的那个修道轨道了，不是这个什么都不做的，什么都不做会变什么？不错，会变顽空，所以我们呢这个很进入状况。很理想。这个无自相的法师，就是我们要这个无自相，不要住在邪相，然后呢，要用法师呢来救度众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师才有办法救我们的慧命，灵性慧命那个就是法师才有办法。所以法师救人是无限的，那财师都有限量我们那个用钱财都帮助我们这个现象之中呢，这个改善一点生活而已，没有办法呢让我们脱离苦海。那法师就可以可以让我们脱离苦海，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最上乘的。先把那个内心深处的我相去掉，没有我相，我，各位先贤，我就是谁？不会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怎么不会呢？都没有信心哎呦，要被搞呀，都会这样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先给自己肯定，不是有这个，我们之前讲那个心灵还是信心灵，不是有正信条旨吗？有没有？我们要深深的记在脑海正信相信什么？对，相信自己就是佛条旨呢？就是把我们的佛性
就是率性而为，我们率着自己的佛性来做，让我们那个性都是直心调止啊，把我们的心调止。因为我在凡尘用的心都像那个小龙，弯弯曲曲啊，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我们心有没有直的时候？有啊，什么时候是直的时候？有，不错哦，有。什么时候？有个无去啊，就是我们第一念我们花痴对万象、对万事的第一个念，那个就叫直心只是我们的直心会吃亏，所以很快转念，很快加料，加别的东西进去所以直心就不见了因为直心会吃亏可能各位都有用过直心有吃过亏，所以以后都不用，对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慈心确实在我们生活之中很容易见到，就是那个第一个那个第一义第一个，不要转一转了就不是了一加料就不是了。所以我们都会有说我想看卖，那个想看卖慈心就无去啊啦迄想看卖就无爱吃亏啊啦不爱吃亏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就是要耗掉我们的浩然正气容易用聪明用聪明就不吃亏了啦所以我们了解说直心是很容易见到，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把它培养，所以我们要正信调止那个小龙要怎么让它止对，就是戒力就是不可以转念，不可以加料戒力容不容易？倒是有一点不容易啦黑龙要叫家己去吃亏的较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无住相法师让我们呢都可以脱这个苦海汝等若悟六祖讲说你们都能够领悟的话，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那么依此做，按照这样来说，按照这样来用，按照这样行持，按照这样做即不失本宗对禅宗的修持方法都已经能够把握。若有人问汝欲有人问你真理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有跟无两个一对起来以后，各位先生一相对了以后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蛮正确的因为有跟无一对了以后咱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正确啦讲出来就无正确讲有嘛不对，讲无嘛不对所以都不讲了就已经对了，就已经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了，它是绝对体，没有有也没有无，你有了解不？所以很有意思那么问还以胜对还跟胜相对还落入一边，胜又落入一边不还不胜又是什么对，又不要回答所以这边刚好都不回答最正确了，因为全部没有了没有还也没有胜已经都对掉了该对到拢无去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两边的全部把它去除。说两道相因生中道义，有两道就是两边互相产生，就会有中道的义理出来。如一问一答，一问一一处做，全部都按照这样做，即不失理也，就不离开这个真理。设有人问何名为暗？什么叫做暗？那么回答：明是因暗是言，明末则暗，以明来显暗，以暗来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这个之前我们就有讲，说来去相因就成中道了。这个千年暗示我们不是有讲吗？一灯能破，对不对？那个暗那个暗示说我住在这边已经1000年了，不愿意离开。可是只要你一点灯了以后它暗不离开不行啦。各位浅显，暗去哪里？这个气无去处啦。明从哪里来？对，就是来无来处。所以这样呢，这个来去相因，这样了解了吗？来跟去它互相成一个因来去相因就成中道了。既不是明，也不是暗，不是明不是暗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这样知道了吗？答案都出来所以这边六祖呢跟徒弟们讲的时候我们也就了解到整个答案都呈现。这个明来的时候没有来的地方啦，暗去的时候也没有去的地方啦。既然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它叫做常住，常住不迁，唔免搬啦，唔免搬厝，唔免搬所在。常住不迁是什么？就是佛性啦，对啦，就是我们佛性常住不迁，所以成中道义。那么疑问悉皆如此，汝等以后传法，依此呢，转向教授，勿失宗旨，就是不要呢，失掉呢那个禅宗的那个旨意。那么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元和7月，就是西元713年。现在多少年？210，对不对？这个时候太极元年是713，西元713年，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并令这个处工赶快把它完成。那么次年714年夏末夏天的尾巴落成。那么7月1号呢这个集图这个众曰5至8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夕呢相问，为汝后疑令汝这个迷尽，就是迷昧已经没有了，不迷了，全部都领悟了。若去后无人教汝。这个六祖讲说假如说已经呢一归空了以后无人甲你教，就袂晓所以今嘛有疑问还赶紧问。那么法海等文呢悉皆涕泣这个就是有声叫哭，无声叫泣。各位曾经有哭泣过吗？大概都会有了就是人嘛这个难免都会有这个涕泣这个涕就是流鼻涕咱那咧哭拢会流鼻会不会有？还很感伤这个又流鼻涕呢，又这个哭那么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这样神会怎么样？
留给各位想象空间。诗引六祖就讲说神会小施啊，我们要了解这个受戒，受那个250个戒以后啊，假如说还没有到10年，还未满10年，叫做小施啦，还没有进入真正的那个状况，所以就讲神会小施。这个却得呢善不善等，就是善跟不善两边都平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好不好？毁誉啊，不动，被人家毁谤跟被人家称赞，他都不会动心啦。我们会不会动心？我们保证都会啦。这个毁的话很生气，义的话很高兴，都一定动心。所以我们要学淡泊。这个毁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我又没有知什么这个称赞的时候就想说我又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毁誉啊，都不在意啦，都不要挂在心上。哀乐啊不生，不产生哀乐，两边对待都不产生。那愚者啊不得，剩下的人这一些人啊，他都没有到这个状态。4年山中静修合道，在山中修这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进入状况。这个子啊在念他们。如今啊悲去啊，为忧阿水啊，是咧为什么人这个烦乐？若有无啊，不知去处；无啊，自知去处。就是说，他知道呢，他要去哪里。无若不知去处啊，终不啊欲报于汝。假如说不知道的话，不会事先跟你们讲。汝等悲去啊，盖谓不知呢无去处，就是呢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若知道呢无去处啊，即不合啊，悲气发现。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去也没有来。汝等呢俊重。这个六祖啊跟他们讲说，你们大家都坐好。吾以汝啊说一句，名曰呢真假动静句，就是真假动静。那么汝等呢诵取此句啊，与吾异同，就是呢跟六祖的意啊都相同。依此啊修持，不失宗旨，那个中的修持方法，都正确。那么众生呢咒礼，请师呢咒经，句曰，句语啊就讲，说一切啊无有真，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没有真的啦，一切都是假，所以一假一切假，全部都是假，凡尘都是假。假的我们要不要住下？假的我们要不要烦恼？假的我们要不要动心？我们现在都会说了。真正的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都很要，不是不要了。所以真理啊，真的要熏习让我们很熟悉到呢真正的了解以后，真的一切无有真，全部都是假。金银财宝啊，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带得了多少？竟然1毛钱也带不走。那不要争。这个心肝咧伤爱啦，无要安那生活，所以此话就不好说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凡尘事啊，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啦。所以我们这个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心里面啊尽量都保持啊，那一种那个真空状态，都是呢不在意，得失呢不放在心上。那么不以见于真啊，不要把那个假的就看成是真的。我们凡人都这样的，把凡尘的景象都是看成真的，所以才很烦恼。才处理事情啊，会造了业因。那假如说我们知道都是假的，
假的啊，我们就呢不在意，不会造业因。若见于真者，是见啊，尽非真。假如说我们把假的都看成是真的，那么这一个见解啊，就已经不正确了，全部都是假，全部都不真。若能呢自有真，这个呢就讲到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我们呢自有真啊，只是说没有形象。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没有形象，我们自己都有。可是这个有啊，就是要体会，要领悟啦。各位有没有真？一定要切实的去掌握到真，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了了不明，那个知觉性啊，就是我们呐，本来面目，那个就是真。成佛就是他在成佛，所以一定呢要认识，绝对要认识，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呐，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个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这样了解了没？一定呢要启发那么离假即心真，我们离开呢所有的假，心啊就真了，那个真心啊呈现。所谓即心啊即佛，我们呢全部的假都离开，离开假，然后呢，我们的真心就呈现。那么自心呢不离假，我们自己的心啊，都不离开假象，这导致我们六道轮回很久以来啊的习惯性。都认为啊是真啊，都不离开这个假，都把假当真，无真呢何处真？没有啦，那个假都是假，不会变真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看，看现象啊，一直变化，变化到后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不见了啦。不是到后来都不见了吗？所有万象啊，到后来都不见了。或者都讲啊，我们这个盖的房子啊，那个钢筋水泥啊，很坚固啊，可是它的寿命才100年啊，100年以后呢，危楼不能住，危险的，要拆掉，对不对？是不是又不见了？所以都不见了。凡落入现象。不管是长，不管是短，它一定都会不见，都会消失啦。这样了解吗？唯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形象，不会消失，没有形象，永远都在。这样了解吗？因为它没有形象啦，所以不会毁坏，都永远都在。我们就是要培养永远都在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一培养出来了，我们证悟了，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啊，我们都可以到达。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的宝佛世界，那个北方我们倒是比较少去说它的名称啦。所以呢，一切啊，都呢这个是假的，不要把它当成真。有情呢，即解动。有情啊，就是有情事啊。我们众生呢，都是有情。众缘积聚而现得生相，众生。连那个所有啊动物啊，它也都是有情。那么有情呢，就解动。了解呢，到这个动态啊，所有一切呢，我们都了解。那么无情啊，即不动。这个无情啊，像那个石头，像那个树，这一些呢都无情。无情就不动了。若修不动行啊，我们修这个不动行，同无情不动。假如说咱咧坐禅坐到拢点点袂叮当六祖就讲，迄甲石头甲树啊拢同款。
肉密啊真不动。假如说我们要找到呢真正的不动真的如如不动，然后呢动上啊有不动，我们这个动的身体上面呢有一个不动的是谁呀？对，就是佛性我们动上有不动，那个呢如如不动呢就是我们佛性非常的奥妙的圆满不动是不动呢，无情啊无佛种假如说石头跟树木啊它呢无情就没有佛的那个种子。善能分别相于第一义啊不动就是善能分别相啊就是了了分明我们能够呢了了分明，可是呢在第一义啊不动究竟了义啊第一义我们在第一义的时候呢不动，如如不动呢就是第一义究竟了义这个呢我们要努力呀我们开始时候啊先了解佛性本体慢慢的进入啊法性的那个深处就可以到达第一义究竟了义啊可以到达。但作如此见啊即是啊真如用我们这样来这个行持就是真如啊已经呢呈现作用。报之学道人这个呢报告所有要学道的人，努力啊悉用意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来修持就是要用意啊要用我们那个立志向的那个志向。各位有没有立志向啊？立什么志向？成佛那很好就是要立志向要成佛跟六祖一样，唯求做佛不求一物要再立的话都要度化众生要呢度化众生，使众生都成佛那个就很重要莫以大圣门切止生死志不要在大圣这个佛法的这一个修持里面执着我们生死的智慧所以我们了解生死就是生灭在生灭生灭的智慧里面用心是用错心所以我们呢不要呢这个执着生死，而且呢我们启发了佛性以后已经呢离开呢这个四大所有风土，离开我们这个身相已经呢跟虚空合在一起，叫做真空妙有已经呢真空妙有，身体这个生死就不关佛性的事所以身体没关系还给天地所有风土，那我们就已经呢超越了就已经呢走入整个宇宙虚空，跟虚空合成一体了。若言下相应其共论佛意。假如说这个讲能够呢相应这个相应知道了因为或许花姐说为什么各位这个下午2点到4点就是午休午睡的时间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大家都不会打瞌睡？就是因为我很会问各位就想说我不知道又要问什么所以就专心的在听我要问什么对不对所以都没爱困不过或许不是有鼓励这个你想打瞌睡的时候尽量享受，因为打瞌睡不会做梦，打瞌睡不会起心动念，是不是进入朦胧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见到佛佛会呈现给你看所以你就尽量享受我们了解说这个呢相应的言下呢相应，就跟他讲佛意就是他也很有心追求那这样呢相益得彰，能够呢大家互相勉励。若实不相应伊就想直直要赚钱拢要着重完成事你跟他讲他都听不来何长令欢喜，
就是不要说了，因为你在说他会诽谤，那诽谤佛经罪过重。然后我们不要这个我不杀佛人佛人为我而死啊，所以不要害他造罪，就不讲了，合掌令欢喜，所以各位姐姐那个合掌很有意思的，或者都一直讲过我们这个右手做的事左手做的事都是凡尘事，你一合掌了凡尘事没办法做了，他都把凡尘事放到背后。然后一合掌了，都把良心掏出来，所以合掌就有背尘和觉，凡尘放到背后，觉性拿出来，各位有没有那个感觉？双手一合掌了，是不是表示把心掏出来？所以那个很善很那个善的动作。我们呈现的是很善的动作他假如不听的，我们合掌令欢喜。那么此中呢本无争这个呢禅宗呢没有那个争论，争呢即失道义争的话呢就失掉了那个道义执逆争法门，自信呢入生死。假如说拢无爱听真理的话，一直要甲伊争到尾赢。那个这个修真唔捌输啦修输唔捌赢，都一直要争我们一般人都会有那一个执那个执拗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一种现象。那么十徒众呢闻说记忆普皆咒理，并体思义各个摄心。所以这个摄心是蛮重要收摄我们那个心让它能够专一。那么依法修行更不敢争，乃至呢大师不久注释。那么华海上座呢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复何人？所以这个各位姐姐，这个问的人这个为什么问？这个就是他想要继承因为他是大弟子想要这个继承，所以呢就问六祖说这个入灭了以后这个依法要付给谁？师曰，六祖就讲说武夷大梵世说法以至于今超入流行。所以我们这一本这个六祖坛经就是华海他所写的啦是六祖交代他做他本来是想要去接受依法依钵跟佛法，结果六祖交代他你抄入六祖坛经这个呢目曰华宝坛经就是这个六祖坛经。那么汝等守护地相这个传授就是要把这一些所讲的这一些佛法都要呢这个地相传授，度之呢情深要度所有的众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按照这样呢都叫正法。那么今为汝等说法，不护其一就是呢为大家呢说这个上乘佛法，今呢那个衣钵已经不再传了。该为汝等呢信根成熟，就是信根都已经够了成熟了，绝对无以堪任大事信根成熟，这个蛮重要的。各位信根成熟了没有？可能还怀疑说，可能也未啥写得快。要了解到这个要相信自己本身呢就是如来信根呢一定要成熟。然继先祖达摩大师呢复授呢其义一不合传，就是达摩有交代据曰吾本来之土传法究迷情
就是达摩到我们中土来呢，要救我们这东土的众生，一法开5业啊，结果呢，自然成，就是已经呢度了有5位。那么师父又子呢又讲，知善知识啊，汝等各个尽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呢种子啊，那个种子，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很不容易达到了，就是那个华严，华严就是种子啊，佛的智慧，这个种子须达呢一相三昧，一显三昧，要达到呢一相，一相三昧，三昧呢就是正遍，然后一相，就是万象都变成一相。那一相，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不是有讲过吗？万象都变一相啊！一相是什么？又是佛相。一相就是无相了，一相就是无相，没有形象，万象呢都变成一相，一相呢就是无相，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就进入正殿，一相三昧，然后一显三昧，就是纯一直心啊，全部啊都是一直心一显，正殿三昧。若于一切处啊，而不住相，以彼相中呢不生真爱啊，亦无取舍，不念利益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是一种状态叫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成一直心，不动道场，那个如如不动，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所以一相跟一行，若人具二三昧，假如人已经具备这2个，这个一相三昧跟一行三昧，2个三昧，如地有种，好像地我们有那个种子种下去了，含藏长养，成熟其实就可以有那个果实呈现。一相一行呢，亦复如是。我今呢说法犹如时雨，好像那个刚好缺少雨水的时候就呢下雨了。这个普润呢大地。那么汝等佛性必知种子，亦知呢三暇，须皆呢发生。那么成5持者皆获菩提，按照6指这一种宗旨一定呢可以得到菩提。依5行者定证妙果，一定呢可以证悟那个佛的果位妙果。那么听5句曰6指呢又讲句语，心力含诸种，普于须皆猛，顿悟华情矣菩提果自成。所以按照呢我们正确的修持方法，一定呢可以成就。那么师说偈语曰：其法无二，这个法没有2个，只有1个，就是呢都要我们成佛。那么其心亦然，心也没有2个，只有1个，是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那么其道呢清净亦无知相，这个道清净，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这个凡尘的所有现象都是假象。真正呢我们佛性那个是没有形象。汝等慎悟观境即空其心，不要观境，以及呢不要空其心。此心本净，我们的心本来就切净，本来就没有沾惹污垢，无可取舍。我们这个要取取不得，要舍也舍不得，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所以历史呢要这个大家呢都各自努力。那么尔时徒众呢这个作礼而退。那么大师7月8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呢事礼周己，就是传叫他们呢
赶快整理那个船。那么大众呢哀留圣先诗曰：知佛出现由是涅槃。这个佛一出现呢，一定呢会这个显示这个涅槃有来必去有来都去，理义常然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无此行海贵必有手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悔。什么时阵会当够转来？六祖就讲叶肉呢归根，来时无恐。叶肉归根，它来的时候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话，就是不会讲话了每个在讲那么又问曰：正华掩藏传复何人？六就讲：有道则得，无心则通。有道就得，然后呢无心就通。然后我们要了解那个无心的心就是凡尘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个3、6、18全部都不用呢心就没有了无心就通了就可以通了解意思吗？我们都一再解释那个无心就是真心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无心则通。那么又问后末有难佛这个以后有没有那灾难？六祖呢就讲五灭后5、6年，当有一人来取无手已经呢这个灭后死掉以后5、6年，有一个人要来给我斩我的头壳所以这个六祖呢能够事先知道那么天武记曰这个六祖就讲说头上呢养亲口里西餐，那一个要来取我的头的人就是呢他的家里面有父母亲要养就是嘴巴要吃饭他就是为了钱，所以呢才要来取那个六祖的头就是受人家的那个利用提钱请伊来斩六祖的头斩去不是要侮辱，原来要去斩去供养了解意思吗？怎么好像都很惊讶？他要取头也是要拿去供养啦，所以那个心导致我们想一想不知道什么心讲这个人斩头回来要拜很奇怪所以义满之难那一个来斩他头的人他的名字就是满，有一个满那么杨柳为官，那个时候地方官呢一个姓杨一个姓柳就是在办这一件事。那么又云六祖又讲武器70年有2个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宣化建立五宗就是建立的修持方面禅宗法门地气伽蓝就是建造寺庙啦那个地气伽蓝就是用起寺庙啦起那个咱咧修道的这款寺庙昌隆法持就是把这个修持的方法要把它呢推广所以我们呢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有参差讲永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有讲这个耳根圆通，然后有讲那个传心法要，然后有讲信心明，有讲心明，这个呢都是在那一个时期那个修持的那个风气很盛。那我们借着那个很盛的那个修持的那个时机来讲说这一些修持法门，对我们帮助会比较大另外呢这个来说的话
比较支离破碎啦，没有那么专注，所以我们就在六祖坛经刚好那个很兴盛的修道时期呀，来说，这样比较适合，所以才会讲的这么久，有1年之久，那么问曰：谓之呢，从上呢，佛祖应现以来啊，这个传授几代，燕垂啊开示，那师引六祖呢就讲说古佛应世啊已无数量，古佛应世啊已经呢，这个太多了，不可计。那么今以七佛为始啦，过去呀，庄严觉，我们了解过去啊叫庄严觉，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夫佛。那么现在叫做玄觉，各位浅显，以前那个庄严觉啊有1000位佛，这个是讲已经是后面的那个3位啦。那现在玄觉一样有1000位佛。那现在到我们弥勒祖师才第5位啦，后边还足济有还995位啊，很久。然后我们这个玄觉一过去以后啊，还有一个叫星宿觉，天上的那个星宿，天宿啊，星宿觉一样有1000位佛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时间没完没了，足久的，非常的久。那么玄觉积流生佛，基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文佛，那我们现在弥勒祖师，弥勒祖师这边没有记载，这个呢视为7佛。那么释迦文佛所传摩诃呢，迦摄尊者，那个就是这个我们了解，前面那个佛是长天盘，那后面的佛，后面的这个尊者他是长道盘，这个西方呢28代，东方前18代，后东方18代，所以我们整个长道盘就是有64位这个祖师长道盘，刚好呢无极生太极，生2仪，然后生4相，然后呢生8卦，相中相凑864，到我们佛老师就是最末后第64，第64代长道盘，所以我们老师才讲说末后一早，要我们徒弟帮老师办理末后一早，有没有？从我们老师以后，那个就没有再传道了，那个都是教化劝善，所以以后没有了。到老师最后，说在后面再接那个都是骗人的啦，在书里面没有，无迄个65个啦，64上已经上圆满结尾所以佫讲佫落去迄拢咧骗人的，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个有这个秉承的，真正的可以这个考据的，从那个迦摄第1代，阿难第2，第3呢桑那和修，第4优婆耆多，第5呢提多迦尊者，第6呢密遮迦尊者，第7波西密多尊者，第8呢佛陀难提真者，第9佛陀呢密多真者，第10利真者，11呼那呢夜奢真者，12明大士，13呢迦毗摩罗尊者，14龙氏大叔，15迦那提波真者，16罗诃罗多尊者，17僧伽难提真者，18伽耶舍多真者，19鸠摩罗多真者，20舍耶多真者，21婆修盘陀尊者，22
摩奴罗尊者23，何罗勒尊者24，狮子尊者25，波瑟斯多尊者26，布鲁密多尊者27，波罗多罗尊者28，菩提达摩尊者29，慧可大师30，生灿大师31，道信大师32，弘忍大师慧能师为33。他把那个后东方到第6组呢，他把它加起来就呢加到33。那么从上呢知足各有秉承如等向后地代流传物令物。所以这个掌道盘都有那个可以考据的不是呢我们凡人称的就算那个是我们上天指派的。那么大师先天2年癸丑岁8月吃3日，以国温氏呢斋白，谓之徒众曰：汝等各一未奏，无以汝别。那么华海白猿和尚呢留和教化，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六祖呢就讲说：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是众生即是佛性；若不是众生呢，万劫密佛难逢。所以这个各位先生六祖讲这个话呢，导致我们一般比较少研究了。说呢，若是众生即是佛性。所以这边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落入凡尘就是因为起心动念才落入凡尘有形象，然后借着天地的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我们知道所有风土是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佛性是没有形象，佛性没有形象，然后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那现在我们落入凡尘，就刚好两个汇合，没有形象的佛性进入没有知觉性的所有风土所以所有风土便有知觉性，然后没有形象佛性竟然我们可以看到视听联动，这样了解吗？所以六祖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若是众生即是这个佛性，这样了解了吗？因为我们是众缘际际而现的生相，叫众生。那若是我们认识众生，认识的是众缘而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观察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各位有印象吗？所以我们见到衍生，见到因缘相继而生，已经见到衍生，就是已经见到法，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佛。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因缘际会而现的这个身上，我们只要不落入偏重于现象，不偏重所有风土，不偏重呢我们身体那个感官的那个接受程度我们全部呢都把它放在不生不灭的佛性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修正就已经呢到达世间相常住了。各位先生这样听懂或许会说听懂才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蛮深的程度若见衍生见到因缘际会，然后产生形象。等于我们见到衍生是没有形象，只是我们看到它的那个变化情形。看到变化情形一样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见到这一些衍生都没有形象，
那个是见到法，啊，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佛，啊，见到佛啊，即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形象，真正的见到如来。安尼听有无？像唔敢应。这个是详细说哦，所以这个啊，释迦牟尼佛讲过哦，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没有形象，真的见到如来。安尼捌无？这个详细说了哈，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真理就是这样子哦，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生灭，没有对待哦，没有形象，已经真实的见你如来。那假如说我们有所见，哇，看到哦，那幅叫庄严的，那个叫邪见，因为它是生灭，它不会常住的。伊互你看的就无去啊，对无？是不是全无去啊？啊，无去，迄是不是生灭？啊，生灭我们要不要追求？就是不要追求生灭。那我们真正的见到自己如来，就是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哦，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真实的见你如来。好不奥妙？所以我们追求心理心法很值得的。这个晚上睡觉都会偷笑的。一定都是这样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若是众生啊，即是佛性。众缘寂寂而生呢，就是已经知道了。见到啊眼生，见到佛性。若不是众生，假如说不认识，那万劫呀，这个见佛难逢。就满掉，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呐，不管几生几世都找不到了找不到佛。那么五经呢，教儒啊是自心的众生六祖呢就讲说呢，要呢教呢这个所有弟子啊认识啊自心的众生，见啊自心的佛性看到我们自心的佛性，那么欲求见佛啊，但是众生。我们要见佛，就是认识众生，只为啊众生迷佛。我们众生迷昧了，我们本身就是佛啦。现在各位清醒了没？都清醒了，所以已经呢不是迷佛了。那么非是啊佛迷众生。我们要了解不是呢佛迷众生，自信啊落悟。我们自信领悟了众生佛，领悟了众生啊都是佛，所以只要我们领悟了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就已经是佛了。一定要肯定啦，唔通去怀疑，敢是那敢是咱拢无去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就是佛。自信若迷啊，佛是众生。我们自性一迷昧了，那个佛就变成众生啦。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都唔知影那个就变成众生。那自性平等众生呢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自性啊都是平等，不管身份地位自性都是平等。身份地位啊有千差万别，可是佛性啊全部呢都是平等。所以我们了解啊，自性平等的众生呢是佛，自性呢学显，佛呢是众生，汝等心若呢悬曲。我们众生呢那个心啊弯弯曲曲呀，都是呢叫悬曲，即佛在呢众生中，一念平直啊，就是呢我们把那个直心呈现出来，即是众生成佛。那么我心呢自有佛，是佛是真佛。所以我们的心啊
就是佛。那自己的佛就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啊，何次啊求真佛？我们自己假如说没有那个佛心的话，那么要到哪个地方呢去求真佛？就是求不到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就是了。汝等自心佛，更莫呢无疑啊。就是绝对不要怀疑。我们这个上了1年这个时间来了，慢慢累积对我们自己那个自心就是佛产生了信心，然后慢慢坚固，有没有这样啊？对，所以一定呢要在这个自心上建立，本身呢就已经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外面没有，全部呢都是我们的真心。皆是呢本心这个心生万种法，是我们的本心生出万种法。故经云心生呢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心一生了以后种种法都产生，心灭呢种种法都灭。凡人的善恶所有一切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五经这个留一记遗如的北名呢自性真佛记。后代之人呢视此句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所以呢这个又留这个句语句曰真如自性是真佛。所以我们这个真如自性真如我们那个如是我那个如真如，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所以真如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真如自性就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网。三毒是什么？对，就是贪嗔痴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啦。那我们就是要离开这个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没有贪嗔痴没有邪见，有邪见三毒是魔网。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做魔网。邪迷之时魔在色。邪迷的时候那个魔在我们的身体那个色就是房子啦。我们灵性自在身体就像自在房子一样。所以呢邪迷的时候魔在色。正见之时佛在堂。我们正见的时候那个佛就在我们天堂。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保持这个正见。各位浅显，正见是什么？又很不好用这个简单的语言把它呢这个描绘出来。这个正知正见正知就是三际心不可得。正见就是不执着一，不执着义。义一个田在一个共，那个义不执着一都是这个样子。不一然后义。三际心不可得，导致印象比较深刻了，有没有？这个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我们呢把那个三心都能够这个去掉。去掉三心三世就不摄受。三世不摄受呢，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呢，这个三心是害我们最厉害的。尤其年岁大了都会生活在过去的那一些情景之中那个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起心动念。所以会把世的那一些那个缘因缘都汇合，然后我们遭遇会很坎坷。所以要了解到年岁一大了以后最忌讳就是不要做回忆过去的事。
因为我们这个可能会去跟呢这个年岁大的那老人家这个聊聊天呐，然后我们都会听到那个倒带，有没有？因为每一次听都一样，都会倒带给我们听啊，所以那个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情景之中，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遭遇啊就不会很理想，会把那个以往累世的一些造的那一些业拉来，然后我们接受果报，所以我们年岁大了就要学习应先谦呐，会晓做。会晓做应先谦无？规工拢无代志安尼，好不好啊？规工拢无代志，读课嘛拢无代志，应先谦，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三心不能有，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正见之时佛在堂，这个佛呢就在我们天堂。那么性中呢，邪见三毒生，我们性中性问之中有邪见，不正确的见解，那个贪嗔痴呢，三毒就产生，即是呢，魔王来注射，就是魔王已经到身体里面来了。正见呢，自除三毒心，我们有这个正见自己会除掉那个贪嗔痴。那个呢，我们佛性里面没有没有贪嗔痴，魔变成佛这个真无假，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贪嗔痴的时候那个魔就变成佛了，就呢真无假，法身报身即化身，三身呢本来是一身，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三身本来就是一身，肉相呢性中能自见即是呢成佛菩提因，我们像呢这个性中自己来见到，见到法身、报身、化身，都能够见到，就是呢成佛菩提因法身呢就是我们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报身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化身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行使出来的那个呢，都是化身，就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像自己的那个性分之中呢，来自己见到，本从化身呢生净性，我们呢从化身，然后呢产生清净的佛性，净性呢常在化身中，我们那个清净的佛性呢，就常在呢我们的化身之中。就在我们行为啦，所以我们的行为都是利益众生，那个呢都是清净的佛性所呈现。那么性使化身呢行正道，我们的性呢使我们的这个化身能够呢行正道，当来呢圆满真无穷，我们呢就一定会证悟。隐性呢本是净性因。那个隐性，我们要了解那个隐，我们会走路那个隐的现象，那个呢就走入那个黑暗。那假如说我们走入那个性，隐性呢跟佛性它是一样的，相是不同，性是一样，这样知道意思吗？那个产生的那个因素我们要了解到，一住相的才会有那一种喜欢男女做爱的事啦，就是走入相。那你走入性，走入佛性以后它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是一体，没有相对待，没有男，没有女，所以要求在我们性分之中求男女相是不可得。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啊，是男的也是女的，对不对？哎，所以它不是固定啊。哎，啊，我们为什么会走路啊？哎，那一种男女做爱的现象，这就是住相，住在形象，然后心呐，就是已经邪见，不正确啦。那假如说我们一走路啊，佛性之中，佛性是没有对待，没有男女相，所以没有做爱的事，所以也没有那个淫，那个事情发生，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隐性呢，本是啊静性因，一般呢我们比较这个没有这个去研究也比较这个不敢去开口去问。那么持淫呢，即是啊静性身，我们持掉呢那个淫现象啊，就是静性身，我们呢清净啊这个佛身，性中呢各自啊离五欲。我们性中要离开那个五欲，这个五欲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感官眼耳鼻舌身对的色声香味触，眼对色，耳对声，鼻对嗅，然后呢身对触，嘴巴呢，各位同学，我们嘴巴对什么？不是有情味吗？就是喜欢吃啊，我们喜欢吃什么啊？可能我们这个在场的都已经亲口了，所以不会贪那个口味。现在因为整个这个环城社会啊，那个炸鸡排非常这个流行，所以一吃了以后那个胖得不得了，而且都讲那个外国啊把那个生长激素都呢这个打入那个所有我们那个吃的炸鸡排里面，然后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啊，在身体里面一直生长所以就非常胖，一个人差不多变2个人的分量。南部好像比较少看到那么胖的北部非常多，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跟我们生活环境呢是有关系呀，那生活习惯性蛮难去改变的，所以我们呢性中啊各自啊离五欲，就是离开我们那个感官眼耳鼻舌身的刺激啦，所以或者都讲说这个男士们一赚钱了以后就会这个去找那个回分泌的花粉味道，花粉味道就是那个化妆品嘛，对不对？那什么人在用化妆品？都是坤道们所以或者都讲说那个晚上要洗掉啊，要睡觉的时候要洗掉那个又蛮贵的，拿来磨一磨晚上又要洗掉，很浪费不要磨又不要洗那个最好磨一磨就是要诱惑男士们就是要怪啦所以我们呢这个性中啊各自离五欲，离开这个感官的刺激见性呢刹那即是真我们见性见到佛性，刹那之间就已经呢是真今生呢若遇顿教门今生我们遇到那个顿教这个呼吁自性见是真我们已经呢能够遇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已经见到我们世界最珍贵的，世界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佛啦我们自身就是佛啦所以本身就是世真。
不敢承认了。想一想说，哦，四肢起释迦牟尼佛哦，我们都会这样想哦。可是哦，是我们自己哦，见到自性啊，就见到世界最珍贵的哦，就是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若意啊，修行哦，密咒佛，我们要修行密咒佛哦，不知何次啊，泥求真哦，不知道呢，要从哪个地方哦去求真。若能呢，哦，心中呢自见真，我们心中啊自己见到真。哦，有真呢，即是啊成佛因，所以我们那个哦，一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成佛的因，哦，很重要。哦，不见自性啊，外觅佛。假如说我们不见自己的自性啊，到外面啊去找佛，起心总是啊，哦，大师人，哦，假如说起这个念啊，那个真的是够笨的啦，哦，一定呢找不到佛，外面没有佛啦，哦，顿教法门啊，今已流。哦，六祖呢就讲说，这个顿教法门啊，现在已经留下来了，可以让我们很快啊就成就救度世人啊悉自修。我们呢这个救度世人，然后呢我们领悟了，一定呢要自修。道如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啊，大悠悠。假如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悠悠就是蹉跎岁月。蹉跎岁月知道吗？就是浪费光阴呐。一天过一天，啊，真紧一世人就过去啊。过去死啦，搁轮回，轮回过来嘛，搁戆，搁拢袂晓。所以大悠悠啊，蹉跎岁月。那么师说寄语啊，告曰：汝等好主啊，妩媚度后，莫做事情呢，悲泣呀，语泪。受人呢刁问，身着校服，挥舞弟子，那样呢就不是六祖的弟子。那么亦非正法，但是是本心，尽是本心，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智无往，恐汝等心迷呀，不会无益。今在呢主汝。定灵交代，令汝见切，这个呢，令所有这一些这个领导一方的都能够见清。妩媚度后啊，依此修行，如吾在路，按照这样来修的话，好像呢，我还在呢，这凡尘，若为五教，假如说违背了我所说的这一些教法。纵在世啊，亦无有益。违背了我的教法，纵然我还在凡尘，那也没有利益呀。所以这个呢，告知所有这个一方的领导者啊，就是要记取那个想说的内容。那复说句曰：物不修善。那个物就是如不动。就是我们已经呢进入佛性。如如不动的那一种状态，然后也不着重在功德所以不修善，然后腾腾呢不造恶，那个腾腾呢，就是呢自在无为，自在无为的那一种状态也不会呢去造的不好的事情，积极断见闻，那个就是清净无为，到达那个呢，起灭的那个状态，断掉所有的见闻，就是我们从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一些把它呢断除，因为那一些都是生灭的。然后荡荡呢，心无着，这个坦荡就是很宽广，心也很宽阔，不着于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六祖一直都希望所有的这一些领导者都能够很正确的这个教导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脱离苦海成佛。那么师说句六祖呢讲这个句语完了以后，端坐呢是三经甲三经。忽谓门人曰：
五行雨，就是要走了阴然呢这个圈化，于是异香满室整个呢这个房间里面都很香那个香味很香，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群兽呢哀鸣这个天地之间呢都有那一种那个瑞相呈现。11月呢广招新山郡官僚，聚门人生熟，争赢争生末节所知大家拢咧修正呢要爱这个赢那个六祖去供奉唔知要为叨位来这个焚香导曰香烟子处失手归烟看迄个香要为叨一个香气就六祖要归迄个方向。那么10香烟呢直贯的潮汐还是呢叶落归根等于潮汐。11月呢13日千神龛呢并手传衣钵而回次年7月25日出龛，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门人欲念呢其手之际遂先以铁叶7步，先用迄个眼片为阿嬷棍甲围的搁用迄油擦的固护施劲入塔，先甲伊的迄个阿嬷棍人要来甲站头互伊站袂着，站袂长然后忽然呢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3路呢13到3天呢这个白光加闪去。那么少周作文讽刺立碑祭祀道行这个皇帝的势力呢这个碑文纪念那六子的那个修持那个方法。那么诗六子春秋呢76岁年24传医24岁的时候就接受那个五祖的那个衣钵。39岁呢制法，39岁的时候才把头发理光收发立身呢37载就是讲经说法有37年得主持法者43人就是一方的领导者这一些有43个，悟道呢超凡者莫知其数，就是领悟这个道能够超凡能够入圣就不知道它数目有多少，就是非常多啦因为呢这个六祖他是这个很这个平常化就是很亲切的在教导所有众生的修持方法。那么达摩所传的信医中呢皇帝是呢摩那宝钵及方便受施真相这个并道具等就是跟那一些要给人这个朝拜的子榻师者师之就是保管子榻侍者去保管呢这一些东西，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呢这个坛经以显宗旨。那么此间呢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我们很会这个安排时间刚好呢还剩下有12分钟呢要给各位提问我们刚好把六祖坛经讲完。各位先生有问题要问吗？把握还剩下12分钟而已好，请说。刘总你好。好。我想问那个99页那个六祖他归空之后，然后他说他是归空70年后有2个菩萨所以那时候就是说六祖到七祖，我们那时候七祖就是法律产跟那个马祖道就是双师嘛也是单师嘛那时候不是双师
他说的出家跟在家应该不是指那个一般的那个在家居士，应该是白羽玉产或者去大陆哦，他说他是道家的，所以他是不是到时候就是以道家跟佛家共好，因为有遇到那个白族的那个后面有一些道长，这个是不是正确？哦，因为那个六祖哦，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寓言，寓言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有时候跟这个现实的现象，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吻合的，只是说，它预测说，在那么长的时间以后啊，他会把这个修道的方法传遍我们整个神州，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大陆，所以在那一个时期啊，是我们在六祖以后，一直到西元这个1000年，那个期间啊，是我们那个禅宗最兴盛。那因为我们从中国的禅宗那个修持的那个内容啊，跟那个印度的那个又不一样，它是以佛性本体为主要的，可是那个印度的那个禅那个修禅啊，它是以那精神为其主要，所以那个方向也不一样。那我们了解说从那个714年六祖归空，那一直到西元11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那个禅宗很兴盛，而且那个互相之间都会鼓励所以这个它重点是在把那个修道的那个方法呢传遍我们整个中国，就是昌隆法师啊。那重点不在于说哪一个人，而是说在他可以把建造那个寺庙，他把那个修持的方法传遍我们整个中国。所以在西元大概100年以后啊，我们才慢慢的这个修持的那个内容又产生变化，就比较着重在那个理论不着重在实际的实修。可是在西元1000年之前都是很实际在修，那个呢修持都是很这个注重那个实际。所以这边它预言只是说以后会很兴盛，这个修持法门会很兴盛。还有吗？还有9分钟。好，请说。来问说，请问山腰水怪和广梁邪魔所有习气，他们也要用到文本吗？如果不必，他们又如何走转人生？那个魑魅魍魉跟那个山妖水怪，它是接受日夜精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要很长的时间都是要几千年几万年，它才会形成形象。所以形成形象以后它本来我们要了解，它本来就是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在。可是它形成了形象以后因为那个时间久，时间久了以后，它会模仿我们人类所以魑魅魍魉它本身并没有那个佛性本体，是它就是很像我们那个小孩子那一种顽皮性，很喜欢跟我们人类玩游戏所以我们就会这个受到那个魑魅魍魉假如说没有行善，佛性又没有光明，它会受到危害，受到魑魅魍魉危害。那假如说我们佛性是有光明是有行善，那魑魅魍魉会保护了各位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没有佛性在？魑魅魍魉有没有佛性在？他为什么会保护善良的人？为什么会欺负为恶的人？
所以这个就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了。因为这个历代所有研究这一些山妖水怪、魑魅魍魉，他都没有把它这个定案，没有把它固定化，说它是有还是没有。就像那个那个申公说法，顽石点头我们就是了解到他在讲那个一忏体一忏体就是没有善根啦。那各位请写一忏体有没有佛性？就是那个申公他就一直坚持说有，可是他所有师兄弟他就讲没有，他没有他又一直讲的话，师兄弟都不听他不听的话这一个他就去讲给石头听石头拢白白去讲我石头听然后讲到那个激动的时候就质问那个石头到底有没有？你说，那个叫申公说法，顽石点头，就说有。那佛也曾经讲过了，说那个一忏体他没有善根，可是他进入地狱的时候他会后悔，后悔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后悔的心就会产生善根，然后去地狱受苦完了要出来，出来的时候一样是后悔，说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受苦？他一样后悔所以那个出来的时候也产生善根所以那个佛性就是从那个地方呈现，从那个进地狱跟出地狱的时候它就呈现佛性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一般讲一忏体是没有没有佛性的，可是你讲到究竟的时候它还会产生，只是经过的时间很长，很久，很长久的时间才会变化那山妖水怪跟魑魅魍魉它也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一样变化所以我们就没有固定它是有活性的还是没有。还有没有？还有5分钟。好。有现在问说，未来大欢喜，弘正9品，母子团圆的心灵不同这个心灵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是这个是比较特殊。稀泥可能呢就是有一个人的那个名字看起来呢像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鼓励我们修正鼓励我们修正呢，我们了解说现在上天大开普度我们现在得到是先得而后修先得到以后然后才来修持，不像以往说先修而后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敢保证各位都可以修正而且也我们在大开普度的时候我们在求道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保我们万八逍遥，只有万八那我们要了解到万八呢只是一个圆会里面的一会是我们一圆呢有12会一会有10800年。那我们了解说这个10800年太短了啦在我们那个真理的那个佛性来讲，它是刹那，很快就过去了啦。在现象来讲是很久，可是在真理来讲它是刹那。那我们就是借着上天大开普度，然后呢我们佛老师讲道坛又把我们玄关又打开了
就是已经可以成仙做佛。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就是努力的修正，把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正到本位，就成佛。把那个万八已经超越。各位这样知道意思吗？我们假如说有求道，可是我们没有努力修，没有证悟自己的本性，那我们只有逍遥10800年。那10800年以后还是按照我们所造的业又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很多有求道没有修那个叫种子不昧，它佛性的种子不昧。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个缘会过去又有下一个缘会，那下一个缘会一样开天辟地隐会生人的时候谁要还尘来？就是我们有求道没有修的，是一些种子不昧的一样又到还尘来。然后我们到还尘来一样又经过6万年的那个轮回。那轮回了以后我们又遇到上天大概普渡，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又遇到你都跌了又没有修正回去像那个南极老先生说自我成道以来都已经看到7次的分顿，那我们1次也没看到所以各位就要努力我们到南极老仙翁的身边，然后我们看第1次有没有那个愿望。这个就要靠自己努力了啦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到本位。好，超过时间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会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要讲这个《道德经》我们六祖坛经在3个礼拜已经这个讲完了。那我们已经把整个讲完了以后又寄很多DVD、CD， 还有 MP3 已经也做好了。那先我们有寄200套，是准备给崔老讲师送给外国道亲那我们再慢1个礼拜下个礼拜再拿。假如说有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 MP3。那4片现在把它缩成4片之前已经有做10片了本来在做出来是第5片，可是我们把它调整了以后就是浓缩成4片，1片等于 CD 22片所以拿4片就等于拿80几片了那个假如说有那个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回去听那个很理想。然后我们就鼓励就是当传家宝假如说要想修道，想成佛，想了解真理是等于整套六祖坛经从头到尾，还有在那个时期一些禅宗那个修持方法我们也都有讲所以鼓励各位拿自己收藏或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好蛮多了那个我们后面已经蛮多看我们这边这个意愿高的话我们一直做下来。假如说我们放着都不拿的话我们就不做，手拢会嫩去。各位先贤，那个手上有本那个佛学的讲义那个老子大德经，那个是在5年前，在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讲也没有讲义那佛学就想说把所有一些各家注解
都拿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因为假如说是按照讲义来讲的话，那是最理想，因为慢慢那个是慢慢想，慢慢去集思广益会比较圆满。可是呢，一般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看讲的人就按照那个书来讲，按照讲义讲的话大家会想说，那我带回去看就好了，不用在那么老远的地方跑到这边来听。所以呢就不用讲义讲。可是各位要了解的更透彻的话就是把那个讲义稍微做个参考，所以就带回去放在家里。不用再带来了啦，这个我们这边是比较节俭啦，说家里已经有就不用再拿，可是后学都是鼓励都拿，为什么？亲朋好友来了我们可以送给他了。假如说只有一本的话各位姐姐要不要送？那很为难的送出去就无去嘞自己要看的无无送出去好像又情上说不过去所以呢是两难所以有多的话多多益善就是推广真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想看的时候没有资料是会那个很遗憾的啦。那想看又有这个资料可以看那就会很这个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或许就鼓励大家都拿回去那我们这边呢旁边也还有，那准备再印200本所以都不会缺啦不会缺那个讲义资料不会缺。各位之前有看过《道德经》吗？有，那还不错嘞我们都有事先这个研究过这个我们了解说那个老子呢是生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571，然后再加2010。这样就是他呢到现在的年岁。然后孔老夫子是出生在西元前551年，到今年刚好2560。孔老夫子到现在2560。然后释迦牟尼佛生在西元前544年，比孔老夫子晚7年。那孔老夫子比老子又晚20年，差20年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他们的背景。那老子在差6祖有1200年，所以1200年以后6祖才出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时间真的差得蛮长有1200年。那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得天独厚了那个历代这一些圣贤都把那个重要的都留存下来尤其这个老子是最早。然后我们有看那个感应篇各位有看过感应篇吗？也是有都还很不错。那个老子就讲说，你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祸福都没有门我们自己招来的，自己自作呢，然后自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善恶的因果都是定理。那呢讲很重要的就是世道呢则进归道而退这2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符合真理的，跟真理相合世道则进我们就努力去行持。那非道呢则退假如说跟真理不相合，不管是什么人说了，我们都不要听跟真理不相应的话我们呢就不要去做。那我们呢这个了解说呢这个
老子啊，这个在周灵王的时候啊，曾经呢当个首长史，首长史呢就等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在管那个图书馆，所以他看的就等于所有的那个著作啊，都送到那个图书馆去啊，他呢能够看到很多的各个的思想。那个不一样的那一些思想，他都能够看到，能够研究。然后到呢这个看到整个这个社会不很理想的时候啊，他就想退隐。那么退隐呢，这个西吃函谷关的时候啊，被那个官令允许留下来，然后作书，就是道德5000年，我们才有这个道德5000年才可以研究。那个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呢那个考古学家也把那个那个5000年也挖出来了，就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确实有这个道德5000年。那我们一般呢就是从这个道德5000年来探讨老子的思想。那老子呢他非常崇尚那个无为。就是发挥我们淳朴的本性，他不崇尚有为不像呢那个孔老夫子就是要把整个大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呈现。老子呢他是超俗，超过凡俗，凡尘的一切能这个众生能不能够做到呢？他倒比较呢。没有那么这个考虑在内，只把那个原理讲出来。那孔老夫子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够把那个大道能够呢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儒家应运，而我们念的书都是儒家的这一些这个观点。可是我们现在念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现在儒家应运那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那一些那个观点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融入生活？就是大学的那个3纲领8条目，各位知道吗？会不会？3纲领是什么？对，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明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然后亲民呢，就是把它整个呈现，就是呢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把它呢呈现出来。然后呢，止于至善。就到达最完美的那个境界。所以他的那个8条目我们了解说，真正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就在8条目里面。我们呢从那个后面第一个呢就是格物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那个格物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个实际在生活之中，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能够格持物欲，我们心中就是清清净净，心中不要有事，心中不要有物，就是格物。所以这个格物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格物把物全部都格了心就清净。然后心清净就回到我们佛性回来所以那个格物然后就自知，就使我们的良知良能整个呈现。所以那个自知不是我们落入后天身体去学的，而是从我们佛性发挥在格物以后它就会呈现自知，让我们知道呢真理都会感到心安。格物致知，然后呢，知道已经呢是真理了，我们就会仁义
意啊就非常的诚，跟天地一样。然后诚意以后啊，心就正，心正以后啊，身就修，身修以后啊，家就齐，家齐以后啊，国就治，国治以后天下太平，很理想的啦。按照儒家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格物啊，就致知，那个知啊，就绝对是正知正见啦。致知以后啊，我们的意啊，就很诚，就天地之间啊，整个那个诚啊，都呈现出来。诚意了以后啊，心就正，没有偏，也没有邪，心一正了以后啊，身啊，就修，修身这是很重要的啦。所以我们修身呢，就是要从格物着手。身修了以后啊，家就齐。家人啊都看到了，我们在行持啊非常的正确，家齐呢，这国治啊就平天下。这个儒家思想它也是蛮重要了，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可以把整个很理想的状态都表现出来，这个呢是儒家思想。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开始研究那个《道德经》呐，那我们了解这个老子所讲的那个道啊，因为它是非常的那个超然，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解之前呢，稍微有一点这个了解各位以前呢研究《道德经》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入手的？是看注解还是看原文？看原文看原文要了解说比较理想，因为有注解了以后啊，很容易会被注解把我们牵引给咱看。然后我们看原文我们会先自己去思索那个老子他讲出来的原来的意思先思索以后，然后我们呢再来看注解。因为或许这个前不久到书店去买那个老子的书啊，可是竟然会看不下去因为他已经呢在写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跟老子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那看不落去各位有这种情形吗？没有没有那倒好了。为什么？没有那个成见，自己都没有成见，就不会说看不下去了。因为或许有成见的，所以就看不下去。或许在想说我们真的是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还真的还不容易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个搁着。不过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有一种择善固执，选择那个善，然后固执呢在善这个方面，择善固执，然后呢这个相对下来，就会嫉恶如仇，对不对？不同意所以或许是发现了自己有那一种倾向，会择善固执，又会嫉恶如仇，所以这个也是要改，因为这样的话会有分别心，很大的分别心。那众生呢都是很可怜他为什么会恶？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道真理才会呈现不好的一面。那我们是应该要去救他不应该呢落井下石
对不对？可是，在我们遇到真正现象的时候，各位贤贤，容不容易去做？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要先降服自己的内心内心先降服了以后，然后才思索是用什么方法来这个救度他，帮助他。那我们众生就是要了解到，一定要自助才会人助，才会天助。咱自己得爱自强不息，咱别再懈怠。我们只要一懈怠了以后什么人都救不了了。所以自己呢就是要精进的要努力。那我们呢就直接契入本文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那个道就是道的本体道。我们呢就是可以拿那个小本的来看就比较容易这个找到那个标题道可道非常道。可以手上都有吗？都看到了吗？看到第一个道就是讲道的本体。道的本体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头脑来这个思索，不能用我们嘴巴来议论，所以很超越超越所有的现象，超越所有凡尘的事情，所以道是一个很不容易解说。那可道第二个道那个可道就是可以讲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说。那可以说的话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就是会变化。所以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大概1/10吧9%都不相应可以讲的可以说的都一定会变化。怎么说呢？都随我们人在说。可以说的就不是道的本来了，就不是它的本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道的本体是很难去说很难讲的。老子也不能说这个不能讲就不讲，他是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去领悟体会领悟体会那个才是重要。所以他把那个另外一面就是可道非常道把它讲出来。那常道的就不可道了，就是不能讲那个真正的道体就是不能讲一落入可以讲的，那已经就是不是道的本体了是呢已经是它的作用，道的作用。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所有修正者呢也都讲，我们佛老师也讲说道本无言非言不显假如说没有用语言的话，这个道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然后呢言无以达，言呢讲得不明的话道没有办法呈现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我们佛老师呢就有这样讲过。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要能够把整个轮廓呈现让我们都能够体会能够知道能够确实进入那个才是我们的这个追求的正确的方向。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讲说道本无言，道也没有语言，就是不可以道不可道不可说。可是呢也是一样道一定也要借着语言来说了它因言而入道本无言非言不显然后因言而入，因为我们讲的然后可以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呢是一些说的语言。所以说的语言呢它是像是文字像
语言相，都是形象。然后呢，我们都不住相，然后就可以进入呢到我们那个不可以讲的那个道的本体。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的本体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我们有研究过这个六祖坛经呢，再来研究道德经的话，它有互相融通的地方就很容易领悟。容易领悟的话，我们容易进入状况。一进入状况了以后对我们帮助就很大。所以呢，这个道可道就非常道，这样了解吗？这个不回应是不了解呢，还是不苟同？那接下来的那个名可名非常名那个名我们要了解这个道本无名，道没有名称那个道是勉强而说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老姐一直讲说这个勉强来讲叫做道用道来比喻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知道那个道的那个写的方法我们中国的文字真的是含义很深这个道开始不是有2点嘛2撇，那个就是一阴一阳那2点就是一阴一阳，然后一横一阳那个一就是呢道德那个代表字我们要了解说知得一万事毕，有听过吗？有。知道这个一万物都毕业了一呢就是道了一阴一阳，然后呢就是一，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底下就是一个自己自己的身上加起来一阴一阳在一横在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手手的是头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头是最重要，然后呢再加一个走马边最重要的是要去实行实践这个道的那个文字那个学法就已经把这个整个都呈现出来就一阴一阳然后呢知得一阳万事毕，在自己身上就是呢像我们的头一样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一定呢要实现要去做要实行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呢就是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名可名那个名无名之名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没有名称了有名称可以名了，那个就非常名就不是永远不在的名称。所以我们知道呢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有一个名称都有名，可是呢都是变化在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名字各位浅显，我们前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下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所以这一生的名字就暂时给我们这一生用了那个可名就非常名，不是常名不是永远都这个名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道的本身并不能够用这个文字来讲，这样了解意思吗？又把那个反面那个很殊胜的那一面又表现出来所以老子说名可名呢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无这个无就是无极无就是没有啦没有到极点就生有，对不对？无极然后生太极，太极呢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生八卦相中相凑8864，整个天地形成
天地数。那我们了解这个无天地的开始啊是无没有所以无叫做呢天地之始天地的开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六祖坛的时候有讲过说天地之所以会有，就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我们一念妄动啊，就是起心动念，然后才形成天地，才有天地啊。假如说我们不一念妄动的话，就没有天地整个天地啊，在我们如来藏，在性分之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朦胧的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正位啊，就是在佛位的时候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就是已经业力啊业因形成，然后呢就这个转念的就现象了。那现象以后啊，那个还是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还在原始状态，在无的当中，全部都没有。然后呢，因为有一念妄动的那个因素在，所以才形成我们天地开始。天地一开始了以后有天地了，然后呢就有万物，有万物以后就有众生。有众生以后就有业果，就是我们造了业要接受果报，就是这样世界众生跟业果三个就绵延不绝，就一直连续了。因为我们落入凡尘虽然是只有一念妄动，可是我们到凡尘来各位浅显，这个是不是只有一念妄动？是不是已经妄念了10000的念不止还不止10000念本来是只有切大概这个不多啦，大概签这个凡尘大概1毛钱而已啦我们是想来还啦还清了以后没有业障就又恢复本位了。可是我们到凡尘来这个是有还1块钱1毛钱有还可是后来这个为了生活我们就越欠就越多了每一生每一世这个还一点点欠了很多，还一点点欠了很多，就这样欠到后来都不知道是已经欠了多少。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在我们性分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业力？已经没办法去了解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体会。假如说呢，我们这个业力是不多或者是没有，那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快乐的，如在天堂一样。非常快乐，都没有那个苦的那个果报会找上我们身体来。那假如说我们遇到我们的遭遇是很坎坷是要劳劳碌碌是呢很多事情，那就是我们造了蛮多的业它已经呈现了在我们眼前。各位浅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业多不多？这个真的是要考虑考虑它到底是多少因为都还不很了解，你是到底多少我是做多少都还不很清醒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凡尘我们呢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们在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是在造业所以这样就没完没了了我们要了解到，一定呢遭遇一定有因，我们的遭遇那个是果报，那果报一定有因那我们就是要去去推测那个原因，说我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果报为什么会有一定的有原因在
好，那我们把原因找出来，找出原因以后啊，我们把它呢，消除，就是让原因消失掉。各位浅显，我们造业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一直在讲吗？起心动念啊，是念头，我们的念头啊，就是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训练，训练自己呀，就是不起心动念，会不会？很不容易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很快啊，不管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那个心念马上就起，很快就起念了。所以念就是业，各位要把它记得牢牢的，念就是业，念头就是业，念头愈多业愈多，没有念了就没有业。无业，就免受苦。所以我们了解本来呀，我们都是用先仙呐，但是咱拢用袂掉。这个上天呢要给我们很空闲的过生活，可是我们好像都不愿意。各位愿不愿意呀？那个很空闲的生活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们都在那个觉，在我们觉性之中，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无啊，是天地的开始，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啊。那我们要回到原来，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是一样，要从没有念头着手。全部念头都没有，才可以回到本位啊！我们都是佛，一回到佛的本位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那个整个就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南赡部洲呢可以住嘛，那个北济泸州、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咱都无法度去，然后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的宝方世界，我们也都没有去啊，对不对？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我们回归本位了以后，都可以，只要我们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到无量的佛世界，那个那个身都非常的高了。我们以现在娑婆世界的身体来看那个东方琉璃世界那个身体我们会这个吓死，因为太高了我们会讲说比德哥还广。各位有看过德哥吗？就是我们晒衣服的那个那个竹竿它是非常的那个高，因为整个那个环境都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可想象。那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在宇宙之间是一个非常小的行星一粒细细的地球那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宽广很大了。那进入那个佛世界进入宇宙的这一些这个虚空里面我们会了解说原来竟然是无量无边佛世界无量无边那我们呢就是要使我们心胸开阔宽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我们呢一般都会那个心胸呢太这个狭隘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天地的开始是从无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行动念，然后才形成有天地。那这个天地我们也了解说一直是在循环往复一直呢在这个轮转之中一元有12会
一会啊有10800年，各位都知道嘛，129600年就是一个元会啊。那这个元会一过去啊，又有下一个元会，那我们前面也很多元会啊，后面也有很多元会，所以没有止境，没有停止的时阵，所以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推测说，弥勒祖啊什么时候下生？不是有钱人说56亿万年嘛，对不对？那时候啊，我们人的寿命是84000岁啊，因为那个《阿含经》呢有记载说，弥勒祖师下生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众生的寿命啊是84000岁。各位浅显，84000岁是什么情形？我们现在才100岁，所以在84000岁里面啊，这个一撇都没有，那我们各位浅显，假如说现在的寿命啊，是84000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都不可想象的，对不对？所以《阿含经》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啊，因为人类最善良，都已经呢把整个我们那个佛性呢呈现，所以有84000岁的寿命。那我们现在因为人心有的很坏，所以越来就越少，甚至呢会到往后我们人类的寿命只有10岁了，可以想象吗？10岁那样嘞，才准备出世，才要来到凡世间搬烂尔都死啊！因为众生的心就是太恶，太恶呢，地生长的东西啊，都有毒，虽然也可以养生，可是吃进去啊。也会害身，所以寿命都不长。女孩子竟然出生5个月就嫁人了，5个月就嫁人。那我们84000岁的时候啊，那个女孩子500岁才出嫁。那我们现在想说，500岁才出嫁，不是老姑婆啊嘛？又都是不可想象啊！我们了解说，我们不知的那些天地啊是很多那我们呢，因为落入凡尘的时间太短，我们用呢追求呢不一样的那个目标，没有朝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追求，所以就越偏离呀偏离这个正道。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个生生死死啊，就是很正常的那个现象。因为呢都会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不追求这个根源本来。越不追求本来根源，我们就越偏离正道。所作所为就越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在讲说无啊，叫做天地的开始，天地开始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我们佛性就是像虚空一样，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虚空没有形象可是什么形象要在虚空呈现虚空都不会拒绝。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也是没有形象，可是呢，所有的万象万事啊，都从佛性呈现，佛性也不会拒绝。佛性会不会拒绝？都不会拒绝都让它呈现。可是我们现在就会变成认为说万象万事的呈现跟我佛性没有关系，都会这样认为那我们了解说，在真理里面不是这样。都是我们如来藏，都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呢，整个无那个天地都还没有天地都在我们的性门之中
所以那个无叫做呢天地的开始，然后有叫做万物的母亲，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了，就像我们起心动念有了各位浅显，起心动念看得到吗？自己知道吗？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自己知道啊，有就是已经有了，有念有，那个有就是万物的母亲，万物啊就是从有来，没有啊是天地的开始，有呢就已经呢会衍生一切问题，一切事啊都从有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有叫做呢万物之母，所以底下呢所以那个故啊就是所以常无那个常住的无啊我们呢要来观其妙，无就是呢观照我们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没有，我们要观照啊佛性本体的妙常无是常住的无来观呢这个妙，然后呢常有常住的有，这个常住的有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它是常有的，功能作用是常在的，永远都在所以常有，然后呢欲以观其巧，巧呢就是巧就是刚好那个巧妙，所以我们了解呢常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来观其那个刚好的那个地方，这个呢比较这个深色了，我们就是了解到老祖在这个第一章开始呢观妙章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佛性本体啊非常的奥妙奥妙到我们不知不觉都不知道它的那个整个轮廓跟整个功能作用全部呢都是没有去探讨去了解所以呢这个老祖就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常无来观妙，常有呢来观巧。那么此两者啊，这两者呢就是有跟无啊这个常有跟常无这个两者同出啊，它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根源出来我们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就是能够了了分明没有形象啊就是无，了了分明就是有，它这个无跟有啊它是同时出来同出，那同出呢而异名啊就是名不一样没有形象不能说有，已经有体悟不能说没有所以一定呢名称呢不同可是这个呢常无跟常有啊它是同时出来的同出然后而异名，然后同谓之玄就是呢无也很玄有也很玄，都是很玄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第一章呢它是很高的一个程度它把那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那个常住的无跟常住的有全部呢都把它描绘都呢不是呢一边的，我们落入一边的那个不是它是有跟无合在一起有这个有切实的那个佛性本体在有，可是没有形象无所以有跟无它同时存在，同时出来可是出来以后名称不同，这样了解意思吗？会感到很深吗？是要我们来知道我们那个佛性的整个那个轮廓，以及呢整个天地宇宙万象
来源，它的本源根源，我们呢都是要了解。就是啊，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这个常有常无啊，就是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讲佛性本体，对我们来讲比较亲切啊。那我们讲说是天地的万象，天地万事啊，好像会觉得说，跟我没关系，感觉上啊，会这样觉得说，比较离我远一点。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它是呢，同时存在，同一个啊，同一个体，然后呢讲不同的角度而已，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同词异名，同谓之玄，一样呢，有也玄，无呢也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奥妙，都是从常有跟常无，这样出来的，众妙之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进入啊众妙之门，它出来，我们呢进去，我们进去啊这个众妙之门，各位有一点印象了吗？有。这个众妙之门啊，有没有一点印象？这个有跟无在凡尘啊是很明显，有形有相，跟没有形象，我们身上呢就可以体会，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我们身体有形象，它呢现在啊无啊跟有合在一起，让我们在凡尘生活。那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是谁在做这个当家主张？谁在当家？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是谁在当家？谁在发号施令？很有意思我们了解说呢，那个常无跟常有，既然就是我们整个的本体了。那我们现在呢，呈现在凡尘，已经从众妙之门出来以后啊，我们有没有让这个呈现呢众妙的那一个那个主宰者啊来当家？我们都会被这个凡尘的景象这个吸引，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感官啊有的感官呢，跟这个凡尘的景象啊就已经汇合，然后汇合了以后啊。各位先生，是不是产生很多的我们那个处理的方式？因为我们在阐释的时候啊，并没有固定说它会变成怎么样，只是说那个原理状态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应用会比较理想？所以呢，讲那个根源，从根源，然后出来了以后，我们有万象万事，在我们周遭围绕。那我们在处理万象万事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有这个主宰者？要不要有？要。一定呢要有一个主宰者。那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的主宰者已经呢怎么样？就是已经不是从那个常有常无啊，那个同出，不是这样，不是呢他来主宰，而是呢变成了我们有那个常无就不管它了，就已经进入常有，常有以后啊，在身上呈现的又是我们的那个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我们呢，就是加强眼耳鼻舌身意的它的那个前病，我们都把它加强。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已经呢，没有按照那个真理的那个方式来处理生活。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一种不符合真理的状态之下，
已经偏离正道。它偏离正道以后啊，自然所有一切都形成我们的业因。造业啊，那个原因啊已经呈现。那造业的原因呈现了，我们就要接受果报。当我们呢去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迷惑的时候啊，各位浅显，我们迷惑的时候，在接下来的行为会不会理想？一定就不理想了。就会越来越偏了。所以我们是要了解，我们从那个同出。有跟无啊，常无常有，那个同出由它呢来主宰，来当家。所以呢，或者就讲说呢，我们鼓励我们的佛性主人出来当家，不要让我们的六根呢当家。因为六根当家呢，都会不知不觉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受了苦迷惑。迷惑呢又造业，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越受苦啊，就会越严重。那假如说我们了解了，从根源着手，是从常有常无的本体，然后来主宰。这个时候啊，跟真理跟道相符合，那整个都相符合的时候啊，各位浅显会不会造业？不会。绝对就不会造业了。所以不会造业就跟我们那个在本位时候那个状态是一样。所以虽然呢我们是这个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落入凡尘的当下，我们又马上回到本体。回到本体的时候守住本体，常无跟常有在一起。没有另外被造化引诱，没有造化引诱我们没有起心动念，又回到本体回来了。所以我们虽然说已经有三河大地，已经有我们身体，可是呢，毕竟还在真体之中。就整个全部呈现的都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呢那个住在佛的本位。这样各位浅显听得懂吗？是比较有一点比较讲的原理啦，原始状态就是我们怎么样落入凡尘，在凡尘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呢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原来来的地方，那整个已经呢都回到原来来的地方，就已经就是已经证悟。已经成就。那证悟成就以后我们又可以度化所有众生因为我们看一看这个社会现象，离我们现在讲的有多远？差得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象所追求的，可以都是物质的生活啦。就追求物质的那个快乐那个感官的那个享受，大部分呢都是这样追求。那以这样的追求的那一种目标我们就可以讲就一直在造业我们看是一直在造业，可是他们本身呢会怎么看？他会认为是很正常的。在凡尘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生活，会很正常。所以那个映射出来的问题就是会遭遇很多的一些不如意那不如意在他看来那个变成也是一种家常便饭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那以我们这个探讨心理心法来说，会说呢这样不行，这样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越来会离道越远。那离道越远呢，我们受苦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各位姐，我们生活在台湾是不是很富裕？虽然说有的还
就比较呢过得辛苦一点。可是比起非洲啊，怎么样？好太多了，对不对？假如说我们是生长在非洲，一出生以后啊，要这个挣扎3餐啊，就已经够我们费心费力的啦，就吃不饱啊，没办法，那吃都吃不饱了，还有办法修道吗？就会把它抛开了，对不对？全部呢都不去施手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种这么好、这么殊胜的环境之下，一定呢，要尽量的，朝这个，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努力前进，而且又不是很困难。各位浅显，修道很困难吗？很容易，对不对？或许都曾经做比喻啊，说假如说已经有喝酒、有抽烟，然后要他戒烟戒酒，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啊，困难。有的这个戒烟越戒他就抽得越大。那个戒酒也是一样。后来我啉较少，结果愈啉愈多，都会这个样子啊。那假如说他本身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你叫他戒烟戒酒，各位浅显容不容易？容易。非常容易，对不对？那修道也就这样了。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感染凡尘的污垢，尘垢都没有，那我们修起来非常简单，很容易的。那假如说我们已经感染得很厉害，各位浅显修起来简不简单？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像我们南部这个天气这么热，我们那个晒衣服不用什么用脑筋不用，你皮也就打打收收，对不对？可是或许在基隆不洗就洗，所以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个小小的房间那个浴室内底然后放那个除湿机顶头用竹篙，然后拢三角摕入去吊吊的门甲关起来，除湿机甲开，创啥？去吹好大，来甲除湿。你看咱遮拢唔用心嘛，打扫，我伫遐我都爱安尼好，安尼用到遮济功夫，佫都爱电力要钱呢，对不对？佫都爱过来点钟伊才会收。所以我也在想，这个难跟易我们这边就很容易，我那边就很困难。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困难跟容易都是我们主观意识您认为它容易，就很容易。我甲厨师5-6点钟有收，甲咱家拢同款，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不要怕难，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可以达到。那修道也是一样的。假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那一些习惯我们要知道，那个要除掉那干那买命，听懂吗？那买命听，真要命，对，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当我们的那个习性我们平常都让这个感官去当家嘛，它就养成习惯性。那习惯性养成了以后我们要改变真的很困难。所以各位假如说这个有那个不好的习惯性要改掉，要事先跟他这个妥协啦。所以那个台北的道经就讲，说早上起床，晚上要睡觉，然后跟6根讲话，说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你这个不是主人，你当家太久了，你应该要退位了，你让
这个主人出来当家，这样早晚跟他讲，讲到后来他那个习性习惯性就不那么刚强，有用真的有用，所以或许就讲说你看今天那个报纸登啊，说那个百货公司啊，不是什么庆嘛吓死人了，一天3亿啊收入啊，大家时间都唔免谈啊，你就有啊，拢用印的家己印的摕去用，吓死人。所以我们了解到为什么那个样子，谁在当家？你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啊，谁在当家？就是眼睛在当家。嘿吼，我就抢不要了。真的是，就是眼睛当家。像我们一修道了以后，你要告诉自己，家里呀已经够用了。这个穿的已经你看现在谁在补衣服啊？都是好好的就丢掉了，好好的弄单衣裳了，都是没有补衣服的，所以就不用那么努力去买，我们都穿不完的，一生之中都可以穿得够了，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那个另外都不用追求，尤其最好的生意最好就是化妆品。那化妆品或许是最反对，为什么？你晚上睡觉要洗掉嘞，那个又那么贵，磨一磨把它洗掉，好可惜哦，对不对？所以各位听课以后你要化妆的时候，你无就咧想讲，这都要洗掉咧，洗假了咧，就不会想要了，这个数年啊，你洗好前去就上水，不用化妆，所以那个一化妆以后，各位先生，化妆了以后，我们看一看变成什么？不好说假如说他画得太浓了我们会说山妖水怪，像不像？那个都很贵了嘞，竟然把它画在脸上，然后再洗掉。或谁都讲，我们年岁大了大概你拢感官不一样。你看欧丽桑、欧巴桑吃老面拢感官，所以唔免化妆了。不用，拢多余的。我们把那个时间化妆的时间拿来研究心理心法。拿来呢做万年放下，一年不生，来跟自己的佛性打交道，最理想的那个化妆的时间各位先生久不久？真的是很久了或许是看人在化妆，那个花个1-2个小时是小事。对不对？化妆的时候1-2个小时是小事，我们来研究心理心法，1-2个小时是大事，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了解整个人生整个过程，整个怎么样状态，不是更理想吗？对不对？像我们这样这个1年这样一路走过来理不理想？我们从那个朦胧全部不知道的状态之下，然后走到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更深入深入呢到原始状态，真的摸到我们根源，可以回到我们佛的本位你看多么好，是要培养我们那个正确的相信自己就是佛，这样的话那个外来的
那个幽冥鬼魂呐，魑魅魍魉，他就不会捉弄我们，就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身来了。你哪一个心神都不定那个最喜欢那个幽冥鬼魂呐，那个魑魅魍魉，看你心不定，紧甲你问入来，等你啥就害拢互伊咧做主啦。你家己拢互伊拍去贪我你就没有办法主宰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心头爱了定，家己都是佛，自己就是佛了。一定也要切实告诉自己，本身就是佛，外面没有。很亲切的，很实在的，把那个整个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很笃定的把它呢这个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以后这个身体还给天地所有红土就还给天地已经没关系了。不像我们社会人士没有启发佛性的时候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两眼一闭的时候各位浅浅知道什么状况吗？两眼一闭那个没有路可以走嘞。我们睁开眼睛是不是可以走路嘛？这两眼一闭以后会行在走，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家属就会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那个就是他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现在我们修道了以后，知道呢原来我们的性分，我们的真心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是这么宽广，而且又如如不动这么殊胜。那我们都不认识不知道，我们日用呢都不知现在呢研究知道说原来只要我启发佛性了以后，我佛性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虚空呢就不是完空，而是真空。然后妙有有没有形象整个都是我的真心佛性。这个时候身体就可以还给天地没关系。那没有启发的时候这个空就是完空，完空是空中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社会人士是不是把这个空当成完空？对不对？空中什么都没有没有启发佛性空中什么都没有就是完所以他就很重视他的身体，生死就很在意所以我们那个台湾俚语死了以后叫做过身贵心这个身没有了，转换一个身假如说我们还有行善那还有人的身不错了。那假如说作恶那就变成畜生道了你变成畜生了。那我们可以去想象，变成畜生了以后他知不知道真理？纵然是最灵敏的猫，他知不知道他的佛性？都已经都不知不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做得不好，一转到畜生道那个就要很久很苦的时间去煎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尘的因果定理，绝对不可以那个去贪人家的钱财或者都讲一只鸡几百块，200刚好要修，不是300了嘛，上100了。所以你看我们给人家倒个10万块，要出生几世的鸡来还要几生几世，不要说几生几世，我们光一世的鸡是不是已经全部都脑袋瓜空空了一恢复人的身体的时候什么理都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我们现在可以主宰有身体自己有能力
可以努力修，可以使自己的佛性啊，尽量的向外延伸，很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啊都是真心佛性，跟老祖讲的无天地的开始，没有天地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进入啊，真正的到那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可以进入，进入呢到那个无，然后呢要显象，要山河大地啊，我们又可以有常有，所以常无跟常有就在我们呢自己啊现分里面，它同时啊出来，奥不奥妙？很奥妙哈。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呢，我们那个佛性呢，它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呀，所以我们平常在经典里面看，他就讲虚空无相，不拒绝呀诸相发挥。虚空是讲佛性的，佛性啊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山河大地啊，所有万象都从我们的佛性呢发挥出来，它佛性都不会拒绝，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性呢这个修养真好，像我们现在六根当家，佛性它也没抗议，有没有抗议？是不是修养很好？只要你要当家六根要当家，佛性就退位了，它就退到你见不到的地方，因为它出来你会讨厌。你正在用六根的时候啊，它出来干涉，说唔好啦，违背良心啦，你卖管，你卖吵，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没有遇到这个现象啊，拍谁啊？有啦，都有拄到，都会经过。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有形有相啊，毕竟比较引诱，那个诱惑力比较大。那个无形无相那个佛性啊，它出来建立的时候啊，那真的力道都很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感到心不安的时候啊，那个事情啊绝对不要做，那个不合真理。你感到心安你就呢放心去做，因为那个符合真理。所以我们那个良知良能啊，都时时刻刻会呈现的。各位有没有啊？良心在不在啊？不是一个已经那个过世了，一个还没出生。我们都会找借口啊，说这个良心一个已经过世了，一个还没出生，刚好中间空档，它都可以为非作歹，所以我们都很会找借口，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因果定理啊，自受还是要自受。自己要去接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行持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不能违背真理，然后我们都符合，跟真理相符合，帮助众生，又呢不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我们会接受福报啊；不记在心上会进入我们现分，生值得本，种植我们的德本。那个德本一够以后啊，你的领悟、你的修持就会很通顺。那假如说我们障碍很多各位贤贤，我们经典拿起来看这个眼睛就很生涩，就一直想睡觉。有没有这个现象？那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在主啊，在给我们阻碍了，卖垮了。因为你看了以后你去研究啊，他这个债就不好讨了，你全部都是在还成的话，他总会遇到你，这个债一定会讨得到的，所以他就会阻挡，所以很多人都这样，一翻开经典就很想睡觉，这个把经典合起来，精神来了。
所以就很明显的那个业力啊，在拉扯。那我们在凡尘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造业，造业一定要去接受果报，所以在造的时候啊，千千万万不要不造业。要修持呢，就在起心动念，念就是业，起心动念啊，这个又造业了，又不要。只要我们保持那个觉啊，那个念头一定很快的减少，不然我们会很多念头，念头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也不用去跟它敌对，因为它是功能作用嘛，我们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了。它要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要了了分明。你起什么念？各位先贤知道自己的念头内容吗？知道啊。那很理想呢，因为都知道就可以去阻挡它，就可以把它呢这个消除掉。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一念接一念。一直延续延续呢不断。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在生活之中呢，全部都保持那个觉性都在，都是觉，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没有无明。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的无明时间是比较长，那个明觉的时间是比较短。那我们有修道有研究它会慢慢改变。本来那个不觉的时间很长，现在那个不觉的时间缩短了，然后觉的时间延长了。各位有没有努力呀？有空闲的时候记得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缘什么缘不管你想什么都是缘，都把它放下。不管什么好坏，全部放下。全部都放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最觉、最灵敏的时候。只要呢我们培养如朴3年，绝对有功效呈现。那个时候般若妙智慧就会有了。有般若妙智慧有时候我们在应对那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轻重缓急会分得很清楚，然后会应付得很圆满。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按那些你哪怎样？你找不到原因那个就是般若般若妙智慧。它那个是从佛性本体发挥，不是从我们落入佛天有身体以后去学的。学不会有般若这是佛性本体才会有。所以一定呢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做万念放下很舒服尤其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一做了就睡着了。各位有没有做这个万念放下睡觉的时候马上睡着了？明天早上醒过来很舒服，对不对？那个头脑很清醒。那假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明天起来的时候那个头很痛。各位有没有把它试验看看？有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自己本身有试验过那个知道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在那个噪音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一做了会怎么样已经知道它的结果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这个样子噪音的时候就知道结果。那我们哪敢去造恶因就绝对不敢，对不对？所以因果是定理绝对的。那我们呢就是要勉励自己自己努力所以这个观妙章呢这个老子讲最殊胜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它同时出来不同的名称很玄玄之又玄，
非常的奥妙，很深远，很奥妙。我们呢就是要去追求，要去了解。我们追求了解以后我们可以进入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一进入以后就等于进入整个天地啦。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我们只要进入我们佛性就进入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所以呢，或者就跟各位勉励。然后我们呢，这个接着讲这个第2章观角，观角章。天下呢皆知美之为美，所以呢这一篇呢，这个我们了解说天下皆知，就是呢大家都知道，美之为美，知道那个好美，然后呢为都去做，为美，就是已经呢着重在那个名相，美之才为美，已经呢丧失那个本来。不是本来本性去做的，是美之为美。老子就讲失恶是已经就不善了，就是恶了。因为美你才去做，就是要那个名称，爱人恶乐，美之为美。那么皆知呢，善之为善施不善。那么全部呢都知道那个善，然后去为善。这样呢就已经又是呢不是从佛性本体发挥了，所以老子说呢，这样就已经呢不善，都已经呢不是很理想。可是我们以社会现象来说啦，社会现象呢，假如说美之为美跟呢善之为善那已经也很不错了，对不对？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叫做每况愈下了，要到达老子的理想那一种从本性发挥已经是很难了所以以我们社会现象来说你美之为美，善之为善已经很好了，是不是这样？确实呢我们在凡尘就已经落入到已经都着重在名，着重在相注重名相我们就已经呢丧失本来就没有从自己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发挥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老子的那个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各个都回到很淳朴的那个本性，很淳朴的本性你从本性发挥，从本性发挥出来的那个才叫做真的是善真的是美所以真善美全部呢都在我们内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内心保持那个真善美很重要我们不管这个外面的那个批评，不管外面的那个不管是这个称赞或是呢讽刺都不要管它，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那个真善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得起自己就是看得起自己知道呢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这样的已经呢就很理想了那凡尘的所有那一些变化都不要在意已经呢不落入那个凡尘的名相。所以老子就讲说我们都是美之为美善之为善这样已经呢不好了因为美你就是要这个怎么样隐藏善也是一样不让人知所以老子的那个观念就是见德如偷要建立道德好像小偷一样都不给人知道所以比较是属于从本性发挥。那么故呢有无相生所以这个从上面延伸下来所以才用的故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有跟无啊，它互相呢，这个生花，我们呢这个着重名相以后啊，我们一着重名相以后啊，我们呢所作所为啊，已经离开佛性本体，离开佛性本体以后啊，那个所做的就不很理想了，所以老子就讲说有跟无啊，它互相产生啊。我们在凡尘之中也都是这样有啊跟无啊，它相生，互相会产生像我们现在在凡尘，那100年前我们没有，100年后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有跟无啊相生？现在有啊它100年后又没有了有跟无啊互相产生，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凡尘产生的这个现象是我们要了我们的业，然后才呈现所以我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黑绳子在给它扭咱的手，扭咱的脚它一拉了，我们就手动了小动，那个就是业力业力整个呈现所以我们到凡尘来是从无然后有了，从有又归无所以有跟无啊，它互相会产生。那我们从这个有无相生的这个道理里面我们就是了解说不要造业了，你造了业虽然会归入100年后没有我了因为有业会不会再来？会被业再推来，对不对？又是那个无跟有又相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从这个真理里面我们了解说我不造我不造业，没有业可以把我推到现象来。那既然没有业把我推到现象，是不是有自在？我们呢那个佛性就可以自由自在那个时候呢倒是可以发心那个发愿来度化众生。所以那个来是愿力而来，跟我们现在业推来是不一样的，一不一样？不一样被业力推来，我们是不得不来那我们愿成愿而来，那个是不管是我们遭遇什么现象都是非常快乐的，对不对？纵然进入地狱去教化众生也是很快乐，对不对？那我们假如说是被业推到地狱去那怎么样？很受苦的，对不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文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看我们解读你只要这个做一些那个不合道理的事是不是一定会进入地狱？所以你一定进入地狱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定进去的。所以解读可以了解吗？那个文字是不是很有意思？你要进入地狱，你就去为非作歹你就去做坏事，你就落地狱那个文字是这样吗？那个讲说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发愿说地狱的众生很苦，他要到地狱去救度地狱的众生那个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就是要全部了解到它的内容一定要了解了，不然我们会讲说烦恼即是菩提各位有没有听过？知道它的意思吗？烦恼即是菩提，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起心动念的根源那个能够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能够起心动念。那假如说我们是进入烦恼的内容，那个烦恼会不会是菩提？绝对不会那个烦恼变成恶，它会促成我们造业烦恼的内容我们进入烦恼的内容
我们去应对以后啊，各位姐姐，是不是会有行为出来？它行为出来，从烦恼的出来的行为啊，善不善？是不是一定造业？所以那个不是菩提所以我们看文字来了解一定要知道像那个永嘉大师啊，那个观恶缘是功德啊，我们会观的吗？人家在这个修眉是不是都是讲恶缘？我们要不要去观？那个我们要了解，观恶缘是功德。那个永嘉大师是针对着指着我们鼻子讲骂我们来关照他在骂我们的那个恶缘，你去观，这个就是功德，是这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没有被别人指着鼻子骂？我们有没有观？还是骂回去了？把他骂回去了，对不对？不受不接受那个恶意。所以我们要了解文字一出来以后啊，要知道它的意思要完全了解。所以有很多说会背那个佛经啊，佛的经典会背有时候啊，我们背得太熟了，就会倒背如流。各位浅显会产生什么现象？会背佛经啊，又会倒背如流，会产生什么现象？骄傲，会产生骄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大家拢不一样，我会样，我会样背佛经，各会样倒背，个如流，骄不骄傲？骄傲会做什么？我们倒是蛮肯定的，骄傲就要当候鸟。所以我们就不会了，就不会骄傲，就是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很多呢都是不知不觉呈现的。我们很努力呀，去修持，然后有一些成效的时候啊，我们一样也会不知不觉骄傲。所以当各位一了解到心理心法，明心见性然后对这个不熟悉不了解会有什么心态？确实就是骄傲所以我们要事先这个打预防针。要想说我们在凡尘既然都落入现象的，没有骄傲的本钱。被业推来了，黑喜极苦，很苦的，没有骄傲。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修正，都已经明心见性，那我们要想，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明心见性，都还没有得救，那我也没有骄傲的本钱，要把他们呢全部都度化，让他们都成佛，才可以骄傲。他们都还是众生还不可以骄傲，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凡尘对呢，都有一些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深入的去了解观察，完全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理念，完全都不一样，真的是整个都会改变。而且当我们确实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浅显，身体也会改变。身体本来假如说毛病很多我们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些毛病会不见的。也会这个影响到我们情绪。情绪都会很高昂。很高昂的时候表现出家人看到很高兴，就会影响到家人。整个呢。那个叫和乐融融，变不变化？就慢慢的都会变化。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我们到凡尘来时间都很短不过100年而已啦，一定要好好运用，好好利用利用了这个短短的这个100年，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那个光明使它整个呈现。那都有一些脾气毛病一些坏的习惯全部把它改掉这样呢，我们做了后我们有目标，然后呢，实际呈现那个效果呈现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对不对？所以生活就非常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呢要朝这个方向做。有跟无相生然后呢难易相成这个难易互相形成困难的事情跟很容易的事情把它摆在一起我们就会了解说没有难就没有显出那个容易，没有容易也不会显出困难所以难跟易是互相这个显现让我们知道显现让我们去成就难易。那我们呢就要了解说，在修道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说那个很困难尤其呢要改掉我们习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畏难就不做了那永远都没有成就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呢就呢立定目标难的那一些呢事我们从容易的地方入手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过，对不对？我们整天24个小时愁眉苦脸一样也过了，我们整天呢欢欢喜喜也一样过24个小时。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快快乐乐来过这24个小时，然后呢要改掉呢很不容易改的那个习惯性呢，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呢这个只要一有空闲我们就可以入手，很容易去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很不容易改变的那个习惯性会在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它就默默的被我们改过了，默默的不见了就没去现在呢不好的习惯性因为我们一有空闲就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坏习惯是不是也是万年之中的一眼，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把它放下放下了整个呢放下就楼底没去所以了解说很多是我们自己自己画地为牢咱拢会想讲我的个性都生爱很多都会把自己定在一个定位了就不愿意去改它。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凡尘事都没有固定的，都是变化，都在变化就是因为凡尘事都没有固定会变化，我们修道才有用。假如说凡事都是固定不变化的我们修道就没有用了啦，都是固定的佛都是佛，众生就是众生，固定的，那修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不固定，我们众生可以成佛，所以努力修，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只要我们肯做那个在困难的事也都会在很容易的那个情形之下去完成尤其那个或许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北部的前贤在讲心得分享的时候讲出来的啦他说那个只要3-5分钟，你只要有空闲3-5分钟就好好利用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就可以改变了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就可以改变整个家人相处的情形，就可以改变我们那个很顽固的习惯性就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怕难只要有心都一定有成就的时候只要我们肯做，也不会真的做不到了
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容不容易？啊，各位都还没有做出心得啊，所以容易，那个没有力道哦，所以一定得要做哦，不管3分钟、5分钟，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就可以做哦。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你身体啊会变化，你的家人哦相处会变化，你整个命运啊会变化哦，你会很高兴哦，真正的在修道的轨道之中哦，竟然剩下11分钟哦，要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吗？有疑啊必问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有疑就是心中打结啦，啊，我们把那个结解开了哈，就可以呀，很宽广哦，都没有束缚。那个上次啊，那个不是有写那个西米嘛哈，那后写一直在说这个名字哦。我们不是有一个河西米吗？河西米，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自己没有主张啊，然后呢，人家讲什么都跟人家附和，河西米，有没有要问的啊？都没有啊。剩下10分钟而已这个问题不多了要回答问题10分钟大概1、2个问题就差不多了有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美国还比我们这边还勤劳。马上传过来。我先请教他，这是法会和先对后学说，你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后学百思不解，直到有讲师说吃少点东西身体才会好，才稍微了解。可是还是不太明白，要少到什么程度才对。后学平常早上吃1根红萝卜、1根芹菜等生菜或是果菜汁和1杯燕麦，中午吃便当，晚上约吃1到2碗面或饭菜，菜多饭很少，应该如何减量才恰当？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呢之前就是有讲过多吃有5罪还记得吗？讲讲看，哪5罪？2个。多吃了以后，我们吃多了以后就想睡了会多睡，然后多吃了以后会多病多吃了以后会多淫，就是男女之间那个做爱，然后多吃了以后我就不能这个歌颂经典，因为有多睡、多病、多淫所以对那个经典部分就不能够深入了解。然后呢，所有吃的东西都是从地上生长出来。所以我们生早已世间生早已世间叫世间把它丢掉拔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我们地生长的东西都不吃了以后我们人就会灰了。地生长的东西不吃人就会灰。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我们不要吃那个生物
生的东西呀，我们就是要熟食，经过呢煮了以后才吃啦，不要吃那个生的东西。那要吃多少才算恰当？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体质啊都不一样，那看我们的那个需求。假如说呢力道啊都不够，当然要稍微加多一点点。那假如说已经都可以了，那就可以减少一点点。像或许跟老千一起生活的时候啊，老千那个吃啊，真的是我们一般呢，或许都说那像那我以前的拢会无力，因为那个我们那个饭碗不是很小嘛它大概都是6分到7分而已啦，这底啊碗才6、7分，然后那个菜都是一点点夹一点点，不会吃很多。然后呢那个汤喝那个汤啊，那个差不多小碗的半碗这样，一餐呢就吃这样，然后3餐都一样。早上呢有时候吃馒头，吃那个豆浆啊，也是吃很少。所以或许曾经问老千说，您老怎么吃的这么少？老人家说这个器官啊都已经老化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消化那么好，就是吃进去以后啊不容易消化，会累积在身上只要它累积在身上，我们就有那个负面的你想睡啊然后你那个血液不通畅啊会有那种精神不济那种状态出现。所以老先生他说吃的少了以后啊，就可以排除这一些障碍。然后连喝水各位先生，您老要不要喝水？他会问说现在几点？早上10点，下午4点，那个时间他才喝一点水。他平常不随时喝水啦。这么那个生活这么严谨，那或许也问说为什么不多喝一点水？不是大家都鼓励多喝水嘛他说不行，那个就是消化，喝进去会积在体内，就是要排掉不容易，所以不喝多的水，所以我们就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那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啊，它都会有养分营养。那我们假如说时时刻刻精神都外放，那我们会把养分用掉。养分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养分都把它用掉，我们就会感到很饿。那假如说我们是多把精神收回来，都能够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时候精神不外放，那个养分就积在我们体内。那我们那个体内假如说累积那个养分多，或者就讲那个下丹田它会热热的，会热热的。你累积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把我们那个全身的脉络打通。那打通脉络的时候它从下丹田开始，然后就往我们的那个身上那个大部分都会往那个背部先然后呢它打通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产生那个我们外观就会产生那个晃动。所以那个假如说各位有那个经验就不要害怕。有时候呢是左右晃动，有时候是前后晃动，有时候是圆的晃动。圆的也有这个由左向右，由右向左，都不一样的它都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状态之下，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不要帮助，让它自然。它只要通了，那个脉络通了，它就停了。
停了以后又会往上面，这个往我们那个头部进来，身体通了，身体不动，然后呢那个颈部头部不通然后那个颈部头部在动，再动也是一样，它有左右，有前后，然后也有远的也有走向右向走，都这样。然后那个摇动也一样，不要帮助它也不要忘记你就让它自然，它自然已经全部通了，它就停止。所以那个是我们把养分收回来以后，在身体产生的它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外放精神外放会一直消耗我们的能量就是把那个吃进来的那个养分都消耗掉。你假如说回光返照了那个养分都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体内呢我们就可以一段时间以后一直累积它就会有打通我们脉络的那一个机会。那我们脉络都通了毛病就减少我们身体的状况就会很理想。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做这个功夫让我们那个精神外放的精神全部回来那个累积我们那个能量让我们这整个身体都很健康当然我们平常的时候也要运动有运动的话，我们那个血液循环就比较正常毛病就会减少这个是在养生方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懈怠一方面精神，一方面实际的那个身体能够运动，然后精神能够这个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同时呢进行点师，各位讲师，各位先贤，大家好。我学占道天师的老天天大德，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现在研究什么啊？离我们远不远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德经》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良心，这个良心呢就是道。然后我们率着良心去做就是德。然后我们能够维持不变叫做经。所以《道德经》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有没有良心我们社会人士都会说这个良心一个已经去世了，过去了，一个还没有出生这个中间刚好是空档，这个是借口啦，就是不愿我们这个真的心理心法班的这个全部的注意力都跑到那边了，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心理心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去认识它，容不容易我们要把这个研究的真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整个把它呈现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那个帮助就很大。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上课呢所学的跟我们实际的行为把它分成两节的话，那这样呢我们得到的好处就不多了。那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心理心法，明心见性
了解到我们的心，然后见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才能够成佛。那心明以后呢，会怎么样？不会回答。心明因果不昧，不是吗？我们心明了以后那个因果就不会迷昧了。我们就会这个了解到那个恶因都不能种，不能种。种恶因呢，一定会得到呢那个受苦的果报。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真理，都是从我们的那个良知良能，从我们良心出来。那么从良心出来呢就是德。所以这个德非常的多，所有行为都是德，所以才叫做恒沙妙德。有没有听过？是比较少吗？我们比较少接近经典的话就没有听过恒沙妙德了。那假如说我们有时常会看经典的话都会说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从我们佛性本体所发出来呢就是德。因为呢我们是秉着道道德，然后维持不变不会呢这个3-2天以后就改变了所以呢我们道德经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我们呢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个第1章就是观妙章。观妙章呢就是讲常有跟常无。那常有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两个合起来因为都是常住常住的有就是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心。那常住的无就是没有形象。那这个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呢观妙就是观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第2章呢就讲观角。那观角章呢就是我们在凡尘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那我们呢朝着刚好那个角度去关照去实行。那整个我们都可以把体跟用都呈现。所以那个观妙就是观体。那观角就是观用。我们体用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去体会它。所以那个观妙章最后呢就是众妙之门。所有奥妙呢都从我们佛性本体出来。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要观角。那观角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这个有无相生跟难易相成。有没有听进去因为他开头就讲说天下皆知既然天下都皆知，然后美之为美老子说这个已经不是刚好的巧妙已经是皆知美，然后才为就是落入有为，那个是已经是下策不是呢上策。那我们上策应该就是要了解到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所发，从自性所发，不会说天下皆知美，然后我们才去做皆知善我们才去为都不是那样，而是说从真理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该如何我们就如何那样子就是最上策那我们在凡尘这个应对有上策有中策，然后有下策。那美之为美在现今社会来讲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
不要为非作歹，美之为美，然后善之为善，这样都已经整个社会很和谐。虽然下策还是可以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呢，在老子的眼中这个已经它已经不是本来的因为我们落入名跟落入相，有名有相，那有名有相就不是上善，最上等的善是不沾名不落入相，那个是最上圣所以我们就是来研究了解说呢在老子的眼中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在人生之中呢来追求这个真理。所以在那个这个观角章第二呢就讲第一个就讲有跟无相生第二个呢讲难跟易相成。那有无相生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各位还有印象吗？全部都又还给我了才7天而已1个礼拜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有跟无它互相之中呢产生。我们要知道呢在凡尘我们造了业以后就会有果报我们最开头起心动念才落入凡尘，起心动念呢才有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我们众生才有业果那个业那个呈现。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世界众生跟业果三个就绵延不绝没有那个停止的时候了。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呢这个圣贤他就是要我们能够脱离一种绵延不绝的轮回。那要呢脱离绵延不绝的轮回就是要了解真理，要透彻，然后我们自己了解以后又要去实践实行。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归到我们本位我们每一位都是佛啦。那各位浅显，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佛学都讲被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觉障碍，我们的知觉性不符合真理。我们都是从6根对6尘，然后产生6识这样呢已经它是始于生灭。那我们把生灭当成本体当成不生不灭了。所以这样子那个知见已经错误。我们呢不承认错误了，都认为很正确就是眼看耳闻它都是确实这样不能离开这个范围不知道说有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个藏，那个没有形象的，要靠我们体悟的所以才有这个性理心法。那我们呢能够从性理心法进入就脱离现象也不离开现象可是已经超越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我们归到本来的那一种最理想状态就是不能有业，不能造了业有业就要接受果报那没有业了我们呢就不会有那个受生，就是呢在凡尘现象的那个因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能够放下我们的念头，把我们的起心动念都能够放下。各位有办法这个掌控自己的念头吗？我们都没有去试验过，对不对？然后也认为说头脑会生出念头这是天经地义是正常的现象。
不知道呢，说我们为什么会当众生啊？就是因为起心动念，我们有心念呢，才落入现象。那假如说呢，我们心念啊，都已经呢，没有起心动念，也就是没有无明了。我们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不觉啦，不觉才起心动念。那我们保持啊，在觉纵然有念头，也都在我们的管制、知道，在我们的了解之下，在我们能够去左右它的那一种状态之下。那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可以说都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根据我们的念头来，所以我们有念头呢，就会有行为。所以之前呢，慧学在北部呢，都会先呢，养成教育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呢就会变成你的行为。我们会背了没有？会啊，那背背看。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整个就圆满。所有的思想都是真理。所以儒家呢才要讲说神动而天随，神动就是精神，我们念头一动了，天理又跟随着，这样的念头可以因为都天理，都跟真理相合，所以起心动念那个真理都相合就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大部分都不是这个内容，都是我们自己那个产生的，自己的遭遇产生呢才起心动念，所以不容易去管制，所以行为下来就会业因形成，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研究呢那个心明的部分心明因果不昧。那我们心还没有透彻的明了，各位透彻明了心了没有？我们要了解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样所产生的六识我们都把它当成心所以这一些心都是生灭不停，变化无常。我们呢不要呢这个呢被它左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研究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生灭的事心能够放下万缘放下，万缘放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能够呈现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生灭的事心都没有，那个时候叫做无心，没有心没有心的心就是真心，不会变化，不生不灭，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所以即心即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之前已经研究1年的六祖坛经我们也都是在阐释这方面。所以一定呢修道要摸到根摸到根可以成仙做佛。那假如说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体会，叫做摸不到根摸不到根瞎修行，很努力修都是在事，都在相事相上在修了，那个不会成的再怎么久都不会成。一定要在心性，心性没有形象，靠自己领悟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无啊，有跟无啊，它相生。我们要知道说一些知识分子会说研究因果那个太落伍了，那个太跟不上潮流，会不会？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是铁定的，我们研究不研究那个因果都一定在运转。那假如说这个不相信因果的话，那连呼吸也不要。我们为什么要呼吸？呼吸才能够活下来，对不对？所以呼吸之因活下来是果。不相信因果也不要吃饭。我们为什么要吃饭？才能够活下来，对不对？所以吃饭是因活下来是果。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因果之中？很明显的都在因果之中了，绝对会有。或者都讲现在的这个世态炎凉，就是人心不古啊。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都不能乱看。有时候我们那个黑子咱的目睭乌鳞走去插，用白鳞来看人会安那？会怎么样？会很惨，对不对？有没有因果？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因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尤其我们修道一定得要相信因果。我们努力修了，进入真理世界了，就可以成就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可以脱离六道轮回是不是有因果？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为非作歹，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落入三恶道？有没有因果？很明显的就是有我们了解呢，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去体会是一些因果真理都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起那个歹念，因为呢起歹念以后我们会去做。尤其我们最不容易发现的就是我们有那个贪嗔痴，各位有没有那个贪嗔痴都不知不觉它会冒出来。我们不加以修持的话不知道。那经过我们努力自己能够关照把外放的那个注意力收回来来关照我们的心境这样呢修道会进步很快很快呢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各位浅进入修道轨道了没有？很理想要真正的进入就是已经在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心之中在呢我们的良知良人的那一种主宰之下生活所以刚开始我们就讲我们的良心呢就是道，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维持不变就叫经。所以道德经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很容易，对不对？哇，不相信，都不想把良心拿出来用那个会吃亏啦，卖用啦，是不是这样？不是那怎么样？什么现象？还在犹豫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老子的最理想就是我们恢复到尘朴状态就是不要有那个弯弯曲曲的心就是直心，很尘朴的我们的本来我们呢每一个的本来都很尘朴就是一个原来的木头，没有经过雕刻没有做成器具都是原来的木头那个是我们老子的那个理想
那我们也要了解到，我们呢出生的时候啊，也一样很淳朴，可是呢落入凡尘一直感染五颜六色啦。那感染五颜六色以后啊，我们就丧失了那个本来的淳朴，就会用心机，这样呢就造了业，就要受苦。我们以为洋洋得意啊，结果受苦啊没有间断，这样是得还是失？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凡尘能够呢按照我们本心来做的话，道德经啊我们都守住了。所以那个啊，我们了解呢，有跟无啊，它互相产生。有了不好的念头，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圣贤行列。那我们有了那个圣贤的那个心愿，就是要度化众生成佛，我们呢就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它都没有固定。不固定法，看我们对呀真理的认识，然后对呢我们行为的实践啊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有跟无啊相生，然后难跟易啊这个相成，困难跟容易啊互相它会啊形成给我们看。因为有一些人做起事情啊非常容易啊成就，那有一些人做同样的事全部都失败，成就不了。所以那个难跟易啊就变差的很大很多。像或者就讲啊上个礼拜啊，我们这边这个天气这么的这个就是干燥跟这个炎热，所以那个衣服不管你怎么晾都是收了，对不对？那或许在基隆很潮湿，就是今天也在下雨啊，现在还在下雨，然后坐车到台北的时候啊，台北就好天气，不过很冷啦。我们南部啊就热，或许还是穿那个长袖的下来，然后到这边才换短袖了。你看这样子他说我穿这个样子在北部啊，那个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了。可是假如说我在这边穿长袖，然后又像北部一样穿，会怎么样？真热。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难跟易呀，不同地区就有不同的那个程度显现。然后我们修道也是一样。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养成不好的习惯，那个习惯性都是很这个跟真理相合，那我们修习道来就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养成很多的嗜好，都是吃喝嫖赌啊，都是样样来，样呢都沾得很深，那我们修习道来就很困难，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是积在哪个方向？是很困难的还是很容易的？容不容易啊？假如说我们有吃喝嫖赌就很困难啊，那有没有啊？没有那就很容易了。修习道来就很容易啊。所以难跟易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呢只要跟真理很相近，修起来很容易。那假如说呢，跟真理离得很远，修起来就很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有心绝对可以改变。习性都可以改变的。所以一定呢要把那个不合真理的习性要去掉。那去掉呢，我们一样也有难也有易你很决定的心，它就变得很容易啦。什么事情做起来都很容易成功。那我们模棱两可那就很困难。做起事来都成就不了。困不困难？很困难。
所以只要你决定要做，那个事情就变得很容易。所以难跟易相乘。我们就是了解到，看我们的那个决定心，决定心一出来了就很容易专注了。我们要知道说，在凡尘最好就是修道可以把佛性修复到恢复光明很沉浮的状态，那个呢是最有价值的，绝对不会后悔啦。那假如说我们投入凡尘去赚钱，然后呢去要名利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一定会后悔我选不对去选择错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口气不来那个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对不对？我们要在一口气还在的时候就把本性呢修得很光明跟真理都相合相通，这样呢都没有遗憾绝对不会后悔啦。那假如说我们投入别的行业去追求到达那一刻一定后悔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走，只有这个善恶的那一些功德呢跟那个罪垢我们可以带走。那各位要带走什么不要带罪垢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带得走呢就是我们在凡尘的所有行为对众生呢是有利益呢还是有危害有利益呢我们有功德，那危害了我们有罪垢所以在凡尘的生活之中我们自己利益也利益别人这样的生活当下就已经是天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做起来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会很容易所以这个难跟易难易这个相乘然后呢长短相形，长跟短我们都了解没有长就形成不了短，没有短形成不了长，所以长短。那么长我们了解真理了就叫长，不知道道是什么就叫短。各位都了解真理了没有这个不太敢自己肯定了所以我们呢就在努力之中慢慢的在加长加长呢它的宽那个长度一直增加所以长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能够了解真理了那个叫长。然后呢不知道道叫什么呢，那个叫短。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不知道道是什么，做出来的行为我们看了会怎么样？大概是摇头啦，对不对？会不会摇头那在那个不知道道是什么的人他做出来的行为已经业因已经形成那个造业的因已经形成了以后呢再接到缘因缘汇合就要接受果报。那假如说我们对这个了解那个真理的人，我们会怎么样的那个观感？各位浅显，我们对了解真理的人怎么样的观感？是不是想学是不是赞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我们那个对真理的了解真理了解以后我们要知道受到利益的就是自己，因为不造业不受苦最起码心里面非常快乐。各位浅显，心里面快乐吗？是真快乐吗？我们要体会那个儒家那个
颜回啊，他的那个遭遇啊，等于是说在凡尘来讲很困苦啦，住的是那个违章建筑啊，然后吃的是地公啊饭啦，啉的是好遐的水啦，人不堪其忧。就是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去忍受他那种生活，可是回不改其乐啊，颜回很快乐，请问颜回的快乐是装给我们看的吗？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快乐。那他为什么快乐呢？有记载儒家那个诗集啊有记载，得一善。就是得到了，得一善啊，前前无因，终身无失，就这样，就得到这个道，就是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他已经得到了，他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啊，那个真心佛性本体上面已经不动，所以外界的苦啊，他都不看作是苦。外界的一切影响啊，都不会影响到他内心，所以这个认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他已经知道宝贵所在，他早死也是死了，晚死也是死了，都是要死啊，那个陪做不是820岁，有没有死啊？一样死掉了啦。颜回32岁就死掉，可是呢，他可以啊。给我们一个就是榜样，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在凡尘应该努力的方向，就是呢，全部追求啊，生不灭啊，佛性本体，把心安住在佛性本体，这样各位会吗？可能会想，我把心安住在佛性本体，不多尾巴。会不会这样想？这个时候正在思索，到底这是结果安哪？正在用心呐，这是正确方向。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人在凡尘啊，最怕呢就是茫茫然。我们有没有经过茫茫然？就是不知要安怎做才好。所以那一种状态就是心无主，那你心没有主人呐。那我们现在心有主人了没有？很笃定的对，我们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培养，把那个呢不生不灭啊，那个佛性本体把它启发，它就是我们心的主人所以只能够成佛呢，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要启发，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然后呢由它来指挥我们的视听言动。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不是我们那个佛性在主宰都是我们感官在主宰啦。所以各位就看这几天啊，那个北部百货公司不是开了很多家嘛那个吓死人了，那么多人都去抢购，钱啊都唔免唔免家己去赚，拢家己印的安尼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是感官啊在当下，就是被虚幻的不实在的荣华那一些虚景啊假景象迷惑，那个可以得到什么？各位浅显可以得到什么？虚荣心的满足啦，对不对？会不会？我们要求虚荣心的满足吗？那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这些虚荣心变什么？就是推我们到地狱的推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都虚幻不实在，我们不追求这个我们所追求啊，
就是非常的笃实，非常的实在的，在每一分钟，每一秒，生活的都很实在，很踏实。全部呢，整个不生不灭佛性呢，光明都呈现。一念万年啊，万年一念，都指的在我们当下，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去呢追求那一些假景，那个景象都是假的啦，那个不真，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所以我们要立定志向，就是要让自己脱离六道轮回，唯有做佛不求一物，跟六祖一样。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啊？考虑考虑啊，这个还是要赚钱吃饭，我们要知道不违背啦，我们呢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啊，不违背我们赚钱吃饭，日常生活我们都需要了，那个都是正常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说是正确的那个生活。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都要去实行，而且修道不要撇开凡尘事啊，凡尘事之中也都是道，我们就在道之中，所以只要我们秉着良心，良心就是道，秉着良心来做事，做出来就是德。道德维持不变就是经，道德经。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把它实现。我们会落入六道轮回吗？不会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按照我们的良心来做，这样就不会落入六道轮回，就已经不造业、不受苦，已经解脱了。所以我们那个长就是了解真理，一定变成我们专长，短就没有了，长短相形，短就是不知道道是什么了，那个已经去掉了，长短相形，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跟或许写的那个讲义完全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啦，所以各位回去有没有看啊？这个很老实啦，拢无看，都无用啊，对不对？因为很忙各位忙不忙啊？辛苦是无讲很忙可是心拢真忙。你看那个忙怎么写？顶天立地的心已经死掉了。忙，顶天立地的心已经死掉了。忙，所以我们要维持身体很忙没有关系，心要很清闲，很清净，就没有忙没有忙心还在，不会死掉。所以我们或者说我们那个中国文字很有意思对不对？像说昨天这个有人在讲说我们有三魂七魄然后那个植物它也有生魂那我们吃植物跟吃那个动物有什么不同？然后或者就讲说我们中国的造字很有意思，你看那个肉怎么写？一个阴阳门，对不对？然后那个肉的上面一个人是一半在上面那个上面是阳，一半在下面，下面是阴。然后那个下面那个阴底下还有一个人，对不对？那个就是全部阴全部阴那个就是畜生道。那我们上面这个人
它半阴半阳，就是我们人道。那我们人吃肉哦，吃久了以后啊，会顶落呀，会不会？那下面那个那个再还的也升起来，我们跟它相对调，那顶落一倍起来，所以那个肉啊很有意思我们不要跟它结恶缘，吃它的肉呢就要还它了，我们这个养那个畜生啊，起给这个养大要抓来杀的时候啊，有没有拿去称一称啊？它有多重？有没有？我们自己养的啊，为什么要称呢？不是要卖啊，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是要了解说我给你讲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的时候不要讨过头了。所以叫戒吃啦，就加，该就来加啦。爱还啊呗，要还我们将心比心呐。他做的不好，为非作歹，才会转成畜生道。那我们把它杀了来吃，我们杀它的时候，它就一直你给我记哦，你给我记哦，你给我抬哦，就是这样子啊。就冤冤相报，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不吃了以后，不跟他结恶缘，就不会呢这个讨债的，我们就容易本性修得清净。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凡尘都有吃这一些动物的肉，所以我们凡尘才有战争才有这一些刀兵这一些灾难。假如说我们全部都没有杀生的话，那这一些战争都会消失了，都会没有，所以我们要培养了解真理就长了，这样了解吗？长短这个相齐，然后高下相齐这个高呢就是人格健全。人格健全就是高，然后那个下，那个下就是低嘛，那个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然后相勤是互相推挤人格清高的人，他不会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人格不会健全，是不是呢？高下相勤，那个勤就是勤败，我要赢你，所以我们在凡尘呢，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了解那个人格健全，人格清高是不是我们要自己培养？我们可以骗得了别人绝对骗不了自己自己的健不健全，清不清高自己知道。各位天贤，我们人格健不健全？你看看，都唔敢不敢承认自己人格健全，那就有亏欠了有没有啊？他也不承认啦，没遐厉害大概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顶天立地配为三才，跟天地齐肩，天地人人为三才之一，跟天地一样大。我们现在敢不敢这样说？敢不这样说？讲咱甲天地平大，那个老辈一定会讲。唔通讲基因不大无细他会呢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能那个样子那么自大，是呢我们不表现自大，最起码在我们内心我们一定呢要了解到我们人真的跟天地是一样
人啊跟天地啊没有两样，所以啊，一定呢，要提高自己，跟天地一样，天生地养。那我们人做什么？我们人调节啊，你看，咱一寡改良的物件，不是改良到拢足足好食，安尼就能够卖钱，有没有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机中调节啦，天生地养，然后天地啊不会讲话，我们要代替天来讲话。那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讲的话，是不是天地之中天地希望我们讲的？是不是？一定不是才回答出来，因为我们在讲都是自私自利的话，都是一些没有营养、不需要说的。所以假如说各位假如说在外面坐车啊，听人在闲聊啊你听一听他的内容这10句有11句拢废话。那有一句在合拢那一句还没有讲出来，那句也废话，没有用所以我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本来这个福都蛮多了，因为讲话太容易轻易出口，所以把福都用掉了，从嘴巴讲话用掉了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没有讲话是默认本来都没事啦，因为我们很喜欢讲话事情就很多了，有没有？所以那个话是天地讲的吗？天地是希望我们很多事吗？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因为我们讲话引起很多事，我们要检讨，不对了，造业了，谁要受苦啊？造业的人受苦所以那个话就不要乱讲讲出来要对大家有帮助人家呢正这个挫折的时候，正失意的时候，你去鼓励他，那一些话就很有价值，让他能够呢继续求生，能够有那个旺盛的生命力，那个话就很有价值。可是我们大概都相反呢，都是这个怎么样，锦上添花了，都不协理送他，对不对？又默认了。所以在凡尘我们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很清高的人品品格呢高超，很重要了要呢对自己看待自己就是要跟看待天地一样不要把自己看得都一无不知所以我们那个观念就是有待加强要呢自己努力能够呢真正的活得很有意思啦活在凡尘都不会说白来了这个高呢下相齐，然后音呢声相合，音是细音然后声呢是大声我们这个讲话之前这个还没有还没有听得懂的，没有办法分辨的那个叫音然后已经呢可以分辨的那个叫声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声因时而虚名，声音因为实在有，然后呢虚在空气之间，它呢名放，大名大放，声因时而虚名，因因虚而空应，因因为虚
而空应，生因为实而虚名，听懂意思吗？生因为实实在在有啊，有声啊，啊是不是在空间空虚之间，然后名化？生因实啊，而虚名，然后因啊，因为它虚，咱要讲的进前，迄个安尼，安尼就已经成生啦，迄好多因啦。因都还没有成，所以因呢，因为虚而空应，这个空间相应，知影意思不？所以我是了解就是呢，告诉我们它会呢相合，怎么样的起头，它会怎么样的结果，开始来了以后，慢慢就会形成，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因。就是我们的酝酿，然后生已经显象，因是酝酿，生呢是显象，你知影无？我们呢，这个有一些不管是我们的做事情，或是呢这个写文章，都有那个酝酿的时候。然后呢，酝酿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写下来了，就成事了。所以这个它会相合。那既然因跟生相合，我们呢就是要保持全部呢都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性呢发挥。从本性呢发挥出来以后它整个相合就不离道。所以呢，这个因生相合，然后呢前后相随，前我们还没有落入凡尘，那个称为前，我们还没有出生称为前，然后呢出生了以后就称为后，落入凡尘以后就称为后，然后我们现在努力研究真理修道，就称为前。然后以后能够修正，能够成道成佛了，那个叫后，所以前跟后相随，就是一定呢，它会随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掌握到那个因那个重要的因所在，前面的因我们呢都是行善。那后面的那个果报一定是理想。那假如说前面的因，我们都摇头，那后面的果报一定是很坎坷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前跟后都是相的，互相随从。然后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也都是一样。所有的我们念头，所有的行为，它也都前后相随。都呢互相呢会这个随从，所以接着老子就讲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就是因为完全都是互相对待，那么圣人呢他就处无为，无所作为，没有企图，没有那个名相，无为，那无为就是我们佛性的。就是佛性本体，它是无为，所以那个圣人处无为之事，无所作为那个事情，就是没有企图，没有目的，该如何就如何，像呢这个天地间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地它呢一直这个生生不息，它就处无为，无所作为啦。天地呢没有作为，那个自然而然，春夏秋冬呢，自然运行，万物自然生长，那个呢都无为，无所作为，不是呢他有心去做啦，是自然呈现。所以圣人呢，就体会天地之间，那个自然的那个事情呈现，所以处无为之事，然后呢行不言之教。所以呢，这个圣人
他做出来呢，那个呢都是不用语言，不落入呢语言，那个教化呢，不落入呢这个语言，行呢这个不言之教。最重要的，我们在凡尘啊，能够进入这个修道的那个状态，就是要体会啦，要体会啊，那一种无言呐，这个教化。像说我们呢这个教导晚辈啊孩子啊，说你不要抽烟，你不要喝酒，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先呢要做？自己本身呢，先不抽烟也不喝酒，然后呢，自然呐，我们要教人的话，他也会学，不用说出来。假如说我们这个一直在这个抽烟呐，一直喝酒，然后呢教导人家说叫人不要抽烟不喝酒，那是不是就这个言行不符合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不言之教很重要。父母亲呢，怎么这个做呢？那个儿女啊会怎么学？就会学习啊，所以这个在家里面的那个所有行为就很重要，所以那个行不言之教，就是要以身教，代替言教，不用说话，你只要本身的那个晚辈都会学啦，他自然会学，所以呢，这个很理想的是一种状态，万物啊，作焉而不辞啊，这个万物，天地之间万物它呢都是这个生生不息，它不会推迟啊，不会这个很疲劳了，不做了，不生了，不会，只要我们这个经营的得法，你就是有这个种子，然后呢有土壤，然后有阳光，然后有水分，然后呢照顾它一定的生长，所以万物这个作焉而不辞。天地之间呢就是这个样子，很努力呢在这个生长万物。假如说呢，天地之间没有这一些万物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这个生存得下来，就因为有万物呢作焉不辞，然后我们才可以一直繁衍一代接一代，所以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天地之间呢就是这样呢自然而然生而不有，这个导致比较。我们要了解说，天地之间呢，生而不有，它生长万物不会呢，去仗势不会去说这个是我生的。那我们应用在我们人事方面来讲，我们也一样，生而不有，我们生了儿女，然后呢不拥有。各位先贤，我们生了儿女以后拥不拥有？拥不拥有？我们整个大环境整个社会拢把那个囡生下来的那个儿女都当成自己的财产，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都生而拥有，不是那个生而不有，生了以后不拥有。所以这个要从真理着手，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生出他的身生不出他的佛性所以佛性跟我们是平等。那我们呢生下来以后要把他当朋友看待，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都会这个讲说你是我生的，你就是要听我的话，都会这样对不对？所以老子他就跟我们讲说生而不有，我们生了他不拥有他，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平等那个思想没有说这个我们呢这个长辈父母亲就非常权威啦因为不拥有的话教导就很正确。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那个就很正确，因为把它当成是平辈，就是呢佛性平等。虽然呢身体是父母亲生的，可是佛性是平等身体是父母亲生的，所以要教导他呢怎么样在凡尘立足那个是需要所以要这个教育那个教育需要没有教他不会一定要教育。可是呢在我内心深处不要把它当成财产所以这个生而不有非常不容易老子呢就告诉我们说，像天地它也是一样生了万物它不会说这个万物是我生的没有那一种拥有万物的心假如说天地呢它拥有万物的心我们在用的时候会不会很这个就是用得很这个自然而然我们要了解到这是我你不使把它用我们时常会有这一种情形会出现那个就是生而拥有，那你生而不有它就不会有那个局限所以老子呢告诉我们说，要学着这个天地，然后呢为而不恃为就是去做那个事就是仗势，仗势呢就是克谁你都起大汉的我们都有那一种那个势仗势，然后我们去做，努力去做，然后不仗势，为而不恃像天地之间一直生长万物，可是它不仗势这个是我生的要跟天地一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融入真理所以呢为而不恃，然后功成而不居这个功成我们处理这个完成了，使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调节了功成了，但是呢不居功我们呢教育孩子让他能够立足在社会对人类非常有用，可是我们也不居功，这样容不容易不容易可是我们就是要从那个真理的角度来看毕竟呢我们在凡尘的所作所为都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小，然后不要呢说我们能够呢有多么大的那个贡献，所以我们最大的弊病就是呢会居功而会夸耀自己的功劳然后我们就是了解说，老子告诉我们呢说功成而不居已经呢都做完成了，可是呢不居功。老钱呢时常告诉我们说要这个推功呢要揽过，把功呢推给别人把过错就是揽到身上来，这样可以韬光养晦，就是可以利益别人还能够呢这个自己那个涵养很深就是非常有内涵能够这样做的话大家都会喜欢呢跟他相处，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这个自私自利那别人喜不喜欢跟我们相处？就不喜欢了那假如说呢能够我们做到那个推功揽过功劳呢都是别人的，过错都是我们喜不喜欢他在一起？就会很喜欢所以我们了解说将心比心那我们呢也实际去做没有那个呢也一样那个完成的东西都虚幻都是假的
我们能够呢尽心尽力啊，就能够呢这个呢得到内心的宁静那个安稳。那么夫为弗居啊是以不屈，因为呢我们不居功，所以那个功呢我们也都会这个记得是谁完成的，对不对？虽然不居功我们也不会把那个功抹杀。虽然你一直夸耀自己的那个功劳，可是人家呢嘴巴也都不说了。所以要知道说这个凡尘啊，有时候都是相反，相反那一种这个事啊会呈现。然后我们呢就是尽量合乎那个真理，所做呢所为啊都跟真理相合。那跟真理相合呢，最起码我们呢自己内心宁静把心都安住在不生不灭真理上面把心都安住在佛性本体上面这样呢我们不要等到以后我们呢当下就已经呢回到无极理天。刚才我们唱歌不是要回理天吗？不是等到以后我们一口气不来才回去的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回去，只要我们都跟真理相合，就在理天啦。这样了解吗？各位浅浅，理天在哪里？就在我们心中理天呢就在心中理气象，我们要了解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气呢就是我们呼吸之气，象就是我们身体理气象呢就在身上理天气天象天都在我们身上都在当下了。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当下呢了了分明，当下呢都是知觉性很强，那个呢就是理天了。我们都住在理天不用再另外再找。各位浅显，只要说另外找的话，要到哪里去？到太空去在那个太阳系的外面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佛性它是非常的奥妙尽虚空遍法界不只有太阳系整个虚空全部都是都是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努力的去研究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可以进入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之前或许不是都常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嘛？各位有没有体会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玩过那个照相机照相机呢要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以后照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因为很笃定的不动的，然后照出来很清晰告诉我们我们佛性的一样如如不动不动，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景象也非常清晰纵然我们头在动很快，我们看到的景象也是了了分明很清晰，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如真如我们已经到如的本体就能够感应而来，就如来所以如来是我们本身不是呢在讲的释迦牟尼佛是如来，而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如来。我们进入如了没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称为如真如如所以我们修呢就要进入我们那个不会生不会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如了，然后我们能够久的时间来培养它，都可以感应而来。感应而来的时候那个是大用大用无限。我们的佛性功能大用无限，可是我们现在
本体还没有培养茁壮，大用呈现不出来。能够呢有六通就不错了。可是六通我们不用去追求，它自然具备，在我们佛性之中，我们修正了以后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才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第2章呢，观角，各位会观了没有啊？会观角了没有？就是刚好的角度了。我们应对进退在凡尘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对不对？这个不管事情，不管形象，一样都有一个刚好这个角度了。这个很微细的就要靠自己体会了。就我们什么时候呢？该去拜访朋友，什么时候不该去是不是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该唱歌什么时候该哭泣有没有一个刚好的角度？该笑的时候我们在哭；该哭的时候我们在笑，可不可以？那个角度不合啦。所以我们就是要能观角，刚好恰到好处那个叫角然后能够观妙妙呢就是我们不变之体，那观角就是我们随缘之用。这样会了吗？不相应。你讲几步拢直接搞催眠呢？有没有啊？比较好睡了或许不阻挡了。为什么？因为或许有讲过，当你在这个朦胧那个度孤的时候不会做梦，然后也不会起心动念，那个是中道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你那个朦胧，体会那个朦胧都不落入两边也不起心动念，也不做梦，那个状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呈现的功能作用，很殊胜。各位有没有体会有没有度孤鬼？很理想的各位先生，那个度孤很理想的那一种朦胧，就是不执着两边也没有善也没有恶，都没有那一种那一种状态不会起心动念，也不会做梦。可是假说我们在研究真理的时候，经典看经典的时候一翻开经书，然后就想睡，然后那个经书一盖起来精神就来了，那这个就不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很明显的那个业力现前，那个业障要来讨债他不给你看你明明欠我钱怎么可以不还因为你修正你都不用还的，所以他不让你修那我们要怎么办？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在现象我们身体方面就是要做一些那个善事，利益众生的事在身体的方面去做一些善事，然后在精神方面我们就是要强打精神在那一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把这一些克服。只要你肯用心
那一些啊那个业债主啊他会这个考验你的那个耐心，看看你啊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已经呢非常有决定心的时候啊，那个债主他就无法度啊啦，债主无法度的时候他就会离开。那离开的时候啊，你精神就有了，精神有了看经就看得懂。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朦胧的时候啊，那是目前是在中道之中，是看不懂的。已经在那个本体之中啊，那个道理呀，看不清楚了，不知样。当你已经呢非常清醒的时候啊，那个就可以进入。那进入到真理我们又可以深入到法性。那一深入到法性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所有的我们冤冤债主啊，我们都可以还清债务。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非常富有，它非常的大的那一种含藏，叫如来藏含藏，含藏整个三河大地。你看所有啊那个财宝是不是在三河大地之中？所以含藏在我们性分之中啊。那我们欠众生的那个债啊，一定呢也都是脱离不了这一些有形有相的财产。那我们性分里面啊全部具备，都不缺，只是我们没有修正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呈现。那我们努力啊修正了以后，一进入心分以后啊，会了解到它无量无边，非常广泛，所以啊，所有的债务啊，都还得一干二净，都不缺啦。有没有那个仙佛坐在供桌上在打杜姑诶？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成仙做佛了以后，他可以那个精神饱满，就是因为啊，他已经呢恢复到本来，已经呢回到正位。那我们在凡尘啊，就是怀疑的心太浓厚了。各位有没有怀疑的心啊？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怀疑的心啊，就是那个模棱两可。模棱两可的心啊，都很浓厚了，就是因为这样才害我们这个不成就。我们用文字讲大概就是因行啊，因的因啊，然后循环的循，了解吗？我们就是在凡尘啊，被这两个字害了，因行，没有要呢，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个心。假如说我们有的话，追求真理啊，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答案呐，会不会出来？一定会出来。所以或许以前啊，没有人可以问不到答案。各位啊，要怎么办？或许那个时候体会了，就是问天呐，说师之啊，天告之。你只要用心去思想，你的答案上天一定借人借事告诉你，搬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我们用这么这个虔诚的心啊，来追求的时候，那个出来的答案，真的就是很理想。像以前或许新闻那个仙佛不是来批训吗？有时候还会
那个调剂啊，一些歌让我们唱，有没有？像那个春梦啊，它就有那个骤雨之靴啊，寒蝉击切。那个时候或许就把这个8个字啊摆在或许的这个书桌前面，连续看1个礼拜。所以你在讲什么？骤雨啊，初歇，然后寒蝉凄切，8个字。我一直在想说，是在搞我讲啥？为什么会这样？骤雨就是突然间很大的雨来了，它已经停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真理了。那个很大的雨它不下很久，很大的风一样，它也不会吹很久，很快就会停了。那寒蝉呐是夏天的时候在叫，它的生命才7天呐，一出生以后啊就一直叫到它死亡为止。那变寒蝉它不叫了，那为什么不叫？本来是夏天的蝉，为什么变寒？寒冷的冬天。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呢佛菩萨一直告诉我们要修道啊，我们都这个不把它听进，不听进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会遇到灾难。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各位贤姐怎么样？我们又要求仙佛了，对不对？仙佛事先跟我们讲了，对不对？我们听不听？之前讲都不听嘛，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听不听？就变成了凄切、凄凉，非常凄凉，很哀切，寒蝉凄切。那我们呢，要不要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呢，以后遇到灾难呢，才来说我要在迄句嘛较久来修的，都遐简单啊，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好啊，对不对？简不简单？不简单啊！要做透彻万年所有的都全部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所呈现的就是我们一念万年一念的那个圆满的光明的佛性本体，不简单无？本来我们要知道啊，最普通的我们社会现象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最简单的就是最高深的佛理，最高深的佛理就在最简单的现象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不要看轻它了，绝对一定要铭记在心。只要你有空，3分钟都可以，观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培养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让它能够茁壮长大，就有般若妙智慧。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啊，那个真理的认识啊，很容易进入。我们很容易认识真理。真理一认识以后啊，佛性的定就呈现。认识呢那个般若那个慧，慧跟定慧啊，它会互相帮助。定越多呢，慧就越强。这样两边呢，就很理想。会造业吗？绝对不会啦，是不是已经解脱了？自己解脱又可以引导众生解脱，是不是可以到很理想的状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呢生活之中呢，就是一定要融入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整个都在，不要呢在凡尘的尘垢之中，
我们去追求凡尘啊，或许都讲到最后一定会后悔。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得走。你看这个社会现象都呈现给我们看。当很有钱的时候他可以利益众生。当转给那个下一代的时候啊，一直在出事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德性不够了。要争财产，是不是会出事的？那个德性不够了。我们要了解到要这个遗产要给那个祖孙的时候啊，让祖孙去争啊，这样不好。我们把这一些可以帮助众生，然后祖孙呢自己去打拼。他够聪明，他能够生活；他够愚笨呢，也不要让他把这一些上一代啊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把它挥霍掉。所以我们留给后代啊，就是要留给他那个功德，对吧？要留给他，钱财就不用了。我们钱财啊，我们在世的时候好好去发挥。怎么用就怎么用，利益众生，绝对留给子孙不会是好事。因为我们要了解到，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你太有钱了，那个后代啊，就不争气，能够延续呀，那个德性啊，才是我们要去研讨的。像孔老夫子到现在啊，他的后代第几代了？像70几吧，70几代嘛，79，到现在都受人尊敬，2560年，孔老夫子啊诞辰到现在啊，2560年，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他所留给后代的就是德，那一种呢教导众生呢怎么样来这个行持不造业，就是留给众生啊这一些德。那我们呢也就是要学呢这个实在的，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凡尘之中自己啊能够行持啊有德，然后也能够教导我们晚辈啊一样的也去行持朝着这个德的方向去努力，这个才是很重要啦，对不对？我们呢这个接着就讲这个第3章安民章。不尚贤使民不争，就是呢不崇尚那个虚名，那个不是呢叫我们说不崇尚圣贤，不是那个意思，是说假名啊。我们凡尘因为有这一些名跟相，然后我们呢为了追求名跟追求相，才会产生很多问题呀。那假如说我们不崇尚那个很好的那个名称啊，这样这个名啊就不会争了，就不会争。所以我们先把它引用到我们这个身上来，这个名啊，人名，各位先贤，人名是谁？自己这个人名啊，我们要先了解说，是我们的6根呢对6尘产生的6识，那个就是我们的人名。所以我们要先呢使我们的那个6识啊，不追求假的名称，所以啊不尚贤啊使民争，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都会崇尚一个很好的那个名称去追求，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的6识啊在发挥作用？
就是六世在强力的去追求。那我们呢，就是先安宁，先安我们的六世，让我们六世呢都能够知道，知道呢这个真理，说那个假名啊，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真名。各位先选真名是什么？真名呢，没有名啊，没有名称。真名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真名，真的名。那凡尘所有呢，都是假名，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也都是假名。因为啊，我们前一世啊不是这个名，我们下一世也不是这个名，这一世才用的，是不是假名？都是假的名称啦。然后我们不崇尚这一些假名称，所以不上贤，就使名不增。我们不崇尚这一些假名，那我们的六世啊，就不会有那个想去争的那个念头。那不想去争了，就没事了。就是我们想争了，我们看看现在社会啊，争不争？很争，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啊，那个手段都是很龌龊、很下流啊，就是把别人踩在底下，自己呢高高在上，对不对？都是别人都过错了，自己全部都没有错，这样好不好？风气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呢，那个已经呢，都违反我们本性了。纵然您能够有当上那个假名位的时候啊，你风不风光？一点也不风光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管理众人的事啊，就是要像我们古代那一些三官大帝那样，就是呢无为制，要人民自己管自己啊，不能呢用那个霸权大道来管，人民自己管自己啊是最理想。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一落入啊有这一些这个官员，那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当了那个位的那个官员，就是要照顾百姓。那假如说没有那就欠百姓就有缺欠了。那有缺陷它在转世在现象就不会很圆满，就会有缺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领导者，你都一直在念财呀，是不是众生的那一些血汗钱？众生想不想要回去？那会变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这个念的财啊，一生你千万生还不完，诸生千万世啊，都还不完啊，还没了，一直都欠人啊，那何苦来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果是定理啊，绝对的道理。没有说平白无缘无故啊呈现出来，不会，有因就有果，那个因果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了解这个真理很重要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做一个比喻啊，说一块铁已经烧红了，知道人去拿会烫得厉害呢，还是不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不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啊？可是这释迦牟尼佛说的答案竟然跟各位不一样。他说两个都一样，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都一样烫得厉害。跟我们想象竟然不同。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理的东西啊，就是好像那一块烧红的铁，那你不要有借口啊，我唔知影啦，我这做唔对，你跟那个知影一样，罪过一样，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呢这个找借口，所以或者开始才会讲。有良心的一个都死去，一个也未出世。我们都会这样找借口来安慰自己，所以我无良心嘛紧，是不是这样？那个叫找借口啦，是我们不愿意去实现。我们愿意实现的时候啊，就不会找借口。那不会找借口的时候啊，我们会面对。然后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承担，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造业，不容易造业就不容易受苦，才可以解脱了，没有侥幸的心。各位先生，侥幸我们台话怎么说？好话还是坏话？所以这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崇尚那个假名，使我们的那个六事不会起心动念，都不会呢去争这个不必要的那一些假名相。那么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不贵，我们呢就是呢不贵重那个难得之后。难得之后像一些金银财宝，那个很难得啦。那一些东西因为很难得，所以价值很高，然后我们都想拥有。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呢，假如说贵之一些难得之后我们现在以这个社会的现象来讲这个我们小命都不保，因为你太拥有太多的话。会怎么样？人家会起盗心，对不对？就是想要把你灭掉，然后侵占你所有一切，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真的到达什么状态？不贵难得之后了，所以或许那时候看到有一篇报道，说呢一个人他在家里在做的时候坐在家里。然后有一个小偷进来翻箱倒柜，然后他跟那个小偷讲说我白天都找不到，你现在天这么黑你怎么找得到呢？各位知道意思吗？我厝的物件都拢无价值的啦，我日时咧找都拢找无你即摆这暗暝哪找有？这样的生活怎么样？我们说会很困苦吗？很潇洒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说这样这个小偷进来，你爱啥你自己摕，会不会发生生命危险？不会这样生活好不好？好啊。我们真的假如说不贵难得之后我们不去看重它，因为毕竟我们一口气不来也带不走了，我们生也没有带来，所以不看重它，我们在凡尘有得用，可以用的够用的就好了，不用去追求那个难得之后，我们不看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呢，在凡尘就是超越一般人，太富有了，人家看了都会嫉妒了，嫉妒会出事情的，对不对？那我们不用说那个样子，这个有与民共享，可以捐献给人嘛。你看那个屏东尾菜那个陈世吉不是赚了那么一点点钱吗？
他竟然还可以盖一个图书馆送给学校，捐款算千万的，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子？他就是把那个看得很开，不贵难得之后，有钱了就是要给有用的人利用。假如说我们都有那一种心的话，整个社会很光明，对不对？这个有困苦的话，有人帮助，都会过得很理想。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这几天的那个报纸就登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老家了他看人家那个面炉的那个车啊，真差，伊去甲伊迄个车头迄个引擎盖啊，去甲伊刮伤啦。因为那个监视器都有拍到，他拍到以后，那个车主就是要他赔偿30万，爱去过去考察，赔偿30万。结果那一个老人家赔不起30万，结果吊倒自杀。那个家属跟那一个车主谈判，讲会当赔较少的，因都无遐济钱，伊都车主都不答应，一定要坚持30万，结果他被那个30万害死，30万害死人。你看这个纠葛啊，轻不轻？伊即摆死去会去找迄个车主啊未？你甲我害死啊会不会去找他？那个车主你看嘛，你困会安心未？风吹草动可能来咧找我对不对？所以凡尘事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得饶人处且饶人啦，那个毕竟呢都是身外物啦，不要呢这个苛刻，你太苛刻呢都是对你自己，闲话。我讲那一世人他在脑海之中啊，都会牢牢记住30万害死一个人。而且中间那个过程没有说一下子他就马上自杀，家属一直跟那个车主谈判，讲拜托啦，阮都真善赔较少的啦，不是讲唔赔啦，较少的安尼，不要就是不要。然后他又不是一次自杀就死掉了，第二盖自杀就死。你看是不是可以有缓冲的那个余地啊？他就是坚持不愿意。无爱落，计小30万就30万，不爱落。说他是要坚持真的坚持一生的受难，时时刻刻啊，拢有乌影。所以那个时候，假如说乌影来我才无爱摕迄酒米互念。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我们那个诸行，就是我们主人翁啊，没有很强盛的时候啊，有一些幽冥鬼魂，他会进我们的身啊，就是来利用我们的身。那个时候我们会心神不宁。那心神不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就是没有跟他结怨。没有跟那个幽冥鬼魂结怨，我们可以用那个佛讲的咒语啊，来跟他看是要帮助他呢，还是要赶掉他，可以有这方面的那一些佛讲出来的咒语。那假如说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死人才有黑影跟着他那我就不做那个事。你去受你的自己造的那个果报。是你自己造的业，自己去接受，一生之中到你一口气不来为止。厉害的话还延续到下一生。我们有时候不甘愿的时候
是不是会一直跟着，没完没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养认识真理。我们认识真理呢，容易呀，这个走入真理世界，也容易原谅别人，那也容易去解决所有别人的一些疑难。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一进入到这个《道德经》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实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率着自己良心，良心就是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道。那个呢，就是我们呈现的能够很亲切的，就是良心，良心就是道。然后我们率着良心来做，就是德，所做出来全部都是德。道德常而不变，你能够维持都不改变，就是经，《道德经》。这样会了吗？会不会做啊？要不要把道德经都带回去啊？不敢带啊。所以我们那个旁边两边都有那个讲义可以带回去看。多接触不同角度的说法，因为或许写的跟现在讲的不同角度不同，那我们要接触广泛一点，不能只有接受一个角度，这样懂意思吗？你提回去看，跟我现在讲的无同，那角度无同，那我们可以活用，我们学了以后就是要活用。真正的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呈现，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努力，还剩下11分钟，有要问的吗？好，请说。这边有西兰的道师要提问他说后学世俗习懒比较深重。佛性启发的很慢，杂念妄念很多，又不能深植得本，在启发佛性之前，谨守身口意，努力实践，如此是否对启发佛性有帮助？有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自己呢这个最清楚自己的状态。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遭遇都不理想，那表示呢，我们累世之间所造的业不少，那会呈现的那表示都已经那个因缘果报成熟，我们呢就是努力的，只要肯努力用心用心决定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改变，我们习性也可以改变，那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一些杂念妄念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它的状态。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那个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清楚。那杂念是自己跑来，那个是我们6道轮回的习惯性。那习惯性我们就是要那个关照的功夫，只要我们肯用关照的功夫那个习惯性它就会改变，就好像我们是主人，然后看家，那个呢那个杂念就像小偷，小偷来了，杂念起来了，我们主人呢只要看就好，不要有动作了，就看那个念，那个念被我们一看它就消失，可是呢会接着又来，我们一样又看。又消失，然后呢又接着来，我们又看，就这样做了，容不容易？做是很容易的，就怕我们没有恒心。一定呢要做，做了以后你很诚实的把它写日记，写下来，说现在遇到的是怎么样，然后我做了以后，它功效呈现怎么样，然后1天、2天、3天、1个礼拜、1个月。你从第1天开始到1个月，那个时候日记把它拿来对照，看看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没有进步啦。
它有变化就是已经有进步。所以刚开始杂念很多，你一关照以后啊，杂念会变少。一开始杂念很强，你做了以后啊，那个杂念力道已经很弱了，那个都功效呈现了。只要我们这样关照，那个杂念它就会消失，整个都没有了，没有杂念。那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你不要想就好了所以妄念没有，杂念没有，心清净，心一清净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就容易了，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好，你说。听有讲师讲定慧意这句话，讲由定生慧，由慧生定，不能把这两者单独分开来说。但是后来又说定太多会太沉闷，慧太多会轻飘。若两者相辅相成，应该是有多少定就产生多少慧，有多少慧就产生多大的定力吗？怎么会有一边多一边少的情况？好，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持的过程它不是一步到位不是说一下子就完成我们的理想所以这个定慧均等那个是六祖他已经呢修到那个很高程度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那或许在讲说，我们应该呢先由戒入手，守戒力那个戒很重要我们在内心不能做的那个，你就是要守得住，那个叫戒。你戒能够守住了可以拼除外难，外面的感染，就是凡尘的尘垢你都可以拼除它那个是从戒，要从戒着手了，因为我们还达不到那个定慧的程度，所以从戒着手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才会身心大定。那个时候由戒然后产生定力那个定力就不会我们很一般的这个凡人很快就发脾气，很快就性情就改变那个都是没有我们没有从戒着手，然后从戒着手产生那个定，定了以后慧才有所以那个戒定慧它有一定的程序的我们不可能说全部不修的话就要讲入定慧了那不可能产生。所以一定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假如说我们的那个嗜好太多，你一定要先戒掉那一些嗜好嗜好没有了以后才会呢回到呢我们佛性本体回来看我们对佛性本体的了解。假如说了解的已经可以轮廓都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佛性本体可以产生呢那个定力。那从定力产生以后，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直朝定力去加强用功。那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变成我们会昏沉昏沉就是定太多定太多，我们就要加强对真理的研究对真理的研究就是加强慧。那慧跟定呢它到后来才均等不是开始就可以到达那个状态了。因为六祖讲的是以六祖修持那一种到佛性本体是很久时间的那个状态，才讲定慧均等没有说定先，没有说慧先可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我们都跟社会跟凡尘这个感染得很厉害，所以要先我们能够把那个外面的让我们心乱的那一些现象先戒掉以戒为入手。所以戒很重要，戒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产生定，有定以后才会有慧定慧到后来要使它呢平等。假如说我们觉得太轻狂了很容易话就讲出来
不稳重，那个就是会啊有一点太多，那你就是要把那个注意力加强在定，就是要培养定力。那假如说已经定得太够，我们就会感觉就是昏昏沉沉啊，就是不清醒，那个时候啊，我们自己调整，看看呢我们是什么状态，不能在那个感染完成都没有清楚之前啊来讲那个定慧，那个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我们程度上啊，会有差别。那假如说自己这个脑筋都很清醒，那表示你的慧啊有。看看呢，我们的做事方法，合不合啊？轻重缓急，你应对都非常好，表示你的定慧啊都均等、平等啊。那假如说我们讲的很快就讲出口，不符合那个理路，表示说你会有一点太强了，会有一点太强会自以为是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赶快培养定。定的培养够了以后，你定够了，那个慧啊，它就不会那么轻佻，这样就理想状态。到那个时候才来讲均等，是可以的。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呢这个第3章安宁章，对不对？对。各位有没有把这个《道德经》啊带回去啊？还有没有把《道德经》又带来了啊？在我们身上啊，这个《道德经》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这个时时刻刻呢，都保有它。那我们呢讲到这个不贵呢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是吗？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所有的万象都虚幻不实在的。那假如说我们太看重那个外象，太看重外面的这一些贵重的东西啊，那我们相对的对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会看轻了。这样呢就本末倒置啊。我们要看重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要看重呢。所有外面的所有这个现象，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把它看清，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追求方向啊才是正确。那么接着呢，这个不倦可欲啊，这个使民心不乱，不倦啊可欲。我们了解这个可欲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想要，我们这个心想要。可以说是造业的最大原因。那我们要了解说，造化都引诱我们，要我们去拥有这一些这个实在有的东西啊。不知道呢，这些东西啊都是变化无常，会引起啊我们想要。那我们假如说呢不见，不倦可欲啊。那我们就不会造业，所以我们的业的由来啊，就是见到这个可欲，就是想要，想要啊才会造业，造了业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从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产生，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虚幻不实在，我们在日用生活之中啊，不缺了就可以。我们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有的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啊，那个可欲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拼除。那我们的那个六识啊，就不会产生那个乱。
心里面呢就不会乱。明心，这个明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以这个圣人是智，圣人。各位先生，圣人是谁？谁是圣人？谁呀？谁是圣人？圣人是谁？是谁啊？孔子啊。各位先生，我们要知道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圣人，这样知道吗？都敢承认吗？会想说那个不是，还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还不是圣人。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只要把佛性启发的，按照佛性来做他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知道不？你圣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呀。要承担就是要承认，要承担不要呢推到外面去。外面没有了，就在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圣人。我们一定呢要启发。各位启发了没有啊？都启发了已经1年了都要启发了。他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他。我们呢要了解到，所以这个圣人。是以圣人，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盗，不见可议使心不乱。我们从我们的圣人之发，不尚贤了，不贵难得之货了，不见可议了，是不是都很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出发，然后呢不崇尚呢那个假名相那一些那个假名相我们都不崇尚，这样呢我们心就很笃定了，不用争，不用跟外面的人去争，那自然我们也不贵难得之后，因为最可贵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最可贵的，没有比它呢更可贵的，所以我们不贵那个难得之后，外面的那个货物那个都是借我们用的啦，我们一口气不来都带不走的，所以不要去争那一些呢难得之后，那个我们有难得之后我们这个心都不安。假如说我们有那个几克拉的钻石各位先生，我们心会不会很平安？一定会唱到无路对吧？会怕人家来偷来抢甚至于我们命都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难得之后那个太难得了，大家都想要了，所以我们命都保不住。所以或者都讲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小偷进来的你跟小偷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搬去了，你不要就留下来给我用，这样会不会产生了生命危险？很笃定，对不对？笃不笃定？所以我们就不用装那个铁门，也不用装那个铁窗，用那个铁窗铁门还要做什么？监牢狱里面就是要铁门铁窗那关那个囚犯就是犯罪了才要关在里面。结果我们自己打造
打造那个铁门，然后打造铁窗，然后自己关自己，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偷也很聪明啊，这一家他防备得很好，有铁门有铁窗，里面一定有可贵的东西啊，所以进去偷一定有。那你假如说连门窗也都没，外门嘛无关，窗户嘛开，这免入啊，这内底拢无半行，是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我们就是生活重心要自己拟定。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啦。那一些东西呢，使我们挂碍的东西啊，我们不追求。各位天贤追不追求啊？真的吗？所以只要生活上日用不缺，各位天贤要记得，日用不缺就可以了，不用追求那一些难得之后了。所以上次呢，或者才讲，不是有一个人他去刮伤人家那个进口车炼乳那个引擎盖，然后那个车主要他赔30万，对不对？那一个人后来不是自杀死掉了吗？那个过程啊，他的家属因为他已经自杀一次被家里的人救了，所以家里的家属去跟那个车主就是要求说能不能够少一点不要那么多了30万，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来，结果那个车主就不允许啊，就是30万就是要30万。第二次自杀的时候，家人已经来不及救，死掉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他为什么要去刮伤人家的车？各位千姐，为什么？2个字，嫉妒。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嫉妒。你那遐好嘢，我那遐惨，有没有啊？还在考虑啊？我们不说嫉妒了，我们有没有羡慕？羡慕别人。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嫉妒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啊，那个背后就是嫉妒，看不见的。那个嫉妒看不见，那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啦。我这善你啊，你好好呀，买迄进口车得贵，所以他就把它刮伤了。你看这个心态啊，是不是不正？我们要学着慈悲喜舍。第3个那个喜啊，随喜。我们时常这个开法会呢，先我来介绍都会讲，说随喜功德是无边啊，有没有？随喜啦，别人得到好处我们要高兴，不要嫉妒。这个蛮难做了，因为我们那个那个深根蒂固的习性就是会冒出来，都会这个眼红啊，会不会？就是会眼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假如说那个车主啊不贵难得之后，他说没关系啦，这个车子就是要代替我们那个脚行路用的啦，没关系啦，那个只有刮伤而已嘛，车还会跑啊，纵然车都没有也没关系啊。你看这样心胸不是很宽广吗？对不对？就不会说去害死一个人了。他贵难之后啊，所以各位先生，我们也都一样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生活辛辛苦苦持续的累积一些钱买一部车，这个车子一买回来各位先生，我们重不重视？很重视尤其假如说是先生买的话
他那个照顾车子的那个程度啊，一定比那个照顾太太哦还要来得殷勤，还要来得努力啦。哦，那个车子安尼顾啊拢安尼哦，袂使一点啊唔好，啊太太无要紧啦，对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哦本末倒置啦，哦，迄车是要代替咱的脚啦，哦，就是代替我们行路用的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没有车也没关系啊，哦，我们可以哦那个外面哦叫计程车哦，或是坐呢那个大众运输，这样就可以啊，一样是走路嘛，哦。我们假如说哦这个时时刻刻啊都有运动，身体会比较健康啊。所以我们了解呢，最重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那个呢最重要，一定要照顾它，让它都很这个恢复到很光明、很圆满。我们照顾活性的那个心思啊，都可以说都不够，那照顾身体倒是很专注了。很投入的很多心神以及金钱直直甲顾直直甲补有没有啊？这个很正确的借假修真身体要照顾好啊，可是不要过头了这个养生要刚好就好了。我们很努力一直照顾啊，会不会死掉？终究是照顾不来的，他还是这个忘恩负义。我们身体啊，拢无想讲甲顾甲遐尼啊好搁安尼要死就要死安尼对不对？有没有忘恩负义？所以刚好就好。我们养生呢刚好就好，重点一定呢要放在不生不灭活性本体，不要呢让它有一点那个这个瑕疵啊，我们要知道说活性不光明的，我们一定是在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回归本位，成不了圣人，那我们要成圣人啊，就一定呢就是要光明，一定呢要圆满。在凡尘呢，做事啊、做人啊都要圆满。各位有没有啊？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很圆满？都不敢说一定都有缺陷的不然的话我们都坐在工作上，对不对？都很圆满的话我们都一起坐在工作上，就是因为还没有圆满。所以坐在众生的位置，对不对？众生的位置好不好坐？众生的位置不好坐啊，那什么位置好坐？众生的位置是最好坐的众缘机器啊显现的生相这个是位置啊是最容易的。可是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一个来源根源我们呢这个刚才唱那个歌啊都说我们已经离开家乡已经6万年了。各位离开多久了？只有6万年吗？6万年是一个圆会的一半一个圆会129600年那我们呢就是一个圆会的一半。那我们只有经过一个圆会吗？可能不止的所以我们看佛经的话呢，都会讲说从无始以来没有开始一直到现在。假如说我们开法会呢，遇到南极老仙翁来介绍，他会讲说自我成道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了7次了，对不对？就是有7次的129600年。那我们难道7次都没有来吗？有没有来？有没有到凡尘来？还那几年
一届6万年啊，7届几年？那恐怕还不止7次嘞，哦，因为无始啊，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在凡尘啊流浪，毕竟哦，是很苦啦，苦不苦啊？都是哦，只要落入形象哦，都是苦啦。哦，天气热就是热，冷就是冷。哦，各位姐姐，我们现在这边很热哈，台北很冷嘞。在台北哦，已经都穿夹克、穿外套了。在这边哦，还穿短袖嘞。哦，真的天气啊，2个世界。越往北就越冷，越冷，冷到哦，或者那个基隆还在下雨，哦，还下雨，然后很冷，哦，要穿外套，不然就感冒。可是，一往越南，他就衣服要越多，越脱，然后哦，就穿短袖这样。一落入现象哦，冷就要跟着冷，热就要跟着热，哦。我们都不能选择，对不对？会不会跟上帝讲说啊，拜托了，卖家热啊？那或者在北部说啊，拜托卖家寒，可不可能？哦，不可能实现嘛，哦，所以我们一落入现象，就是要适应环境，哦，啊，一定呢要去接受了，然后呢，这个一天哦，还3餐。3餐，哦，我们都3餐嘛，荤都食啊，断食，哦，都以后假如说呢，这个一进入到那个佛教那个正式的遵守佛规的话，过午不食啊，只有早餐跟中餐啦，超过1点以后啊，就不能吃了。那个遵守那个戒律啊。超过下午1点以后啊，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在修佛教的佛教徒啊，有没有过午不食？什么都知道没有？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制定这个戒律啊，他说不是修无益之苦啦。因为我们吃东西呀，进到我们体内以后啊，它会呢，转换成那个养分，那养分它会转换成我们那个心呐，心猿意马，那个心呐，就会按捺不住，懂意思吗？所以一到那个那个青春年岁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就很难修，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制定那个戒律啊，就是要从根源让我们能够清心寡欲，不产生呢那个呢欲望，所以不见可欲啊，使心不乱。那个不见可欲啊，很重要，对不对？看现在很多啊，那个炸鸡排，那个走过那个摊子的旁边啊，那个味道都怎么样？很香，对不对？香不香？不香啊，平常太咬。所以这个叫做引诱了，他在呢这个北部呢这个赚钱比较容易啊，所以那个引诱口袋刚好有钱就去买，然后吃了以后那发胖很快，因为那一些都是进口的比较多啦，都是有打那个生长激素。我们一吃进去身体里面那个生长激素就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所以就一直生长，然后一个人就变2个人大，
就很棒，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都超过我们心脏的负荷，那个胖的人真的不是福啊。我们看到很胖的那个人我们有什么感觉？负担很大，对不对？还是苗条一点比较好，比较灵活啦。这个一很胖了以后我们连要这个弯腰下来都弯不下来，可以弯下来吗？我们现在可以弯得下来吗？你看多棒呢这个身体都很健康很棒，所以我们不贪那个口腹之欲也不跟那一些畜生之类的结恶缘，这个是很理想，又能够呢使我们的心清净，心一清净，我们就容易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在这个修持的这个道路上自己要认知要知道说不要呢贪吃，不要跟呢那一些畜生呢结恶缘，结恶缘我们吃它就要还它了，我们这个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之中，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在凡尘知道说，既然落入形象，就要受到现象的那个约束，现象的左右，那我们就呢努力的使自己能够恢复到我们本位，就是当圣人，当圣人了以后，我们要在凡尘度化众生，可以示现来度化众生。那我们假如说要到别的佛世界，别的地方去度化众生，又可以去那我们现在都在南赡部洲了，别的地方呢我们都去不了，我们被局限在这个地方，所以生活呢都不宽广，再怎么宽广也只有地球了，太阳系现在发展呢就是要到太空去去生活，那要花费很大的那个经费，那也不很实际最好呢就是我们呢能够修正到本性的成仙作佛，千百亿法身，又可以呢到所有的佛世界，不管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呢宝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这个呢是超越我们太阳系，所以我们的知觉知觉性都没有很宽广所以平常生活的时候就会喜欢呢跟人家计较。各位在生活之中喜不喜欢跟人计较？喜不喜欢？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会了解说就是不要跟人计较。可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计不计较？是很会就要计较所以呢，就是要能够呢这个学的比较实在，认知比较实际，真正的知道了就要去做，知行呢能够合一，知道呢说凡尘不值得计较，那我们呢真正的呢就不计较，心能够呢培养得很宽广。所以我们讲到呢这个是以圣人圣人之治，圣人怎么样来治理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行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虚其心就是把我们的心全部呢都让它呢能够虚，
就是空虚了，全部都空了。所以或者就讲那个圆回就是把那个心已经空到全部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虚其心就是我们之前研究的那个万念放下。万念全部都放下，那个心真的就是虚了，已经都全部空虚了。空虚到这个极点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万念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所以恢复妄都尽了，恢复到真。所以我们对颜回的了解它就是克己护离，克服自己的脾气毛病，克服自己的所有愿望，克服自己的所有意念，全部克服。克服了以后，恢复到那个理就是佛性本体克己复理，已经恢复到佛性本体，就是天性。整个都跟天性相符合，所以颜回成就。让我们这个学习那我们能够在生活之中去做万念放下，念不生。我们一样跟那个颜回这个当圣人。各位有没有想当圣人的心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最就近的就是恢复到我们的那个本位。就是每一位都是佛，都是圣人，那我们都恢复了，恢复到本位了，就不用再凡尘受苦。刚才就讲凡落入现象，就一定受苦了。纵然再怎么有钱，怎么享受一定是苦了。不可能说很闷热的天气都躲在冷气房里面。毕竟还是要出来，出来就很热你也要接受这个天地之间的热，天之间的变化我们都要去接受，所以我们就讲说煎熬，我们在凡尘受煎熬，福报的人就感受比较浅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出生就比较这个不很富裕的家庭就会感受很深各位有没有